Hello，test。好，各位来自台湾各地的脊椎科的先进以及专家，大家早安。那非常难得可以在这个疫情艰困的时候，大家有这个机会，有这么好的场地呢，可以让大家齐聚一堂，讨论这个有关脊椎微创的各项议题。那在大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林口长庚医院的院长陈建中院长为大家致辞。好，请大家鼓掌欢迎。副理事长，李理事长，陈院长，各位脊椎微创的理监事各位先进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讲林口长庚其实非常荣幸在这个副主任、副理事长带领之下能够在年会能够在林口长庚医院举办。我想这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以地主的身份，热烈欢迎各位的莅临。那我想这个微创的这个手术呢或技术，其实在各领域在10-20年来也都蓬勃发展。那尤其在脊椎，我想应该也是颠覆很多人的观念以前大家以前在跟老师学的时候都是开大刀大手术。那到现在很多的微创，那尤其像今天的节目，结合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术中的导航微创，或是 CMCT 甚至在 AI 的运用所以我想这个脊椎的一个手术到这一年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我想也就是各位先进的努力。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政界的名人都是拜各位前辈所赐让他们呢能够在这个一天的手术之后呢，就能够顺利出院我想这都是大家的努力。那我看今天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我相信各位前来参加这样子年会一定会能互相学习一定会收获满满。最后我要祝这个我们会员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身体健康感谢，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林口长庚骨科脊椎科的大家长目前也是台北中山医院的院长陈文哲院长，好，请大家鼓掌。陈院长、李正宏理事长、傅再生理事长，各位台湾脊椎微创医学会的会员，大家早。谢谢副理事长邀请，很荣幸来参加这个年会，同时在这边讲几句话。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关脊椎微创手术的设备跟仪器就日益更新了，日新月异。加上越来越多的年轻医师投入这个领域，而且技术不断的精进，所以这几年来，这个脊椎微创手术在台湾可以说是蓬勃的发展，而且令人刮目相看，成绩相当的好。那过去1年来，在副理事长的领导之下，举办了多项学士研讨会，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以及临床经验的分享，让台湾脊椎微创手术在过去1年往前更迈进一大步。今年的年会
邀请国内外的专家齐聚一堂。我看论文的题目跟内容相当的丰富，精彩可期。我在这里预祝今年的年会圆满成功，也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脊椎外科医学会理事长，同时是台中荣民总医院的副院长李正宏副院长来为大家致辞。好，大家鼓掌欢迎。好，我们林口长庚陈院长，还有中山医院陈院长，还有我们傅在生理事长，还有各位微创脊椎医学所有的理监事以及会员，大家早安哈。那其实我是微创脊椎医学会第8任的理事长，我今天是回娘家了哈。那遥想当年要创这个理事创这个医协会真的是很不简单的，在我们这个创会理事长的带领之下，从当时大家对微创没有概念，到现在是广为被接受的我们现在微创的概念已经像那个 GS 一样 ，Laparoscope 一样，它是一个 standard procedure 了那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来加入这个学会了那这个学会，我们国内有很多脊椎的医协会当然各有所长那现在在脊椎医学会里面，这个理事会这个会员是最多的一个，也象征年轻人他们也知道这是现代医学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我看到那个我们副理事长在过去这1年来，虽然疫情的存在，他也办很多活动，包括线上活动、大体解剖的活动，这样子真的很辛苦了不过我想这代表了我们台湾在这个脊椎医协会或脊椎的手术领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微创那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么好的一个 agenda 一个 schedule 下面能够很好的学习。最后我祝大会圆满顺利成功，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好，最后邀请我们大会的理事长傅在生理事长为大家致辞，请大家掌声欢迎。好，陈建中院长、陈文哲院长，还有李正宏理事长，还有我们各位，我们微创脊椎的先进，还有同好们，大家早，大家早。那我们今天真的相当高兴我们有这么多的会员朋友们从南到北这样子在这个疫情还有点严峻的状况之下还出席来我们的实体的这个会议那真的是相当感谢大家的热烈支持那我们今年的联会呢，在我们的秘书处的精心安排之下我们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schedule 里面我们从我们的肩椎 sacrum 一直讲到我们的颈椎就是包含我们整个 spine， 然后我们的 technique 方面从我们的内视镜，然后做到我们的一些微创，甚至是我们的机器手背的一些 surgery 所以我们是包罗万象，然后把最新的一些科技能够尽量的来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我们除了以现今的科技以外，那我们也特别在安排未来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微创脊椎还有脊椎手术方面的走向，还有一些材料，还有一些手术方式的一些设计上的一些未来的发展，那我们也安排在里面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后续大家要怎么来继续来发展我们的微创脊椎手术。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在我们的内容上我们是尽量的安排来符合大家的一些需求和需要。那我今年呢，在担任1年的理事长内真的也相当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办的所有活动我们很多的朋友还有同好们都很热烈的支持。那真的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走，大家可以慢慢走，可以走得很稳，而且可以让我们能够继续往我们大家未来想要
达成、想要完成的事项慢慢的去前进这个是让我内心相当的感动，相当的感谢大家那今天呢，真的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在今天我们的学术研讨会能够收获满满大家有什么问题尽量提出来热烈的讨论那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大会能够圆满成功，谢谢，感谢大家。那接下来第一个 section 其实有关 sacral fracture， 那我们请座长就位。好 ，sacral fracture 的这个部分常常都是做 pelvis 的医师被逼的要开 spine， 或者是 spine 的医师对不熟悉的 pelvis 他必须要去手术。那我们安排这个 section 呢，主要是让大家可以更深入了解有关 sacral fracture 在 spinal pelvis fixation 方面有什么 MIS 的 technique。好，那请陈彦荣医师。大家早非常谢谢大家的参加那我们第一个 session， 第一个题目就是 The Principle and the Technique of Fixation for Sacral Fracture。那演讲者是在林口长庚医院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陈义荣医师。他在长庚医院医学院毕业以后，那曾经到哈佛2011到12也去拿到一个公卫的一个硕士那在长庚医院的专业医师垂领，那也顺利升上那个主治医师。那他在 pelvic fracture 有相当多的经验那今天他跟我们讲的是有关在 sacral fracture 的一个 knowledge 跟 update。那陈医师请。各位早，理事长，各位前辈，各位骨科先进，大家早。我是来自林口长庚外伤骨科的陈义荣医师。那其实那我很荣幸可以收到这个脊椎微创学会的邀请。那我本身的专长其实是在骨盆的骨折。那我想会就是今天这个被指派说来分享一些这个 sacral fracture 的一些经验我想应该可以从以下这个图开始说起。那 sacrum 其实就是一个骨盆环的一部分，那尤其是位在这个站稳定性比重比较高的这个后环的一个中枢的位置。那我通常都喜欢从这张图开始做起比喻，那就像一个玉镯一样，它要断掉，它一定要在2个地方同时断掉才合理嘛。那所以在我们的一个骨盆环也是可以套用在这个想法上。一个骨盆环它会骨折，一定要永远想着它有2个断端比较常见。我们从这左边这张 X 光就可以看到，如果这是一个比较经验没那么多的住院医师去看这张 X 光片，他可能会说，看起来就是在前面2边的 ramus 的一个 fracture， 那这个不用开刀，在急诊就可以叫病人回家。但其实我们去让病人做一个 CT， 就会发现，其实 sacrum 是有 fracture 的。这样的骨盆环其实并没有像一开始想象的这么的稳定，所以其实过去文献上也都说，这个 sacrum fracture 其实很容易被忽略掉。那它伴随的这些神经学的一些损伤跟缺损，其实当然也就很容易一起被忽略掉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分类上，我想 Dennis 中腕、中突、中穴大家很熟悉了。那如果是一个比较 transverse fracture， 大家可以用那种 Roy Camley 的一个分类。那当然还有比较复杂这种 combined fracture 这样子。那就是永远要把这种病人的这个神经学检查 keep in mind， 因为其实文献上就有说到，其实大概像中突或者中碎的一个 fracture 这个神经学的损伤大概就有高达将近30%，或是这个超过50%，所以都这个要永远好好检查。然后如果这类病人有症状的话，其实在手术上其实大概就要考虑做一个减压，同时做一个减压的手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会简单的勾述一下 sacral fracture 的一些固定治疗方式，就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一些方式，我们怎么去固定这个 sacrum。那会从这个最常用的、最简单、最常用的 screw， 然后到 plate， 然后甚至这个各位可能都比我还要更专精的这个 spinal pelvic fixation。那当然还有一个方式 sacroplasty， 那因为在下个 section 就有林东仪医师做很专题的介绍，所以这边我就会略过这样。那其实 sacral fracture
，even 是教科书上也都说，其实还存在非常多 controversial 的东西。那同样的骨折交到不同的医生手上，有时候治疗方式多多少少有点不同，其实也没有绝对对与错。那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大概主要就是基于这个 AO 的一些 recommendation 跟我个人的一些经验这样。那首先第一个方式就是这种iliosacral IS school 或者全是 iliosacral 的一个 school，TITS 的 school。那大概这个地方是跟今天这个学会这个场合最有连结的一个方式啦，因为就是它可以小伤口微创。就固定的方式，那因为pelvic fracture 撒空 fracture 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要做比较大程度的 reduction， 所以我们的手术其实还是 open surgery 比较多。那这个 ISTIT school 是我们这个时候最能微创的时候这样子。那其实就可以看到，像这个比较上面的这一支 school 哈，就是从ilium打到 sacrum。它就 IS school， 那下面这一支就是直接打穿两边的这个ilium跟 sacrum， 所以是 TITS school。那它其实适用范围是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小伤口，不做太多的 reduction， 所以通常是在一个 alignment 很好，然后呢 neurology 也都 defect intact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样子。那我们通常会在这个病人其实平躺下或是趴着的姿势下，其实都可以做到。那在 C 样呢？用各种方式摆头，得到一个很好的 inlay view 跟 outlay view， 就可以确认 school 是在我们要的位置。那 inlay view、outlay view 照的方式其实是要看这张图，它要这个平行 sacrum 或者是垂直 sacrum。那好的 inlay view 其实就像右上角的这张图一样，你会看到这个sacrum 的这个可能到 S1、S2、S3。他们的 anterior cortex 都变成一条线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 inlay view。那好的 outlay view 就是像像下方这个图，两个眼睛就是两个 foramen 是看得很清楚、圆圆的时候。那再来就是像这个图里面的黄色的 school 就是所谓的 IS school。那通常打的方式就是它会从后往前垂直这个 SI joint， 然后往这个 sacrum 的 promontory 打，因为 promontory 是最多这个扎实的骨头的地方，所以可以锁比较紧。那 TITS 就是这样直直平平的打过去。那因为它可以咬到4个以上的 cortex，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咬得很紧。那它可以打在 S1 跟 S2 的地方。那值得注意的就是遇到一些像有 dysmorphism 的一个 sacrum， 其实这类病人其实还不少。我平常大概每打3、4个就感觉就有遇到一个。那这是很典型啊，也是比较严重。你看它的 dysmorphism 就会导致它 S1 的 sacrum 是长得这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角度。那他要打 IS school， 其实这个角度都非常难抓。那当然是可想而知，他没办法打一个直直的 TITS school， 所以就会看到这个图，他只有办法到 S2 才有办法打一个直直的 TITS school。所以书上的建议，我个人也建议说，如果你术前就仔细看过病人的 CT， 确定他有 dysmorphism， 就不要在 S1 try TITS school。可以考虑 IS school， 而且 IS school 其实也不太好打，要小心，可能趴着的情况下会比较好打，平躺其实会遇到一个困难。那打这种 school 看似小伤口，看似不难，就把 school 打赢，但是也没有什么陷阱，其实很多，非常多，是常在做骨盆骨的都知道，打 school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的时候C样照不清楚，然后病人的长期挡住，然后有时候其实一不小心就跑出去而不自知，然后他跑出去之后往前可能会伤到 vessel， 往后可能会伤到这个 nerve。然后再来就是下一个方式就是属于 plate。plate 我们通常会适用的范围就是说，它这种情况我们就已经要做 open reduction 了，甚至要做神经的减压，所以我们就比较大范围的开进去，然后就可以直接打 plate。那伤口可以从中间 midline 划开，也可以开2个伤口在两边的 para midline。那同时，因为都开进去，我们可以做减压，把这个 sacrum 的 muscle flap 翻起来之后，我们可以有时候会发现，这种 S1、S2 的 foramen 其实就卡了一些 fragment 进去，所以让病人有神经的症状，甚至有些病人大小便失禁。其实做这些减压，它慢慢随着时间，有的就会恢复了。那有非常多的这个 reduction 的方式，那 sacrum 的 plate 也有各种不同的架的一些形态。那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架，在 sacrum 上打 plate， 那为什么呢？因为仔细看这个 anatomy， 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最常见的这种 plate 的形态，到这里会被那个 PSIS 很挡住，那这边又有非常多的 ligament， 所以其实蛮卡的。那再来 sacrum 大部分都是 cancellous bone 啊，它其实 cortical
bone 不多，那所以SCU常常没办法锁得很扎实，所以其实有的时候SCU锁的松松软软，其实也蛮陡的。那我的个人建议也是觉得尽量不要只单独做 plating。plate 可能是当做一个 augmentation 的一个工具，就比如说你已经有打 SCU 或者你已经打了 spinal pelvic fixation， 那你再把一个 plate 当做一个额外的补强，或者是说某一个地方特别要锁某一个 fragment， 这会是比较好的选择。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会用的一个方式叫做 iliac 的 plate， 又比较常听到名叫 tension band plate， 就是在这个后面的地方，会有一个形态蛮特别的一个 plate。那它其实适用的范围是说，通常是两边的骨盆骨折。那它适用的其实是 rotation 上的 instability。如果这个骨盆已经严重到它有 vertical instability， 可能就不太适合用这种方式。那它就是在两边开伤口，然后呢中间可能要稍微把这个 spinous process 稍微敲掉一点，然后用一个 plate， 一个很 merge 型的 plate 把它刷过去这样子。那它长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我比较常做的方式是大概这样，就是把它藏在两边的 PSIS 下面，比较不会那么的 prominent。那也有方式是说，你就把两边的 PSIS 各挖掉一个洞，然后这样子打。但其实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啊，你要把 plate contour 成这样，其实非常困难。所以我比较没有在这样子做。那这种方式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 ，plate 其实不好 contour， 它要折出一个很大的模型。那每个病人又有点不一样，那你有时候进到里面才发现，就是折好之后放到病人体内发现不合啊，不合之后在病人体内调整又很难调整。那再来就是因为你再怎么想把它藏到下面，就 PSI 下面，它其实还是蛮 prominent， 所以有时候 plate 顶在那里，问得会出问题，病人会不舒服。那再来就进入到比较像 spinal pelvic fixation， 如果病人有 vertical 的 instability。但是它 vertical instability 是在单侧的话，可以考虑做这个 triangular。triangular 就是指在单侧这个从 lumbar spine 固定到 ilium， 那同时可以打一支 IS screw 或 TIT screw 做加强。那因为它的样子长得就像这样子，所以才叫 triangular 的 osteosynthesis。那这种就是典型适合来做这种 triangular 的一个 case。那通常它的半边因为 vertical instability 它会飘上去，所以可以考虑被病人趴的情况下，像这样腿加个 traction 把它拉下来。那或者就是这样子，我们在架 rod 的时候用一个这个 distractor， 把这个 rod 把它撑开，让它半边的骨盆可以再复位一点。这是一些复位的技巧。那最后一个就是 spinal pelvic fixation， 那它适用在什么时候？它适用在是双侧的，就跟上一个不一样，上一个单侧。如果它双侧都有一个 vertical 的 instability 的时候，那可以考虑做这个 spinal pelvic fixation。那我想这个大家应该蛮多了解的，所以我不用讲很多。那我们一般是在这个两边的 PSIS 挖一个大洞，然后打 iliac screw。但是近年来其实也有一些新的方式啦，因为说实在，从 PSIS 那边打进去，你挖的洞再大，其实还是蛮多病人觉得那边就是突突的。那现在有 subcrestal 的 entry point， 那 subcrestal 呢，大概就是比原本的入口点在内侧一点，有点靠近这个 SI joint 的地方打进去，那这个就比较不会 prominent。那 rod 也会稍微好架一点点，那角度不会那么大。那甚至 subcrestal 的 entry point 也有人在讨论 MIS， 因为它更靠近这个中间一点，更有机会用 MIS 方式讨论打进去。那我想接下来的 section， 我想可能会有人讨论这样子。那我们分享几个 case， 就我自己的 case 给大家看。那这是病人我们看他的 X 光跟 CT 就可以看到，他是左半边的 sacrum 整个vertical 的一个 complete fracture， 那再加上左边的 superior inferior ramus fracture， 那因为它的基转就是一个高处坠楼，所以它也是一个 vertical instability。那这种 case 其实就蛮适合我们刚刚提过的这个 triangular osteosynthesis， 因为它是半边的一个受伤，它没有 involve 到对侧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开刀的过程。那其实秀这个 case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打SCU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安全。这个 case 我在术中照实样，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左半边那两张图，觉得好像都在里面，但是事后做 CT 就会发现整只SCU都在外面。所以不得已只好再进去帮他 revision。那其实这个 case 我当初是有点大意，它其实是有一个算是让vascularization 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SCU其实打在这一节其实是很危险的，应该是要再更往下打，其实会比较安全。
所以这个术后就重新调整一下，而且screw真的手感上就紧多了，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那这个病人1年后其实恢复的都很不错，也已经来把这个后面 spinal pelvic 的 fixation 的 implant 拔掉了。下一个 case 一个15岁的小妹妹，那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这个 sacrum， 她是这个2侧都受伤，右边的 sacrum 大概在中凸的地方的一个 fracture， 它是 impaction 整个 internal 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侧是开掉的，另外一侧是 SI joint 的一个 diastasis， 所以它是属于就是我们刚才提过 bilateral 的 unstable， 但是它是比较偏向 rotation 方面的 unstable， 所以它适合做一个 tension band plate 的一个固定。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做 P 就是先 P 加 I 的 surgery， 后面加一个 tension band plate， 然后再翻回正面，然后加 anterior 的一个 plate。那看一下术后片，其实说实话，这个的 reduction 做的还是差强人意啊。它右半边这个 sacrum 跟 ilium 这样 impatient 进去，我始终没办法很好做出一个很好的复位。但是因为我们这样子后环前环做一个很强力的固定，所以这个病人大概1-2个月吧，其实就很好的走回门诊。那9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恢复到很好，要来把后面这个很凸的这个 tension band plate 的 implant 了。那再来一个 case， 这个35岁的男性哈，那可以很直接看到这个 sacrum 就在后面一个非常严重的 fracture， 那 Dennis 中2快要甚至到中3的一个程度，整个骨盆 open book 的严重。那这样的 case 其实硬要说起来，它比较多是 rotation 的 instability， 就是它整个打开。但是当 rotational instability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像这个 case 一样，它出现一点 vertical 的 instability， 因为它半边的骨盆实在是受伤的太严重，整个后完全，所以它 muscle 一定会把它往上拉一些这样子。所以这个 case 我在做固定的时候，我就几乎能上的都上，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不稳定。先趴着，然后做复位，把它整个以程拉回来之后，然后打了 IS screw 之后，我在 sacrum 上面也加了一个 plate， 然后之后我担心它这个骨盆还是会再飘上去，所以我做了 spinal pelvic fixation， 然后再下一次再从平躺的姿势把前面的 plate 给架起来，把前面的 symphysis 给关起来。那这个 case 目前还没有追踪很久，6个礼拜。那可以看到力量真的蛮大，它后来的 IS screw 还是有一点点被告，不过整体的骨盆的 alignment 看起来是还维持住。那这是今天想给大家一些资讯啊，就是其实 sacrum fracture 其实真的是蛮容易被忽略的，大家真的要 keep in mind。那包括这个 neurological deficit 的也要记得检查。那它的固定其实要考虑蛮多的层面，那层面包括 sacrum fracture 本身的形态，那再来整个 pelvic ring 的稳定，那再来神经液要不要减压，那有很多方式，其实很多 controversy， 所以这也是可以讨论啊，甚至未来精进的地方。以上是我的报告，来自林口长庚医院，谢谢大家。谢谢陈医师精彩的演讲哦。那因为大会希望说3个题目以后再一起讨论，那接下来请李院长主持下一个 topic。首先，我要谢谢那个理事长安排我来做座长。我们这个题目是 sacroplasty， sacroplasty 用来治疗 sacral insufficiency fracture 啊，这个方法大概在2002年啊，由美国 Oregon 的那个 Mark Gallant 发表在 Journal Vascular Intervention Radiology， 到今天大概有20年啊。今天早上我上了PubMed，大概有167篇 SCI 的 paper， 可见是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个最大的 series Common 在2012年发表了，有243个 case， 表示还是很多了哈。最长的 follow-up free 已经有到2017年有10年，啊 short term、long term 的报告都说很不错。那等会儿我们来欢迎我们长庚林东宇医师来帮我们介绍。林医师，我的好朋友，他是基隆长庚医院的脊椎科主任，也是我们那个微创医学会和脊椎外科医学会的名嘴。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林医师。那谢谢座长的介绍还有多年的照顾，那也非常感谢学会的安排，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么好的场地，那把这个 topic 做一个整理，那向各位先进做个报告。那我们讲到 sacroplasty， 当然我们要先提一下 insufficiency 的 fracture。那他在82年的时候，由 Dr. Lowry 第一次所提出，当初发表在 JAMA， 他使用的是一个非常耸动的字眼，叫做 spontaneous fracture。
病人在一个很轻微的，甚至是没有受伤的情况之下，产生剧烈的疼痛。那这个疼痛呢，会让老人家越来越虚弱，而且由于他的一些原因产生 delay diagnosis， 包含他的 history 不明确，包含他的 symptom sign 不典型 ，image 很困难诊断，再加上 physician 对他不是那么熟悉，也因此在骨松这一个领域的病人里面，他常常是一个被忽略的 diagnosis。那我们刚刚提过，它的症状是非常的模糊，non-specific。有些时候呢，它会像我们的 radiculopathy， 那有些时候呢，它会像 metastatic disease。那 insufficiency fracture 这个字眼，它指的当然是一个品质不好的骨头，在一个正常或者是生理性的压力下就产生了骨折。那除了一般常见的老人家之外，我们大家可想而知，跟骨质不好的 condition 都可能会产生，包含 steroid 的使用啊，包含病人有 RA 啊，有经过 radiotherapy 等等的这部分就不再赘述。那它来的可能是一个 sudden onset。那渐渐的造成老人家一个 intractable 的疼痛那病人常常都是告诉我们坐立难安、无法行走，还有失能我想各位先进应该对这个蛮有感的当发生这个 insufficiency fracture 的时候，我们临床医师非常难处理到底要收他住院还是不收他住院？那如果收他住院可能那2个礼拜都要跟他大眼瞪小眼那他的症状非常像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degenerative 的 lumbar disease 而且X-ray 可以给我们的 information 是相当有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Spinal 的 AP lateral view 这张片子临床上再也正常不过，病人有多节的骨质骨松骨折，那并且有 degeneration 的情形但是我们在这样子的片子上面很难去很清楚的 detect 到它有一个 sacrum 的 fracture 它有很多的 ball gas， 那有 vascular calcification。并且它可能会有一些fecal 的 material 导致我们在判读 fracture line 非常的有限那刚刚第一个 session 易容医师有提到，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透过 pelvis 的 inlay 还有 outlet view 然后来看所谓的 S1 的 superior view 啊，或者是 true sacrum 的 AP view。可是临床上这2个角度并不是我们执行上的一个 routine 当然这些年随着 MRI 的available。那我们可以透过 MRI 来做一个比较精准的诊断那辅佐 CT 啊、bone scan 啊来做 differential diagnosis 可是有些时候病人刚发生的时候 ，MRI 并不是那么快速可以做，或者是说它并没有那么精准。那再加上 bone scan 我们这个非常的典型的 H sign Honda sign， 它有些时候也没那么精准甚至有一些 review 文献告诉我们说，如果品质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不到50%会出现这个 Honda sign也因此诊断上是一个困难那治疗上，我们大致上还是会先以保守治疗为优先，会让病人躺床，会让病人休息，那给予疼痛的控制那希望病人可以及早做复健，那及早的做行动，那也别忘了治疗他的骨质疏松，并且避免相关的并发症，可能因为长期的卧床产生 DVT、PE、pneumonia、depression 甚至 muscle atrophy 那另外一个很困扰大家的，我相信一定是这个 prolonged 的 hospitalization 尤其是现在住院天数我们都要严格控管的今日那如果我们积极一点给予手术治疗如果当这个病人有产生一个 instability、neurologic deficit 或者是 displaced fracture 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 internal fixation 那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武器，就是 sacroplasty刚刚座长有提到sacroplasty 我会把它形容是一个景气循环股景气循环股，因为从2000年开始那每隔10年就有一篇比较重要的 review， 等一下来跟大家报告那它跟 vertebroplasty 其实非常非常相似第一次在2000年的时候被执行这个术式，其实是针对 spine 的 tumor 当初是一个 S1 的 metastatic disease， 那执行这个 sacroplasty， 那大致上大家公认的是 Dr. Garin 刚刚座长提到02年的时候做一个short axis technique 灌入7cc 的 PMMA， 针对 insufficiency fracture 的 case 这被公认为当初的第一例那可想而知，如果它是在一个 Zone 1的 fracture 的话相对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那如果这个骨折 involve 到内侧一点 Zone 2跟 Zone 3的话，则有可能产生 foramen 的 leakage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 S1 root 的 irritation 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那这些文献里面其实有6到7成是 radiologist 所撰写，那我们 spine surgeon 大概只有3成多左右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使用这个 short axis technique 那或者是做个 long axis technique
那 long S 就是在 foramen 的外侧那由尾端向头侧植入这个戳卡，并且把水泥灌注那这个部分，像我个人就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放射科他们很多可能有一半左右是执行这样子的术式那 initially sacroplasty 它是使用 fluoroscopy 来做引导，我想大家可以理解。那不过因为 anatomy 的特殊性它在 sacrum 来看，它其实是一个 oblique configuration， 或者有一些文献会形容金字塔形的三角锥状的来形容它，并且有 foramen 的关系所以大致上很多文献都提醒我们 CT 钙在对于这个 adjacent 的 vascular 或者是 neurologic viscera 的 structure 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骨科使用的这个 fluoroscope 术中的 CM， 它还是有个角色，就是它可以 real time 的 monitoring 这个 cement 的 migration 它 cement 到什么地方，我们照 CM 可以快速精准的得到一个监控那有趣的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Rideau Spine Hospital 在18年发表了一篇 case report 啦，它是2个 case 那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比较罕见的，它是使用 CT 钙，用细切的 CT， 然后来针对这个 Dennis 3比较 central 的一个 fracture， 它使用了 transiliac 的 sacroplasty 那得到还不错的 result 这样子。好，那我们开始来看一些review 的 study 刚提到第一个景气循环第一个循环是09年的时候比较有代表性，发表在 European Spine 那这个是由 Spine Surgeon 所撰写那可以看到当初在09年的时候只有15篇 study 被收录，那病患只有108位所以很多都是 case report。那执行 sacroplasty 可以让病人得到快速的疼痛缓解，从8.9分VS 掉到了2.6分，那而且这个疼痛缓解可以持续 mid term 到 long term 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是不满1年的追踪刚刚座长提到有追踪10年的 study， 那是相对真的是很少数那其中这些病人里面有7位看到 cement 的 leakage， 不过并没有产生严重的symptom sign， 那有1位甚至这个漏到了 S1 的 foramen那其中有1个病人呢，在执行术式的过程中产生很明显的 S1 的 radiculopathy， 终止手术手术失败那当时09年的时候讨论的 focus 跟我们 TL spine fracture 有一点类似。当初在讨论的 focus 是在于说，那我们只灌水泥是否足够？是否足够？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spinal pelvic 的这个稳定度当它这个会怀疑所谓的 vertical sharing 还有 stress force 的时候，我们只用水泥或许是不够。那当初的很多文章都提醒，如果可以使用 screw 它可以跟这个 sharing force 来做对抗，可能会比较稳定。那这时候的水泥的角色就是在稳定 screw 跟泵之间的 interaction 那除此之外，如果当这个骨折是有一点移位的话，那可以锁上 ice screw 的话，可以让这个骨头更靠近，那在灌注的时候更安全。那这样子的观点在 cadaver study 也得到了一些印证他们发现说，有打水泥之后它的 stress 跟 stiffness 其实是没有显著的进步所以这一派的学说是认为应该要做一个额外的 fixation， 但是也有持不同论点的当初有些元素分析就发现说，我们这个灌注水泥之后，针对这个 fracture 的位置它可以明显的下降它的 micro motion， 并且对 sacrum 的 stiff 还有它的是有增加，然后对于 strain 跟 stress 都是有下降的，也因此这一派理论认为sacrum 的 screw 不一定是需要的那刚刚有提到这个是13年的时候发表最大的一篇 series 243位，它是美国的 radiologist 有6个 center 他们一起做的研究所以 multiple center 可以得到比较大的 case number， 全部都是用 CT 钙来做 sacroplasty有200位是 insufficiency， 那另外40位左右是一个 tumor 的 lesion那所有的病人都得到了立即的缓解大部分是得到立即的缓解，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tumor 这一组有4位10%术后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疼痛进步，那在 insufficiency group 里面则是3%所以这个跟我们临床上的观察是比较接近的有点像是我们 rotoplasty如果这个是一个 metastatic lesion 的话，有些时候 result 是比较 unpredictable。那有1位术后因为 cement 的 extravasation 产生了 radiculopathy pain 需要做一个 surgical 的 decompression。那另外有3位病人，这比较有趣是产生 subsequent 的 fracture， 它是当初是单侧的 fracture， 做单侧的 sacroplasty， 那在3个月内产生了对侧的 fracture， 那需要做一个 contralateral side 的一个 sacroplasty 来帮病人做止痛。
整体来说，在这200多位病人里面的结果是不错的吼。好，那就迎来下一个10年了吼。那在19年的时候，另外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 review 吼，过了10年之后，收录的一些 case number 数就比较多了。那这个主要是由 radiologist 所撰写。可以看到19篇的 paper 他们的结果大概蛮一致的。疼痛的缓解在灌注水泥之后是可以得到显著上的进步。那总共有861位病人，那大部分600多位是一个 insufficiency 的 fracture。整体来说，手术的成功率、临床上的进步高达95%以上。那让我比较惊讶的是，这个 major complication rate 非常非常低，低到只有0.3%。那在800多位病人里面，只有3位因为 cement 的 leakage 需要做一个 surgical decompression。整体来说，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而且非常有效的术式。那不过文章里面有看到几个比较明显的 limitation。第一个是，截至目前为止，尽管有了20年的经验，但是大部分的作者还是没有办法提出一个相对可靠的 patient selection 的 criteria。那也没有提出什么时候应该去做。timing 这个部分没有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那截至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临床上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那其实大部分的 study 也没有 long term 的 follow up， 只有非常少数。那我想这个原因可能跟撰写的作者跟执行的作者是 radiologist， 并不是一线科的医师有关。也因此，很多 study 都是缺少 functional result， 他们只有术后的这个疼痛。那另外，我自己提出的疑虑是说，它像 Robotic 这样子，可以给病人得到很好的止痛效果，可是它真的 complication rate 有这么低吗？这么低吗？那当然要提一下我们医大医院做的研究。那19年的春季会，杨副也有曾经在我们的会场有报告过那使用水球跟没有使用水球分做2组，那结果都其实不错那也都是可信赖的。使用水球这一组有较长的手术时间，那较多的水泥灌注，较少的 leakage。那整体来说，如果没有用水球的话，cement leakage 大概高达55%。这个跟我们的团队在临床上看到的是比较接近。那报2个 case， 我想各位先进应该会蛮有感的就是临床上我遇到的病人都不是很单纯都是像这样子这个病人85岁，超过10节的脊椎骨折，那来的时候坐立难安，没办法行走。那看到的就是有一个S1 的一个 lesion。那看到这样的 lesion， 我们其实会很怀疑啦，因为它又有一个 cancer 的 history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在 S1 做一个 sarcomplasty， 并且同时做 biopsy。那 L5 我们也预防性的把它做一个填补那后来看起来 biopsy 的部分是 negative， 那病人也得到还不错的 result 总共 sarcomplasty 灌了7.5 cc。那另外72岁的女性，那骨质非常的疏松负4.2，然后可以看到她的 spine 有做一个 T8 到 L3 的 long instrumentation。那看这个片子大概就知道她曾经 suffer 一个 failed back surgery syndrome revision 过不少次，而且右侧也换过人工关节。那她没有什么严重的 trauma， 就造成了下背非常疼痛，无法坐立，无法行走。那看起来是一个 S2 的一个 lesion。那针对这个 lesion， 我们后来决定做双侧的 S1-2 的一个sarcomplasty， 总共灌注7 cc。那病人术后是得到还不错的一个结果。那最后在总结之前提一下这一篇在韩国的骨科医师做的研究它蛮简单的总共20位。那住院之后，他开始在 therapeutic 这一组开始执行这个 Fortil 的注射。那可以发现，在4个礼拜的时候，这2组不论是 control 或者是注射 therapeutic 的病人，可以得到还不错的疼痛的进步。那如果有使用 therapeutic 的话，病人大概7、8天，8、9天可以下床活动。那如果 control 这一组大概要在床上躺2个礼拜。那这个跟我从 training 以来各位老师带着我看的这些病人其实是很接近的。如果我们不作为只做疼痛控制的话，大概要2个礼拜。那有趣的是，8周的时候，他的 primary endpoint 他发现所有注射 therapeutic 这一组总共20位病人是 100% 达到了 bone healing。那尽管他判读是用 S-ray 不是非常精确，但是对于对照组来讲，只有2位病人10%有蛮明显的差异。好，那最后就简单进入了我们今天的 summary。其实 sarcomplasty 是一个有效而且安全的一个术式，不论有没有使用水球。那可以达到病人快速的疼痛的缓解，并且可以让病人及早的活动。那我们要记得
术前或者是术后有可能产生的 complication。那术后当然，尤其是这个 cement 的 leakage 哈，在我们看来可能有高达50%会有这样子的情形。那另外也提醒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osteoporosis 的 treatment 哦，那可以选用 anabolic 的 agent 哦，可能可以得到还不错的效果。这样，以上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谢谢东宇这么精彩的演讲，而且时间控制得这么好。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下一个题目。那他其实是我们这个中部的好朋友，他阳明大学毕业以后，在我们中医大拿到这个医管的博士哈，那一路在台中荣总服务哈，那也去美国芝加哥做过进修。那潘主任在这个目前是在台中荣总做骨科的脊椎主任哈，过去我们受惠很多，他教导我们很多 Olive 的技巧。那今天我们潘主任要跟我们这个介绍的呢是这个 MIS 的方法来做 sacral fracture 的 fixation， 潘主任请。谢谢座长、理事长啊，在座的女士先生跟脊椎医学的同好先姐们，大家好。那很荣幸今天来跟各位报告这个题目。那在报告的同时，也我先感谢我们的长官跟同事们啊，提供我一些那个经验素材啊。这样子，那今天讲的就是针对这个 sacral fracture， 那我们这个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到底它的角色是怎么样哈？那刚刚两位讲者都已经讲得很详细哈。那其实我们讲这个 sacral， 它其实在 anatomy 上面叫做是个 keystone 哈。这 keystone 是什么意思啊？就像我们那个拱桥一样哈。我们拱桥最重要的就是上面这个，如果这一块它放的位置很好，角度没问题。那个重量 OK 的话，那就非常的稳定。那所以它是一个 L5跟这个 pelvis 的这个交接的地方。那 sacral fracture 它实际上通常是一个 bimodal 的一个问题，大部分一个就是 high energy 的 trauma， 那通常是在年轻人哈。那我们临床上一个就是车祸，不然就是从高处坠落的哈。那一个是 low energy 的 trauma， 我们常讲的那个通常是一个 osteoporosis 这一类。那大部分来讲哈，通常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处理哈，因为如果是一个 high energy 的 trauma， 那基本上几乎都是一个 multiple injury。这 multiple injury 包括各个地方的骨折，比如说 pelvic fracture、calcaneal fracture， 那可能有内脏方面的问题。那如果是坠楼的，通常也会有一个 psychosocial problem。即使是 low energy 的 trauma， 比如说年纪大的那一种，对吧？那它其实可能也有很多的 comorbidity。不管是我们常听这样的骨霜，可是它可能说明有三高 diabetes hypertension， 那也有可能是其他那个 pathology fracture， 所以它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处理不是那么的单纯，那基本上来讲，以这个处理的原则，当然尤其是对那种 high energy trauma 的，那原则当然是一个 ATLS 的 principle。不过当然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各位做详细的介绍。那通常因为有伴随了很多的其他的injury，所以这个在医院来讲，几乎都是一个 multiple disciplinary team 的 care， 所以就有点复杂。那如果单单做 sacral 来讲的话，那其实大概原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给它有一个 stable 的 fixation。那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 nerve 的 injury 的话，我们要给它做适度的那个神经的减压，所以这是通常 sacral fracture 的这个基本的原则。不过用讲的很简单，那到底怎么做？到底 open 的呢？MIS 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做法。那老实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做法，表示它还是在某些情况还没有说很定论。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病人早日康复，就是不要再 bedridden， 这是第一个。然后通常 fracture display 通常会很厉害，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给它 reduction，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那个 alignment 的能够对得非常好，就是 prevent 的这个 malalignment。那因为如果说他的union 的状况不好，导致他 deformity 的话，通常病人的麻烦会在他那个姿态就会有问题比如说那个 pelvic tilting 导致他的主观上那个下肢不等长，
chronic pain， 或甚至是 nerve 被 nerve injury 之后，我们的 nerve 的茧要做得不好，它也是会长期会有这些神经的症状。好，那譬如说这个在配备上想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一个 myunion 造成的状况。那这个病人就他的这个作者来讲，他已经开了很多次，可是到他手上的时候啊，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sacral myunion， 同时已经在被开过这个 spinal fusion、spinal pelvic fusion， 同时他已经做过 L4的 PSO。问题是因为这个 sacral myunion 的结果导致他的这边的kyphosis，所以他病人的站姿是这个样子。那所以逼不得已，所以他才必须要再加做一个 L2的 PSO 之后，来改善他这个整体的 global alignment。可是看起来当然是 OK 不错，可是各位看一下这个腰椎这部分已经是被为了一个好的一个 gross 的 alignment， 可是它腰椎是一个被弄成一个 hyper lordosis 哈，所以它的源头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 sacral union 不好，导致后面的这些结果。好，那既然讲这个 MIS 的这个角色，董事要看看说，那到底我们有哪些针对这样的 fracture 之后，它的 fixation type 有哪些？好，那第一类的话，当然就是既然是 sacral fracture， 就针对 sacral 的 fracture 来直接做处理，哈，这是第一类的。那同时，因为它后面的 pelvic ring 可能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 posterior pelvic ring 的 stabilization， 这个也是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如果它睡得很严重的话，那通常我们就必须要做 spinal pelvic 的 fixation。好，那所以基本上到底我们要选择哪一种的 fixation， 其实根据这个 type 其实会非常重要。那通常以骨科来讲，我们都会很习惯用这个 AO 的 type，AO 的这个分类，我相信各位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哈。那基本上都分成 type A、B、C。那 A 的部分就是说，它的 fracture line 是在 SI joint 之下，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影响整体的 stability， 所以它的 posterior stability OK，spinal pelvic stability 也没有问题。那 B 的话是什么 ？B 的话是一个 vertical fracture 啊，不管是 Zone 1啊、Zone 2啊、Zone 3啊或等等这些东西。那通常它的是一个它的那个 pelvic instability 会有问题。不过大部分来讲，它的 spinal pelvic junction 那个部分大概都还 OK。比较麻烦的是 C。Type C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sacral fracture， 那通常会有一个前后的 instability。那因为不同的形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俗称它是 U type 啊 U 型的 fracture 或 H 型的这个 fracture。好，那这个大概是 AO 的分类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讲这个 Type A 的话，那 Type A 的话，因为它就是一个 SI joint 下面的 fracture， 所以基本上它并没有影响它的 stability。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做处理的话，那通常我们比较会用的就是一个 sacral artery 的 plate， 通常这样应该是可以啊。那它是一个，因为它的骨折是横断面，所以放一个垂直方向的这个。好，那当然看这个情况，看那个 stability 的程度，可能可以单独 plate， 或者是必须加上那个 spinal pelvic fixation 等等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要再做固定。不过如果以这个手术方式的话，要做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大概是不太容易，因为目前来讲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 implant 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置。好，那我们讲到这个 Type B 哈 ，Type B 这个变化就比较多了一点，因为它主要是这个垂直的这个骨折哈。那通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posterior stabilization。那这个部分在 textbook 跟文献上就还蛮多，像这个 sacral bar 哈，不过这个应该是现在比较应该没有在用，然后或者是一个 tension band 的 plating 哈 ，IS screw、TITS screw 哈，这一类大概都可以哈。那在力学上研究发现说，这几个 screw 如果你使用不正确的话，他们的那个 result 大概对 stability result 大概是差不了太多。好，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可以琢磨在 MS 可以琢磨的部分。那通常大部分都是以在下面盖的，或者是在机械手臂下操作哈。那这个一个像这个典型就是这个那个 sacral bar 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一个 plate。好，那基本上你如果说要用 MS 开的话，那大部分伤口会在旁边。可是它的问题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就会造成那个wound比较会有问题，因为它会比较 superficial。
好，那另外的话，其实比较常做的是像这个IS school 跟 TITS school 啊，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开了不少。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对 soft tissue 的这个伤害跟那个问题会比较小一点，同时它的 blood loss 也会少很多。不过其实这样讲来，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如果要能够用 MS 的方式来开，其实它有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 floor 下面能够 anatomical reduction， 然后我们 school 的 trajectory 能够 save， 不要去伤害到nerve。那如果是Type B3这种，我们怕什么？那个 school 的 over compression 本来没有问题，反而神经有问题。那这样，那如果说是 Type C 的话呢，那这一类的 fixation 大概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还有一些那个 angulation 的部分要去处理。那另外刚刚讲这4个的话，它的 fixation 因为都是垂直于那个微背率 axis， 所以通常没有办法说开完刀之后就让病人来马上来下转微背率。好，那我们讲到这个 Type C 啊 ，Type C 是有点复杂哈。那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如果从C0到 C3的话，那大部分的学者或书上会说，如果 C0的话，大概 sacral bar 啦，刚刚讲那 sacral bar 那个plate 啊、IS 啊、TS school 大概都 OK， C1 都好像也勉强可以。可是如果到1、2、3的话，因为这个都已经非常的 complicated 复杂，而且它已经影响到整个 pelvic stability， 所以大概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 lumbar pelvic fixation。那它基本上就 pedicle screw 啊，那加上那个一连 screw 啊，那它目的是把这个肉的 sharing 能够 sharing 能够跨过这个 sacrum 来分担这个重力的力学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典型的就是大概这个样子哈。那这个lumbar pelvic fixation， 那通常用在 C2、C3， 那其实 C1 也是可以，那就是在 pedicle screw 加上 ED screw， 然后把它用那个 rod 串联起来，你可以再搭配 IS screw 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个其实是也是可以用 MS 的方式来做哈。那也可以再加上一些其他 implant， 那就是看实际的状况来处理哈。那当然是医院的设备，你可以用 fluoro 做，或是做那个 robotic， 这个其实都 OK 的。好，那这边简单的跟各位报告几个 case 啊。那这个是一个25岁的男性，好，那他就是坠楼。那坠楼之后，当然结果就很悲惨。那其实这个诊断，这个真的是一眼看不完。我都说这个是罄竹难书的诊断哈。所以这个很多时候都不是脊椎科医师可以处理的。我们如果先不要看 sacrum， 当然这两只脚哈，这个又 this frank injury 哈，那个 cuneiform 的问题 ，Calcaneus fracture、talus fracture distal 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单单一触就很头痛，结果它两脚都这个样子。那 sacrum 的地方就这里哈，它主要是左边，这个那各位这个看一下。那当然撇开脚的部分怎么讲，我们被砍造的，希望来解决这个 sacrum 的问题。那我们讲这个病，我们就是用这个 pedicle screw 加ED screw。那因为我们科有这个雷纳森的设备，这个病呢，对我们来讲稍微单纯一些，就是用雷纳森把它钉完开完，大概就这个样子哈。第二 case 是车祸，车祸之后造成的问题也是一样哈，这个一堆 multiple injury。所以一个 clavicle proximal humerus 等等啊，那 sacrum 部分就是各位这个位置。好，那这个病人相对来讲就没有像刚刚那位那么严重的 displace 那对我们来说也相对单纯，就是用这个 spinal pelvic fixation， 再加上一个 IS screw。那同样这个也是在利用那个机械手臂把它完成。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在钉刀的设计在术前就可以完成，所以可以减少这个手术的时间。那第三个 case 是一个18岁的男性，也是车祸也是一样。这个看一下，那对 sacrum 以外的地方来讲也是各位看一下这个 calcaneus 啦distal tibia pilon fracture 啦 calcaneus 骨折啦等等这些东西然后 ankle 的 fracture dislocation。当然看了之后头很痛这样一个 sacrum 的 fracture 两边，而且还有 L5 的这个。L 的 fracture 这样看起，然后 pubic ramus 也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在 segment 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这个病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因为 L5也有骨折，所以我们从这个3开始，3、4跟Endoscopic，然后一样再用机的手臂来完成它。那第4个 case 也是坠楼哈，所以一样它有带一个 psychosocial 的问题 ，Type C3 的，啊，那它同时还有一些那个内脏损伤啊，所以我们也会外科做一些处置。那骨折的部分，也就是好这边哈 ，distal tibia fibula 等等这些哈，这个 carcass 都有问题哈。那 sacrum 部分主要是这个位置啊，这个啊，各位看一下。那我们的处理方式也是类似的哈，也是用机械手臂，然后把这个 screw 哈，这个4、5跟着 Elias screw， 再加上一个 I screw 来做处理。哦，所以其实当然做是会做，但是因为其实还有它的一些很多要克服的地方。好，那一般来讲的话，什么时候可以？我们应该问说，那什么时候不要做 MS 啊？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要我们这个 fracture 是必须要你去做直接复位的时候，你可能很难用这个 MS 的方式去处理，或者说你这个神经症状你必须做直接减压的时候，大概不太容易。所以可以 MS 的这个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大概一个是 minimal displaced fracture， 所以它不需要做特别的复位。那通常 nerve 的injury大概也 OK， 所以这个是可以做。displaced fracture 如果说它的 fracture 可以用 traction 或 manipulation 就可以弄回来的话，应该也办得到。另外一个极端是很严重的 soft tissue contusion， 那你不开不行的时候，那 MS 是一个方式，因为可以减少 soft tissue 的这个compromise 啊，所以 sexual approach 给这个 sacral fracture 大概有几个 open 的 surgery 啦哈，那是 MS 啦，那通常你可以用那个 CT 那个吸氧盖的或是 navigation robot 都可以的。未来的挑战还有很多，因为如果真的要以 MS 来minimal invasive 来处理的，我们必须有一些更好的手术的技术跟的工具来处理。好，那直接减压有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譬如说内视镜等等的哈，这个可能还有待未来的讨论。然后另外这一类的 multiple trauma 病人，通常 spinal surgeon 跟 trauma surgeon， 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通常意见会不太一致哈，因为看法不太一样。哦，这是 sacrum fracture 这个问题。以上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谢谢潘建州主任精彩的演讲哈。那么以下我们针对上一个这个 section 来做 open discussion 哦，我们10分钟。那不晓得与会的来宾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来，请。因为时间关系，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老人家哈，刚才义龙有在讲说，那个 sacrum pelvis 就好像一个手镯。那我们现在老人家时常发现，就刚刚那个就是有 pivot fracture， 我们那时候要不要考虑说他的手镯有没有可能后面的 sacrum 啊或 pelvis 会不会也有裂掉？老人家会不会要考虑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请那个 moderator 跟讲者到台前，好。我还是听不懂刚刚那个苗主任的。义龙刚刚有讲说 pelvis fracture 这是一个手镯啦，前面裂掉，后面也可能有裂掉。那我们老人家发现很多 pivot fracture， 那我们要不要考虑到老人家一个 pivot fracture 也有可能后面可能 pelvis 也有裂掉，或者 sacrum 有没有裂掉？要不要这样考虑？这样机会多不多？因为总是，因为我手边就碰到一个病人，就是 pelvic fracture， 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就整个 pelvis 就 vertical subluxation， 那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在看急诊，看到很多老人家 pivot fracture， 我们讲这个 stable， 回家就好了。那就是刚才讲这样，你们做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 sacral 或 pelvis 有没有遇到说老人家 pivot fracture 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 check 一下他其他地方，这整个 pelvic ring 有没有其他一个地方？因为一个手镯嘛，你前面裂掉，后面可能也裂掉，这是，当然这可能我们是想说年轻人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力量很大。那老人家骨质疏松的时候，要不要也去考虑到他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地方 fracture？潘
潘律师，你要不要这方面稍微经验比较多？喂，是。那这部分其实第一个要从 diagnosis 就要先注意了，因为像我们的经验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就是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那个 Ramus fracture 太明显，可是后面的 second 或 S 那边就不来注意，尤其是如果说在急诊室，照完 X 光看着 OK 没问题，然后就放了回去，那第一个是有可能会造成的现象，所以基本原则还是要好好的 diagnosis， 那确定说不管你用 CT 确定说后面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好，那下一个问题在于说，如果说真的确定那个 Ramus 有问题，那后面也有问题的话，那大概我们就要考2个方面，因为老人家的话大概只有两个方向是很极端，一个就是说他年纪大到没有办法开刀，所以你就要求说要好好的卧床休息，不能下来违背这是一个。那反过来说，如果他的状况可以的话，那既然如果前后都要开的话，那大概是前面都要处理的。一般我认为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不太知道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因为只是说他在我们的经验比较多的比例，可能他是没办法开刀或不太需要开刀。那另外一个情形是，如果说有这个有 miss 的机会的话，其实代表的意思，他就是不是一个很displace 很厉害的骨折。那理论上，他这个情况在年纪大病人，其实 conservative treatment 本来就有它的价值，就是我们的看法。安主任，我可以再请教一下，他那个李医师有特别提到，我们有时候用Robotic像在沙锅里所谓有时候。好像效果有一些真的不适合开刀的时候，甚至我们 instrument failure， 我们用这种药，好像有时候它有它的一定的角色在，我不知道在台中荣总这方面的经验怎么样？是，那这个当然，这个对那个年轻的那个 high age trauma 大概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哈，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那个药物的那个 indication。不过如果是年纪大的话，那基于我们大概都会例行性做那个骨质密度筛嘛，所以通常如果符合 indication， 我们都会极力的劝病人跟家属使用这东西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有骨松，可是还不到那个标准。那其实就我们立场，像我们开的这些病人，如果是年纪大的，那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paper 证实，就是说你那个 fortail 哈，当然 trauma 大概没办法事前注射。事后注射的话，对这个 pedicle screw 啦，它的那个 loss 的机率那些都会有明显的改善，而且在这类病人对他那个 unit rate 也会有帮助。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会很鼓励病人，不管是符合给付不符合的话，大概会建议病人自费使用，这是我们的做法。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东仪啊，那个我们在做 sarcoplasty 的时候。technique 上有两个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就是直接打在那个整个阿拉这样让它形成一个 block， 另外一个做法是直接打到 fracture line 上去，让那个前面沿着 fracture line 这样把它 fixation。那个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要做长问题哦，我觉得。就是打在 fracture line 上面，感觉上是比较直接、很有效。可是我们临床上看到，有些时候它真的一下子就漏出去，一下子有可能真的因为它是会往最 low pressure 的地方，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在林口长庚，我记得大概13年前，我们第一例的时候很顺利，那第二例的时候就狂漏，几乎都是漏在骨折处外侧啦，所以这个风险还蛮高。那像我这几年在做，因为这些病人其实都蛮复杂的，所以我现在选择一个更保守的方式是，我们就用打 S1 screw 的方式，来做执行，所以感觉上它可以放得比较深一点，那监测还是要很小心。那如果阿拉的话，其实因为阿拉那个地方空间蛮多的，所以如果我们稍微往外侧去，可以关注比较大的量，但是还是可以判断一下，从 CT 啊或者是 image 来看一下它哪个地方是最脆弱，但是直接面对又很担心 leakage 的问题。就是那个insufficient fracture， 可在临床上碰到常常蛮复杂的，不是单纯只有 sacrum， 就是iliac bone也是有
的也是一种 diffuse 的，常常也看到有好几个都是 minor trauma， 老人家的 minor trauma。那诊断上有时候也会在 X 光都照不出来或怎么样，那就是 MRI 甚至要重，甚至有些 MRI 的放射科医师还叫我们要重切，切得更仔细哈。那就是对 sacroplasty， 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在痛的这个来源的鉴定上就会有一些分，就说因为还有 pelvic 的 insufficient fracture， 所以这个我就是觉得说，那我们都rutin用 Fortil， Fortil， 但是感觉没有到说1-2个礼拜就有改善，因为你止痛药也是加很重啊，所以在 paper 上都是2个月，大概都要算月的，病人才觉得比较 OK， 来门诊才比较 OK 了。如果用保守治疗这样子，所以 Fortil 几乎每个都会用。那所以你在做 study 的时候，我不晓得刚刚那像 sacroplasty 的 study 是不是有 Fortil 跟没有 Fortil 有没有列入这 control 的这样的考虑？所以这个是不是还是不是非常？因为现在大家 Fortil 好像大家rutin好像都会用，如果对骨松的病人就都会用这样子。是。回应前辈的问题其实像 sacral insufficiency fracture， 我们临床上看到非常 simple 的 case 真的很少。真的很少，所以像我刚刚秀2个 case， 其实我们的日常就是这样，它可能有多节的骨折，那甚至刚刚提到依连，甚至其他 pelvis 的位置都有骨折。那我们看到的 review， 它提醒我们说，还是要先排除它是不是 metastatic lesion， 因为这些病人年纪都很大了，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去看看它有没有可能 underline 是一个 tumor 的问题。那另外，对于 pain source 的 diagnosis 真的非常困难。我从我的老师几位教授这样教我，就说我们很难真的确认这个位置就是痛点。那如果我们确认这个位置就是痛点，我们去做处理，当然会得到很好的 result。那如果我们不确定的时候，的确用一些比较保守的，像是 Fortil 这样子的效果，应该是会比较有把握。那我刚刚有提到一篇就是韩国的 study 嘛，他们刊登在非常好的 journal，impact factor 5分以上，那是骨科医师撰写的。他就是说住院之后打 Fortil， 那看起来2个礼拜的时候，那个疼痛会进步的很明显。那如果说用了1周超过一点，它好像就可以做一些复健的运动。那我在临床上的观察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我觉得2个礼拜疼痛进步是会蛮有感觉的。那不晓得其他专家的意见怎么样？那另外，我顺便提出一个想法是说，因为Romo 这个药物，现在大家开始，我相信有人已经用超过1年了。那我在临床上，我也有几位 sacral insufficiency fracture 的 case 是用 Romosozumab， 可是我发现效果好像没有像 teriparatide 这么 reliable。那不晓得大家的各位专家的意见，不晓得怎么样？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大会已经在告知说，请。对。谢谢。探灵实际这边有一点经验就是说，这种 sacral insufficiency fracture 的病人刚好我们医院有两组病人那我的病人来的时候，因为早期我做过 sacral plasty， 我觉得效果不是那么好。可是我们的那个谢明宏医师他觉得很喜欢这样做，所以我们大概收集了2组的病人，一组是用这个就用Fortil， 一组就单纯做 sacral plasty。我们觉得这个跟 paper 很接近，大概超过2个多礼拜的时候，其实病人对于这个 Fortil 的效果其实非常好，它几乎是跟 sacral plasty 的这效果是一样。反而是 sacral plasty 的病人有时候打完就是刚做完，也许那个 technique 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不见得每个的 outcome 都非常的好，所以一斗以来讲，应该是2个都做，可能对病人是最好的。但可是如果说2个要择1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处理的时候用 Fortil 搞不好比 sacral plasty 还要更好。这是我们大林实践一点小小的这种经验，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讨论，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那包括我认为说，当你有怀疑的时候，可以 bone scan 轰它散，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值。那用药方面，我觉得像那个 Robotic 真的是有它的一个功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得不 close 这个 topic。等一下会后如果有兴趣，大家再私下讨论。谢谢大家热烈的讨论，谢谢。
It's my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to co-chair this session with Professor Huang Chongren and the distinguished speaker from Singapore, Professor Marcus Lim Ji-Sing. And he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2006. His training in orthopedic surgery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the Surgeons of Edinburgh in 2016. And he received the Hair Manpower Development Plan Award and went to University of Miami in 2019 and 2020 to training difficult, complex deformity spinal surgery and advanced minimal invasive spinal technique. And such as of the awake endoscopic spinal fusion. And today his topic will focus on expandable cage in mini T-leaf and endo-leaf. Let's welcome Professor Lim. Hi, good morning. Can everybody see my slides and hear me? Yeah. Yes. All right.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Mr. Chairman. I'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nts for inviting me for this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 SMIS 2022. I'm super honored and I'm super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share with you my knowledge as well as experience on the use of the expandable cage in MIS T-lift as well as an endoscopic T-lift. These two procedures are very close to my heart. I like to believe that I'm pretty much a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on, and I'll also like to share with you my thoughts on the expandable cage and how it has revolutionized my practice. I was dialing in via Zoom about half an hour before my presentation, and I'm very happy to say that I've actually learned a lot from the discussions that have been ongoing, and I like to treat this as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every one of us. So these are my disclosures. And a little bi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myself. I'm one of the 10 spine surgeons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Surgery at the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So the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is the largest hospital in Singapore. We have approximately about 2,000 beds, but I think the numbers have changed recently in view of the COVID-19 situation. I believe we have many more beds right now. As you know, all of us have worked in the A&E before. We know that now there are beds in the corridors as well as in the ambulatory wards because of all these new influx of patients. But anyway, my hospital is the largest hospital in Singapore. It's also the busiest one. I'm very proud of where I'm working at. And in recent years, Newsweek has actually ranked the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as top 3 in the worl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photographs taken in my operating room. As you can see,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forms the majority of my practice. Of course, I still perform open surgery once in a while, but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right now, probably 80% of my surgery are done minimally invasive manner. I'd like to bring your attention to this photograph over here on the right. This is one of the new systems called the Telligent that was recently brought into Singapore. It is pretty much an endoscopic system, but it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n the sense that the camera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n the sense that we still use a port very similar to the matrix tube, but only this time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with a port diameter of 14 millimeters. And the reason why we are still able to perform minimally invasive T-lift is because the camera is distal to the port, and therefore our instruments don't really block our field of vision. This product has not been
launched globally yet, but I'm very privileged to say that Singapore has been chosen as the country to use it first, and I'll be very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my experience in the months to come. And apart from work and surgery, I believe I'm like one of you guys. I like to enjoy my food and my drinks, and of course, after a hard day's work in the operating theater, I like to hang out with my team, my anesthetist, my reps, as well as my radiographer. You know, I think nothing beats having a good meal, having some drinks, having some huo after a hard day's work in operating theater. And I believe that is true with my Taiwanese friends as well. So moving on to my talk proper, this is the scope of my presentation. The first half of my talk will be talking about the role of the expandable cage in the MIS TLIF. The MIS TLIF has been around for probably more than a decade. It is not a new procedure, but I would still think that it is a very, very effective procedure. It allows us to do lumbar fusion in a minimally invasive manner. Not only are we able to do minimally invasive fusion at one levels, we can also do it in multiple levels as well. And like all minimally invasive procedures, the MIS TLIF allows patients to be mobilized very early in the post-operative period, and we are able to cut down the length of stay and therefore allowing the patients to go back to the workforce very much faster as compared to open surgery. The second half of my presentation will be on the role of the expandable cage in endoscopic TLIF. The endoscopic TLIF is a slightly newer procedure, probably gaining traction in the past 5 years, but I know that it's super popular right now. In almost every meeting I go to, there is always a topic on, there is always a section and time dedicated for endoscopic surgery. And of course, one portion of the endoscopic surgery section will be dedicated to endoscopic fusion. So, yep, I will talk about the role of the expandable cage in these two procedures. Yep. So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expandable cage. What exactly is an expandable cage and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it? So I think it's pretty self-explanatory. An expandable cage is something which, you know, it's able to expand to a greater height when you are in the vertebral disc. And so what's so good about this capability? Number one, it definitely allows us to insert a larger cage through a very small working corridor. Obviously, when we do interbody fusion, we want to have a large cage as possible. This is because when the cage is large, it confers greater stability as compared to a small cage. So that is one reason. The other reason is because with a larger surface area, there is mor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ne graft, the implant, as well as the end plates. They're about promoting fusion. So these are the reasons why I feel inserting a large cage is important. And as we all know, in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 mean,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are using the matrix tube or whether you're using a McCallop retractor or whether you are even doing open surgery, the area that we can work with is actually very small. Let's talk about using a matrix tube. Usually for me, I use, my tube size could range from 20 to 26 mm depending on the difficulty of the case as well as, you know, the size of the patient. Through this very small working channel,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insert a very large cage if the cage is fixed in its dimensions. Therefore, the expandable cage allows us to insert a large cage through a very small working channel. And when the cage expands to a desirable height, it thereabout brings about an increase in this height. And this allows us to bring about indirect decompression. I'm sure we are faced with cases whereby patients present with bilateral leg symptoms from bilateral lateral recess stenosis and bilateral neuroforaminal stenosis. Of course, we can do over-the-top decompression that has been very well talked about and published by the Roger Hartle group in the AO Spine Journal.
But we also kn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isks and dis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the-top decompression. Don't get me wrong, over-the-top decompression is something that I do, many of us do, and it's actually a recommended treatment for significant severe central canal stenosis. But however, when we are doing lumbar fusion using an using an expandable cage, we are able to do limited decompression. And when we jack up the disc height using an expandable cage, we are able to bring about an indirect decompression on the contralateral side simply by increasing the height of the neuroforamen as well as the disc space. So let's move on to the perceived disadvantages. The reason I use the word perceived is because these are the disadvantages that are widely talked about in many journals out there on the expandable cage. However, in my presentation, I'm here to prove you wrong. Okay, the first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many people talk about is end plate violation. And the reason why people mention end plate violation is because when the cage expands, especially in bones that are osteoporotic, we could accidentally violate the end plates and bring about subsidence of the graft, and whatever good work that we have done in terms of our decompression would come to zero simply because the cage will subside. However, the cage that I use, which I will talk about, is actually a biplanar expandable cage. And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not only does it increase in a Caffelet caudal manner, it also expands in a medial lateral manner. As we remember in our physics lessons days, pressure is equals to force divided by area. And therefore, if we increase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our cage, the pressure can be reduced and thereabout, in theory, bring about the reduction in risk of end plate violation. I've done a fair bit of MIST lift as well as endoscopic fusion using such cages, and I would say that my incidence of end plate violation is negligible. The other perceived disadvantage is that because the cage is expandable, it is therefore solid, and when it is solid, it does not allow the packing of bone graft into the cage. However, as I'm going to prove to you, the cage that I use, this biplanar expandable cage, is essentially hollow in the middle and therefore allows a packing of bone graft and thereabout improving bony fusion in our lumbar fusion cases. Okay, so now I'd like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literature out there. So this is one of the early studies published by Berven et al. Okay, talking about their early experience using the biplanar expandable cage for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This stud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study that has been published for this cage itself, and he has got a follow-up period of approximately 6 months. So as you can see in the radiographs that are published in this paper, there is excellent reduction in the spondylolisthesis at 4-5, as well as restoration of the disc height in this case. So this is the data that is published in this paper. As you can see, there i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radiological outcomes, whether is it in terms of the disc height, the foraminal height, reduction of the slip, as well as segmental lordosis. And the patient's reported outcome has also improved compared to preoperatively.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re is no implant-related complications such as end plate violation, cage subsidence, or revision surgery. This is another study published by Rick Flessler's group with a 1-year follow-up showing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as well as the radiological outcomes that I've mentioned earlier on. The radiographic outcomes will be the reduction of the slip, the disc height, as well as the foraminal height. This is another study published by Cho Kim's group with a 2-year follow-up. 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a 6-month as well as 12-month follow-up, whereas this study has a 2-year follow-up, and it shows that, and Cho Kim's group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maintenance of the excellent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as well as the radiographical improvements after surgery all the way to a 2-year follow-up period. Now, if we compare an expandable cage with a static cage in the MIST lift, so this study with a 9-month follow-up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improvement
in the ODI,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as well as the radiographical outcomes compared to a static cage that is used in the MIST lift. Don't get me wrong, both groups, whether you use a static cage or an expandable cage, both report good outcomes, but the outcomes are better in the arm that uses the expandable cage, both in th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as well as the radiological outcomes. And in another study by Rick Fessler's group, it shows that, as you can see that is highlighted in my arrow over here, there i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spondylolisthesis, restoration of foraminal height, as well as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disc height was achieved in both cohorts. However, this was greater in the expandable cohort. And as well as th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both were improved, but this was more improved in the expandable arm as compared to the static arm. So I have, through these 5 studies that I have stated in my presentation,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shown good advantag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expandable cage. So I'd just like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my practice. So this is the cage that I use in my practice. As you can see in this photograph over here, it has got an outer peak covering, and it has got an inner titanium shim. So what it does is that as we insert the cage, and this is the lateral view, and this is the top-down view. Okay, so as we insert the inner titanium shim into this outer peak covering, you can see that the cage expands both in the capillary caudal as well as the medial lateral dimensions. And this cage is able to expand all the way, giving us a 15 degrees lordosis. So I'd like to just talk a little bit of some of the cases that I've done using this cage in my MIST lift cases. So this is one of the many patients that you and I will see in our practice. She's a 61-year-old lady with a past medical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and dyslipidemia. So she presents with lower back pain that radiates to the lateral aspect of both her calves. Her symptoms are worse on her left leg, and therefore my cage insertion was on the left leg since her symptoms were worse on the left side. And there was also associated numbness with her toes. And neurological examination, there was mild weakness over the left L5 myotome. So these are the x-rays of my patient. These are standing erect, antero-posterior, lateral, as well as flexion extension views of the lumbar spine. The most significant abnormality is the slip, a grade 1 slip at L4-5 that is worsened with flexion of the spine. And this is the MRI of the lumbar spine. As you can see, there is spinal stenosis at L3-4 as well as L4-5, and it's worse at L4-5. Another point to note is that the disc height of L3-4 and L4-5 are significantly high. So if we were to do a lumbar fusion, which I have done in this case, imagine how difficult it is to put a static cage in for this patient. So this is what I did. I did a 2-level MIST lift. I think both cages I inserted with a height of 12. And if you compare it with the preoperative radiographs,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satisfactory reduction of the spondylolisthesis as well as restoration of the disc height of L3-4 as well as L4-5. So these are the outcome scores of my patient. You can see improvement in the ODI, the neurogenic symptoms, as well a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urgery. And at 6 months post-operatively, I just reviewed her several weeks ago. She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surgery because her lower limb symptoms have resolved. So this is another study. It's a little bit more different. She is significantly older. She's 75 years old this year, and she's got more medical problems than the first case. This time she has got a chronic kidney disease, but she's not on dialysis right now. And her presentation is pretty much that of spinal stenosis as well as neurogenic claudication. So she has lower back pain that radiates to both her calves. Both legs are pretty much the same. This is associated with numbness, and she's unable to walk long distances. And on physical examination,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reduction in power approximately. I think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pain that she's experiencing in her lower limbs.
So these are the standing x-rays of the patient's lumbar spine.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scoliosis as well as a loss of lumbar lordosis in this case. And you can also se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osteopenia in her as well. So these are the MRI scans. There is significant spinal canal stenosis at 3, 4, 4, 5, as well as 5, 1. So when I saw this patient, in view of her advanced age as well as her comorbidities, I told her that she needed a lumbar fusion. I would do it in a minimally invasive fashion. But because my goal of the operation was actually to relieve her of her leg and back symptoms, I told her that my operation will mainly be used to treat her spinal stenosis. So, and in case you wonder why I did not do a T10 to pelvis in this case, is because I told her the surgery is mainly to address stenosis rather than deformity correction. So this was what I did. I did a 3-level MRI TLIF for her. And if you compare it with the pre-op radiographs, I like to believe that there's satisfactory improvement in the alignment of her spine. She's 1 month post-op, and when I last saw her, she was happy with the surgery as most of her lower limb symptoms have improved. Okay, so I'd just like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my experience with the use of the expandable cage in the MIS TLIF, and these results were presented at the recently concluded PESMIS meeting held in Singapore several months ago. So I have done I've operated on about 23 patients with a 1-year follow-up, and majority of them were done in an open fashion. The reason I've done that open was because when I first started out using this cage, I wasn't very sure, and I was just figuring my way around. But right now,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almost all my TLIFs are done in an MIS fashion. And in total, 44 spinal levels were fused, and the follow-up duration was approximately 1.25 years. So you can see in the table too, there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ment in th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both in the visual analog scale as well as the NSS as well as the ODI. And all these resul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kay, so I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part of my talk on the role of the expandable cage, MIS TLIF, and I would now like to move on to endoscopic lumbar fusion. As I've mentioned earlier on, I think there is a lot of interest in endoscopic fusion. Just a search on PubMed shows that there's 691 results on this topic alone. I like to believe that it's the next frontier. You know, all of us believe in MIS surgery, and right now the most minimally invasive technique out there is that of endoscopic surgery. So since we can already do endoscopic surgery for decompression, why don't do it for fus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cases out there in which a decompression alone will not be sufficient. So why endoscopic fusion? Okay, let's talk about it. Number one,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Okay, firstly, it reduces trauma to soft tissue, it reduces blood loss, and therefore allowing patients to return to work early. A recent poll has been done, and it shows that almost 90% of the patients out there undergoing spine surgery would rather have surgery done in a minimally invasive fashion as compared to open surgery. As mentioned earlier on, there are many conditions out there in which a decompression alone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For example, instability, spondylolisthesis, and degenerative disc disease. So if you marry the advantages that endoscopic surgery confers, as well as the indications for a fusion, there you have it, endoscopic fusion. Okay, so this is probably the earliest stud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So that I think Mike Wang is famous and is a pioneer of awake endoscopic lumbar fusion. And I've spent close to a year training with him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So this is one of his earlier studies following up his first 10 patients that were done awake. And in this paper, it shows that there was no intraoperative or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all patients have gone on to union. And there's als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So this is another study by him published in the Neurosurgery in 2018, comparing endoscopic lumbar fusion with conventional MIS lumbar fus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ndoscopic
fusion group versus the conventional MIS fusion group is that the use of endoscopic decompression, the use of a long-acting local anesthetic agent, as well as performing the surgery under sedation without the use of general anesthesia. And when you compare these two groups, this paper has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blood loss, length of stay, as well as cost savings, up to 15.2% reduction in hospitalization bills. So, as far as I'm aware of, there are two methods to perform endoscopic fusion. One is a biportal technique, as illustrated by Kim and Choi in the clinical orthopedic surgery in 2018. In my opinion, it's pretty much like the conventional MIS T-leaf approach, in which the facet joints are taken down and that the traversing nerve root is retracted medially so as to create an angle to put the cage in. So my technique, which I've learned from during my tim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with Mike Wang, is the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as illustrated in this drawing over here. So what we do is we do all our discectomy, all our cage insertion, all our bone graft insertion through this Cambine's triangle. So what are the which patient is ideal for endoscopic fusion, at least for my method, which is the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Essentially, is a patient who will benefit from an indirect decompression. So which patients will benefit from an indirect decompression? For example, patients with lateral recess stenosis, patients with neuroforaminal stenosis, patients with instability, spondylolisthesis. The reason is because once we do a thyroid discectomy, put a big cage in, and when we reduce the screws to the rods, we bring about the reduction of the slit and therefore increasing the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of the spinal canal.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disease, as well as patients with reasonable bone quality. So these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hom I believe will benefit from using an expandable cage through indirect decompression. So what are the potential pitfalls with endoscopic fusion? Number one, injury to the exiting nerve. When you look at Cambine's triangle, you know that if you are too capillate or you are too lateral, the exiting nerve is just right there. And so we ha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when we do the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fusion surgery.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protect it. Obviously, we try to be as medial, as caudal as possible. And also, we should always do it using neuromonitoring. For people who don't use neuromonitoring, they do it using this procedure with the patient awake. The other potentials is end plate fracture. So how I prevent end plate fracture is, number one, I actually do preoperative templating. So for example, if the disc height is 10, then I will know that intraoperatively, the actual cage that I insert cannot be more than 11 millimeters. And when I expand my cage, I make sure that I do it under strict fluoro guidance using the lateral view. And pseudoarthrosis, and how I get around this problem is that I do a thyroid discectomy. I use BMP, and at the end of my discectomy, I actually put my scope in again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bleeding end plates.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photographs intraoperatively. As you can see, my entry point is approximately 10 cm from midline, and I try to go in at a 45 degrees trajectory. The reason I go in at a 45 degrees trajectory is so that my cage will b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disc space, both in the anteroposterior dimension as well as the capillate caudal dimension. These are some of the intraoperative radiographs that I have taken. So you can see in the top row over here, I try to be as inferior as possible because the exiting nerve root is just right above and just hugging the pedicle. So I try to be as inferior as possible. 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tools that I use for end plate preparation and discectomy. I use a lot of expandable devices such as expandable shavers as well as backbiting curettes. And I do a lot of this using fluoroscopy, just to make sure that I do not violate the end plate or I do not pierce the ALL. So I'm quite happy to say that I managed to take out a fair amount of this material, even though this is an endoscopic procedure. And this is my patient 1 year post-surgery.
All the stab incisions have healed. All the midline structures have been well preserved, and the patient is very happy because her symptoms have resolved. And this is a CT scan that I have done for the patient, showing a satisfactory bone union in her spine. So this is my experience on endoscopic TLIF. I have to admit I've not done many of this. The reason is because I am very particular and I'm very stringent in my selection of patients, because a lot of them will require an indirect decompression. Patients with very significant central canal stenosis, patients with neurological signs, for example, a foot drop, I automatically exclude them and I will do an MIS TLIF for them instead of an endoscopic TLIF. So I've done about 13 cases, and so my length of stay is less than 2 days, blood loss is less than 100 mils, and my op duration is about 167 minutes. And there's significantly improvement in my BAS scores, both at the back as well as lower limb. And if I compare my endoscopic TLIF group versus my conventional MIS TLIF group, you can see that there'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length of stay, blood loss, as well as op duration. So I pretty much come to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and these are my final thoughts. I feel that conventional MIS and open TLIF is still probably the standard of care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spinal stenosis. However, with careful patient selection, excellent outcomes can be achieved with endoscopic TLIF. Like what I've mentioned at the beginning of my talk, as well as throughout my presentation, I believe that expandable cage have really revolutionized my practice because of ability of the indirect decompression. In the past, for patients with very severe central canal stenosis, I would do, over the top decompression. I would decompress all the way to the contralateral side. I'm not saying I don't do it, but I do it less now because once I have gone past the midline, I know that I'm very confident that by inserting a large cage, I'm able to decompress the contralateral side through an indirect fashion. What I mentioned earlier on, the ability to insert a large cage through a small working corridor cannot be any more emphasized. And I hope that I have convinced you through my 2 case studies that it does bring about some element of deformity correction, especially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spondylolisthesis, as well as the restoration and increase in the disc height and foraminal height. Okay, I've come to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I'd like to put it on record, and I'd like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once again for inviting me. Please come to Singapore whenever you're free, and we're having the Singapore F1 Grand Prix this weekend. I hope to see you guys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m happy to take whatever questions that you have. Dr. Lee, my name is TJ Huang.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excellent talk. Yes, we are quite agree with you that MIS TLIF or some endoscope TLIF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aiwan also. So we still have a little bit time. Now I welcome question from the floor. Is any question for Dr. Liang? Oh, please, Professor Zhang. Thank you. Excellent presentation. I have 2 questions for you. One is how do you compare your expandable cage with those anterior olive cage for correction of the scoliosis? And also, I think in the static cage, if you use the serious direction, shaver or a disc shaver, you can serial expand or dilate the disc space, also can make a good reduction of the recesses or scoliosis. You can use small dilator and then bigger dilator, and then you put in a bigger static cage, also can have the same effect of the expandable cage. I don't know what's your opinion. And then the second, the endolift, the blood loss, I have difficulty in measuring the blood in endoscope surgery because there's a low water print. How do you measure the blood loss in endoscopic surgery? So, thank you.
So thank you, Professor Zhang, for your excellent questions. Thank you once again. So let me just answer your third question, which is the blood loss. So I do not know about your hospital practice, but as for me, how I know the blood loss is that at the end of the surgery, when the surgeons are closing up, the nurses, because it's mandated by the hospital, will have a signing off procedure. And then one of the questions she'll ask is, what is the estimated blood loss? So this is always answered by the anesthetist, and the anesthetist, and all my blood loss that I have charted are all given to us by the anesthetist. There are several ways. I mean, so I do not actually go and like count and find out how much blood loss it is, but this is given to me by an anesthetist. What I believe is by using the gauze as well as the blood that flows into the suction tubing. So there are some parts of the surgery whereby I do not use the endoscope. For example, obviously when I'm putting the screws in, when I'm putting the cage in, when I am doing end plate preparation and discectomy, all these are done under fluoroscopy in which the endoscope is not involved. And when the endoscope is not involved, it is a dry field and I'm able to use my suction. So I believe that all these blood, when I'm not using the endoscope, it is captured either using the suction tubing or using the gauze. So I hope that answers your third question. As for I think your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through serial dilation, you are able to insert a very large cage. So Professor, I do not doubt that. Through serial dilation, we can go as high as 12, 13. I do not doubt that. But my issue here is that because when we insert a very large static cage, the problem is not when we are doing the disc work. The problem is not when we are doing the dilation or the curating. The problem comes is when we are inserting the actual cage itself, because depending on what is the size of the matrix tube you use. Okay, like for example, like recently I used this system. My tube size was 14 millimeters. Okay, is there any question from the floor? So if you look at this, right? If you look at this, there is no way you could have inserted this through a very small tube. However, if you insert it this way, you start small and then you will expand it. So I feel that the problem that we face is not the disc preparation. The disc preparation is fine. It's the insertion of the actual cage itself that gives me a lot of problem. Therefore, I feel that an expandable cage will allow us to insert a large cage simply because we start small, and when we're finally in our final destination, we can then expand it to a very large height. And I remember your first question. How does the O-lift compare to the to the use of an expandable cage in deformity correction? So, Professor, don't get me wrong. I believe that anterior procedures, whether is it the X lift, the A lift, the O lift, or whether like the anterior column, the anterior ligament resection as hugely publicized by Uribe, I feel that all these are excellent procedures, and I believe that all these are more powerful than MIST lift. So the thing is that the reason I choose the MIST lift is because I mainly treat it for back pain. I mainly use it to treat neurogenic symptoms. I mainly use it to treat spinal stenosis. The thing is that if I can, through a minimally invasive, through one operation, through one procedure, bring about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ment in the disc height, improvement in the lordosis of the spine, to me, I think I have achieved my target already. If, for example, my primary goal is to treat the deformity, then that is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altogether. Then I would do probably a very long construct, open surgery, T10 to pelvi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hope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Professor. Okay. Thanks for your lectures. My question is that how did you overcome that bone graft insertion problem? Because when you expand the cage, they still have space for
for bone graft. So how did you overcome the bone graft insertion problem? Okay, so if hi, can you guys see my pointer over here? Yeah. So actually, right, this whole cage is hollow. The reason why you see this metal thing and this thing is they are just used to insert the cage. Once the cage is finally deployed, this entire thing is hollow. So it allows us to put bone graft in through a specialized funnel. So what I will do is, so essentially it's like a hollow cage because you look, the inner titanium shim is hollow. The outer pit core is also hollow, therefore allowing us to pack bone graft in. And of course, before I even insert the cage, I'll actually pre-pack this space with some element of bone graft and then finally post-pack it as what has been described by the manufacturers. But in your case, there is no problem bone graft, but when you expand from the 10 to 14, the disc space will getting more high. So there's a difficult to put another space bone graft into the disc space side, not cage. Actually, I disagree because the thing is, when the disc height is higher, there is now more space and therefore allow me to put more bone graft in. So I actually put bone graft at 2 points of time. One is before I insert the cage in. So you can see there's some bone graft over here. Okay, so I definitely put bone graft before I insert the cage. And once I have inserted the cage and expanded the cage, I will then put bone graft in, and the bone graft will enter into the core of the cage, and I also post-pack it as well. Okay, so that is how I put bone graft in. Yeah, I get you. Thank you. Okay, because time is the last question from Paul. Thank you, Dr. Yin, for your interesting talk. I'm Dr. Pao from Taipei. I'm asking about, we know that the end plate preservation and the radical discectomy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solid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That in your lectures, you always do the disc preparation under the C-arm, not under the endoscope. How do you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end plate violation, and how to preserve the end plate and make sure that the disc is removed completely? The second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 CT scan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fusion after the spinal fus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if you use the PICC cage to do the spinal fusion, there will be some subsidence problem and some cyst formation problem around the cage. If you used a very big cage to maintain the disc space to achieve the indirect decompression effect, then there will be a controversy that the bigger cage you insert, the risk of subsidence will be bigger. So if you use the CT scan to follow the fusion result, if the cage subsided, if there is a cage subsidence later, then the indirect compression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Then if you do not do the direct compression, then the treatment result might deteriorate over time. That's my two questions. Thank you. Thank you, Professor. So let me just answer it. So my talk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e MIS T-lift as well as the endoscopic T-lift. So for the MIS T-lift, the way I do the discectomy, the way I do the end plate preparation is no different from open surgery. Okay, my matrix tube is in. I will do, I will just do my end plate preparation and discectomy the standard way I do it. And at the end of the surgery, before I put bone graft in, I will always, use a upgoing curette or a McDonald to feel for the grittiness of the end plates, and before I put the bone graft and the cage in. So that is a fairly standard approach. As for my endoscopic fusion group, how I do my end plate preparation
is that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specialized instruments that the endoscopic company provides, for example, expandable shavers, backbiting curettes, and all these things. So I will always make sure that I will use this and I will do it thoroughly, that I make sure that I have got thorough end plate preparation. And the reason why I mentioned that for endoscopic fusion, because it's such a small working channel, I always do it under lateral guidance so that I know that my backbiting curettes and my expandable shaver doesn't violate the end plates. So yeah, I hope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And on top of that, I actually, before I put the bone graft and I put the cage in, I actually inspect the amount of these materials that I have removed, and I have to I've got to make sure that I'm satisfied with it before I put in the bone graft and the cage. And if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taken out more, I would have taken out more. As for endoscopic fusion group, what I do is that after the discectomy, before I put the cage in, I'll put the endoscope in one more time to look at this space and the end plates to make sure that it's okay. So you mentioned about indirect decompression. So I just want to stress that for MIS TLIF, as in the conventional MIS TLIF, I still do direct decompression. I will do it all the way to the midline. I would trace the traversing nerve route all the way to the neuroforamen. In the past, when I use static cages, I'll be super aggressive in my over-the-top decompression. But I realize that now I don't really need that. I feel that as long as I see the epidural fat in the midline, I'm able to just get beyond the midline. Of course, I can verify it with an AP X-ray. I'm happy already because I feel that my expandable cage is able to decompress the contralateral side. As for the cage subsidence, like what I mentioned earlier on, because this is a biplanar expandable cage in which it expands in the medial lateral direction as well, the footprint is actually larger than a standard unilateral uniplanar expandable cage. Therefore, I feel that the risk of subsidenc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if I'm worried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one, I'll start the patient on teriparatide post-surgery.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lecture. And we hope to see you next year in Taiwan, because Pessimis is held in Thailand next year.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is section also a video conference. We have invited guests from United States, Dr. Shara Rapal. Dr. Rapal, 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the medical school, and he completed his training in Cleveland Clinic, and he's an expert in minimal invasive spine surgery and also a neurosurgeon. He will give us talk about the robotic image-guided spine surgery today. Let's welcome Dr. Rajal. Dr. Rajal, do you say hello to the... Sounds good. Good morning, everybody.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Professor,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very prestigious and cutting-edge
group. So I do have a video here that we will play, and then I will return afterwards for any question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here.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I'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Good morning. I've been asked to talk about robotics and image guidance in spine surgery and my experience with those platforms in spine surgery. As spine surgeons, typically the goal is for us to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And one of the vehicles that we can use for that is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Innovation is a definition of positive change in a process or efficiency that leads to improved value. And there's no more relevance than today. If you currently look at the innovations as a percentage of spine surgery publications that have been put out there, you can see the trends very clearly in terms of where we are headed. New technology is clearly increasing, as you can see here in the red. Robotics publications are also increasing, as you can see here in the green. And AI,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lso increasing here in the blue. So these are all some of the new technologies that we are experiencing and now being published about. I like to make the analogy here. We recently went through our Olympics, Winter Olympics, and there was a lot of fanfare around the technologies that they used to achieve their goals during the Olympics. So it's not just a matter of athletic achievement. Everybody there is top-notch and high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athle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ut it comes down to some of the engineering and design of the equipment that they hold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while doing these activities. So whether it's in alpine skiing or snowboarding, the slight difference in an athlete's achievement can come down to what they have on their body with regards to the engineering of the product.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say that you show up in the morning and say for a cross-country race, it is frantic on the grounds be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wax their skis or determine which pair of skis they're going to wear ba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snow. And that's very pointed here when we even talk about Michaela Schifrin, who's one of the most decorated downhill skiing athletes of the world and in history. She apparently took 35 pairs of skis to her when she went to the Winter Olympics just a few months ago. And she's been known to take as many as 70 when she has to go and race. And the reason she has so many different pairs of skis is because the snow conditions, the weather conditions, the type of terrain that she's going to be skiing on are all variable. So in order for her, a high-level athlete, for her to be able to perform at her best, even she has various types of equipment that she uses depending on kind of environment she's going to be racing in. And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think of ourselves also as high-level athletes, surgeons. And this was published in 2017 by Dr. Cabin. And if we consider what an athlete is, it's someone who depends on a careful choreography of the mind and the body. There's heightened focus and anticipation along with very quick decision-making and coordination. This, combined with a reliance on teamwork and the requisite stamina, is wholly within the job description of a surgeon, much like yourselves. Our profession demands perfection, stamina, and encyclopedic knowledge, and that's what they demand of us. And then this then requires a very carefully tuned mind and body.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r. Cabin was talking about is the 10 key areas that surgeon-specific athletes must think about with regards to refinement. And they have a list here, and we're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but number 3 there is kind of what we're going to be discussing today, is the equipment that we have available to us as spine surgeons. And that's where we come in with regards to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es in spine surgery. There is a lot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vailable to us in the operating room as spine surgeons, as you all know, and it continues to grow exponentially. This is what I would define as our equipment. So much like the Olympic athletes, we have to be thinking about this is what's going to allow us to perform at our bes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ve been asked to talk about today is utilization of robotic technology and robotic guidance systems within the OR for performing spine surgery. So just going back to robotics from an introduction standpoint, the desire for improved accuracy and a decreased complication rate during spine surgery is really what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avigation and
robotic-assisted surgeries. So to optimize and enhance surgeon performance, robot-assisted systems are being developed and deployed worldwide. If we look back at the history, unfortunately, compared to other fields, the medical field has been much slower to adopt these kinds of technologies and robots within our careers. In 1985, the Puma 560, or the Programmable Universal Machine for Assembly, was the first ever surgical robot that was used to perform a neurosurgical brain biopsy, and that allowed more precision than any other comparable technology at that time. NASA then initiated a research with the goal of creating a system that could perform remote surgery in space, and that's the aeronautics company her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rmy then envisioned being able to use robotic surgery for treating wounded soldiers in the battlefield, and today now, robotic surgery is used widely across the world now for surgical subspecialties in gynecology, urology, and even general surgery. The spine surgery was first incorporated robot was commonplace in 2004. It was a spine assist, 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company Mazor Robotics, which was in Israel at that time.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lots of challenges when it comes to robotic spine surgery. There are obviously many technical errors of spinal surgery robots that were discovered and then addressed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The early problems included incorrect synchronization of, say, an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and a CT scan, excessive pressure on an arm guide, which then led to an altered accuracy of the arm itself when performing the procedure, a lengthy calculation time for screw insertion, so delaying the amount of time required in surgery, an inappropriate clamp to the spine, and unfortunately, when it comes to any sort of technologies, software crashes, which, of course, can be devastating if it impacts patient care in the OR. When we talk about types of robots, they generally fall 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when it comes to medical robots. One is supervisory controlled. Surgeon can plan the procedure and then observes the execution of the plan by an autonomously acting robot. And one of the examples that we hav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CyberKnife for tumor treatment an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The second type is telesurgical, which is like the Da Vinci robots, which are so widely utilized.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direct real-time surgeon input into a robotic output from a remote location. So essentially an extension of the surgeon's hands in real time, performing it like the Da Vinci robot. And finally, which is most relevant for spine surgeons and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today, is the shared control robot, or the cobot. And this allows the robot to function in concert with the surgeon, like myself or yourself, and I'm in primary control of the procedure, but we're working together as co-surgeons. There are currently several robots out there that have been approved in spine surgery. Here are listed 7 different types, and of course, with every single passing week and month, more are being developed. And I just showed you before, that technology is rapidly entering our markets. I work a lot with the Mazor robot from Medtronic, and so I'm just going to review that particular robotic system when I'm talking about it today, because that's the one I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with. So generally when we talk about the robot, it consists of a workstation, a robotic arm, and a navigation camera. So you can see here the navigation camera, which then stereotactically red camera. And then down here you have the workstation, which generally does most of the calculations and the workhorse of the data. And then you have navigation technology with this particular device, which allows navigated instruments to be used either with the C-arm or the O-arm navigation for an imaging system. So what do we generally think about when it comes to the robotic guidance system? So why do I use this and why do I like this? So generally there's 3 components of it. It's the predictability, the precision, and then the visibility of the system.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 predictability, that comes in with the planning software. So the planning software is really the foundation of this robotic platform. This is what makes the procedure predictable by optimizing for us construct design for the patient. When we talk about a construct design, we're talking about not only screws, but also interbody implants. So we can position screws and optimize their trajectory, and we can also now
position our inner bodies with planning software to determine what kind of focal segmental lordosis or corrections we will achieve during surgery. So this is an example of an optimized screw design. So this is what the platform looks like. So you can see in an axial view here as we add the implants individually to each segment. So here we are adding screws, and the nice thing about optimizing means that we can actually change the width and the length of the screws and the trajectories to fit the patient's individual anatomy for each segment of the spine. So this is really a customized procedural solution that's being given to this particular patient, and not only to this particular patient, but at each level and each side. So this, you can see on the left then, when we look at the individual screws, how does this interplay with the remainder of the construct that we are actually developing for the patient? So you can see how the rod itself and the construct actually is changed with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screw as well. So that's the screw portion of the robotic platform that we utilize. We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use this with the interbody cages. So if we want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segmental and global lordosis or any type of correction that we're going to achieve on this patient, now we have the capability to insert virtually implants within the vertebral body spaces, so into the disc. So now we can say what size length interbody cage, what size height interbody cage. If it's an expandable type device, we can see what type of expansion it would accommodate, and what would that do. Again, you can see here on the right side, as we change the cage from a, say, posterior T-lift interbody cage to a more lateral cage. So say you're doing a lateral approach to the patient, how that would also affect the interbody space. And if you shifted that implant more ventrally or dorsally, how would that affect it as well? So you can see here that by virtual construct changes here, we can optimize for the patient both the screw and the interbody cage and achieve a surgical outcome for the patient. Next is the precision of the robotic technology. So now once we've planned it, we go to the next phase. So precision is really achieved through critical setup phases. So we have rigid attachment to the patient, and then we have registration that matches the patient's anatomy to what we're going to be accomplishing with the robotic platform. So now we go from the predictability of planning to executing our surgery with precision. And finally, we do this with visibility, so using navigation systems. So the particular platform that I utilize with the Mazor itself integrates with navigable technologies. So being able to use instruments and implants allows me to then visualize the surgical plan in real time. The nice thing that I really like about this as well is that we have flexibility with the system that I can use. So I like to be able to use a CT scan and use that then with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in certain cases, or I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use an intraoperative O-arm navigation system to obtain real-time information on the patient when they're prone on the table, and then be able to use the robot with that as well. So the flexibility comes with what the surgeon prefers to do. And that's why I like this, because it's not only one sort of set that's driven for the surgeon. When do I use CT to fluoro? If we're doing a long construct or a deformity surgery, if we're doing a revision surgery, or if we have to do extensive preoperative planning, because then I can do all of the planning before I get to surgery in the OR itself to execute the plan. We can use scan and plan, where we actually do an intraoperative navigation spin and then plan that on the fly, and that's generally done well with trauma situations,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 patient cannot get a preoperative CT, either they cannot complete it from a physical standpoint, or if an insurance company does not authorize it, we don'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preoperative planning. So we will use both processes depending on what's appropriate for the patient. So with regards to my spine robotics experience itself, our program was started in March of 2020, so that was the inception of the program when we first received our first robotic platform, the Mazor. And since that time, I have performed 128 robotic procedures and implanted 684 screws. The number of screws that I've actually had to remove and revise was 2 so far, which was giving us a percentage of 0.3% for an accuracy rate
for robotically placed screws in my hands of 99.7%. Both of those screws that we had to change out did not have any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ense that the patient did not have any neurological deficits. There was no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it other than a missed trajectory from what we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what we had actually executed. Here'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types of procedures that I've done with regards to the number of screws per case, as you can see here. So we generally will do about a 2 or 3 level procedure. So fusions, I've done a few 8 screws, and we've done a couple 2 screws with revision adjacent level surgeries. But on average, the number of screws that we utilize when we use the robot is approximately 5.1. And there's definitely a learning curve when it comes to utilizing these technologies, which is important. So when we look back at my first 50 cases and then just arbitrarily looked at my last 50 cases, the first 50 cases, there were 230 screws that were placed. There were 3 deviations at that time, 2 of which I had mentioned before that we actually changed. So the accuracy of the robotic placed screws was 98%, and the average robotic time for us to perform it from scanning the patient to planning the screws to actually instrumenting was approximately 34 minutes. If we now look at the last 50 screws that we have done, sorry, the last 50 cases that we've performed, approximately 262 screws. We had no deviations, and I have an asterisk there because what Medtronic actually did at that time was launch something called the Eagle Midas drill, which then I believe has increased the accuracy with executing our plan to the intraoperative placement of our devices. So the accuracy of the robotically placed screws for the last 50 cases has been 100%. We've not had any deviations that have been clinically significant. And the average time for us to perform our surgery has been 20.3 minutes. So as you can see here, in this representation on this graph, there was a learning curve in the beginning that took us approximately 40 minutes to perform our individual cases, plus or minus 10 minutes. And over time, we have developed procedural efficiencies in the OR to now get this time to approximately 20-some minutes, as I mentioned before. So that's not too bad, but it did take, as you can see, approximately 10 to 20 to 30 cases to really get this dialed down to an efficiency standpoint. What are some additional anecdotal experiences that I've had with regards to the Mazor robotic platform itself? Well, I believe, and this is a minimally invasive society for you all, this allows me to also do customized procedural solutions. So one of the things I did not perform before was cortical trajectory screws. So you can see here, I think that the robotic platform is excellent for a placement of a cortical screw because that's generally a very fluoro intensive procedure to complete for a patient. And the nice thing is you can perform this through a much smaller incision. So almost a hybrid between a totally MIS tubular surgery and an open, say, pedicle screw placement for a T-lift. So very small incision can be performed to allow us to do cortical screws, and that's one of, I believe, the huge advantages that I like to use for my surgical procedures for patients. So being able to offer this now to patients is a huge win in my opinion. I also find from a surgeon perspective, long term, we also want to have surgeon preservation. So from a fatigue standpoint, after performing several surgeries a day, I find myself less physically fatigued. You can see here on the right side the posture that I'm utilizing while using the screws and the awls and the taps for the device. So everything is ergonomically upright and standing there looking at a screen and being able to perform these surgeries rather than being hunched over the patient and then developing shoulder pain and neck pain and eye strain. So for m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much less physical, and also just the continued nuances of driving screws with hands and the physical force on the arm and the shoulder is much less since we use automated drills to perform all of these steps in the procedure with the robot. I also find there to be less mental fatigue. So as I had shown you in that animation before, we can ensure that the alignment of the screws in our construct are lined up to assure that the rods that we place will drop right in.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things we don't talk a lot about in spine surgery and constructs is placing the rods at the end of the procedure. So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hings that some people find is having screws that are not lined up.
Well, I like to ensure that when we plan out our screws, we have the capability of ensuring that the rods that we're going to place are very straight, if this is the appropriate case for our patient. Of course, we would customize this for the individual. But when we plan it this way and then we execute it this way, the final construct generally mirrors and mimics what it is that we are going to plan. So again, we talked about the predictability of the plan, the precision of executing it in the OR, and then being able to see that visibly at the end using the navigation system. And you can see here our plan and the execution is almost identical to each other. And then being able to just place these rods in at the end without having to manipulate the rods, in which case we all understand as spine surgeons that we're not having to notch the rods, which can lead to fatigue of the metal and subsequent breakage of the hardware. We can reduce those opportunities also for implant failure for the patient at the end as well. We had talked about the navigable instruments here. So in this particular platform, we have this direct visualization as well. So when we are doing a decompression or we are drilling, you can see here that we can visualize this in real time and with navigation. And we have interbody disc prep instruments. So while performing an interbody discectomy or for a TLIF or fusion, we have this capability to visualize this as well with the navigation systems and with the robot itself. And you can see here that we can also then place the interbody cage itself with the navigation system that's tied into the robot as well. So all of the steps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n terms of a procedural solution for this patient is all integrated into this platform itself, which to me is a huge win and a huge benefit to the patient, like we talked about in the beginning, to perform safe and efficacious surgery. What are some other things that I like about the robotic platform and talking about these navigation systems? We always sort of ignore the concept of radiation exposure to surgeons and ourselves and those of us that are in the OR with us. So anesthesiologists, surgical techs, scrub techs, students. So here is a comparative graph looking at what the radiation exposure is when using freehand C-arm versus using a navigation with an O-arm and even a robot. So you can see here that the radiation exposure to me as a surgeon is almost negligible to zero, versus much more radiation here when trying to perform screw placement for a lumbar or a thoracic screw. So the continuous exposure of radiation during performance of these procedures for a surgeon needs not be ignored. Why? Because we know that continued radiation exposure to surgeons can lead to devastating outcomes. These are pictures from publications, so it can lead to cataracts, loss of hair, skin changes, so you can see skin damage on this individual, and then brain tumors. So we have to be cognizant of how these enabling technologies can reduce these exposures and risks to us as individual surgeons. In terms of radiation,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bout this because for a patient, people are always concerned that, oh, we're going to radiate the patient on the table, but it's a singular event typically. That's the one episode the patient is exposed to radiation. But for a surgeon and an OR staff that continuously does spinal procedures, it's an ongoing occupational hazard for all of us to be thinking about. So there is a potential for a high cumulative lifetime dose, and that is what's interesting to me and of concern to me, and another reason why I adopt these procedures. So we have the patient that benefits from it, and then as a surgeon I also benefit from all those other reasons that we talked about. So if we think about it sort of in summary, these enabling technologies, both with regards to the robotics platform and intraoperative navigation systems, provide me with the additional benefit of being able to reduce radiation exposure to myself and my operative team that is in there on a daily basis. And Nolan Ryan is a very famous American baseball player, and he says that enjoying success requires the ability to adapt. Only being open to change will you have true opportunity to get the most from your talent. So I've put here a picture of what my operating room used to look like before I got the Mazor robotic platform. And here you can see a picture of me in the OR and my scrub tech and the intraoperative O-arm navigation system that allows us to see stealth. And now you can see how the Mazor has been integrated. It's here at the end of the bed. So this is now my operating room when I'm performing my operations with the Mazor platform, the robotic platform, and the navigation system together like we talked about.
And it would be amiss for us not to discuss what the possibility is for the future of the operating room. Now we're talking about AR and VR and AI, so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and all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nd how they're going to be integrated to ours. So, we're still on this sort of continued rise with regards to technology utilization in the OR, and I applaud you for continuing to do these things within your OR as well. And I'd like to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for this talk, and have a wonderful day and wonderful rest of your meeting.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Dr. Xiaorui, excellent speech. Have any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Dr. Ri. Okay,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a very advanced machine and a very good result and short learning curve. But except for so much benefits and so much good from this robot surgery, we must consider the risk. Yes. How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patient and when they choose the robot, and how can you convince your boss to buy this machine? What is the risk and complication maybe happen?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These are not technologies without risks. That's a great question. We cannot talk about them without risks to the patients. I've adopted the technologies with navigation systems since I was in my training in 2002, and I've adopted these technologies throughout my training. I embraced them throughout my fellowship examinations, and then I brought them to my practice. There have certainly been complications that we've addressed and had to deal with over the years. The reason I wanted to demonstrate sort of our trajector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s I think that the technologies today compared to where they were, say, 5-10 years ago,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Now, that being said, when I teach these to other surgeons, there are certainly nuances that we have to understand. So there are limitations to all of these technologies. These are co-robots, like we mentioned, right? Cobots. So ultimately, the machine is not in charge, the surgeon is in charge. So verifying that the anatomy does match up with the plan, all of those things hav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 have certainly seen poor outcomes from utiliza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so I never want to say that these are 100% accurate. But I think if you continue to do these things, much like anything that we do in surgery, there's a learning curve and you start to have to listen to your colleagues. We're developing things as we go. And you're also talking about, wonderful talk about endoscopic and expandable cages. So certainly there's people on the forefront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we have to take the time to listen and understand what the limitations are, number one. The question about trying to obtain these technologies for the hospital is very challenging ever since COVID, no question. You have to have a physician champi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say is to ensure that you do this in a sort of co-relationship with your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This is certainly not something you do alone. You have to show them the benefits of what this is for patients. And I think that, there's been lots of publications which have demonstrated the accuracy, let's say, of two things: accuracy of placing a screw with fluoro and then placing screws with image guidance. And there's clearly been an improvement in benefit there. So any percentage that we can improve, say from an 88%, 90% to a 99 or 100% safety profile for a patient, I think you can convince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there's value and benefit to your patients. And this is the minimally invasive society. So as we all know, if we can perform our surgeries more efficiently through smaller incisions and change and tailor as we go, if we can get those patients out of the hospital, for a hospital itself, that's a win because it's more efficiency, it's more money. So there's conversations you can certainly have, and eventually they realize that the machine, from a marketing standpoint, will get more patients in the door and hopefully more throughput. So you help more people in your community and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So I think it's certainly a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to have. It's not one against the other, but working on this together. But that's a great question. Dr. Liu. Thank you for your speech. I have two questions. First is that
In our hospital, in Shanghai Hospital New Taipei City, Taiwan, we use the ROSA Robotic, and which is a pin-guided robotic instrumentation. So I know with the Mazor, I don't have this experience to use the Mazor X, but I see that there's a robot named GPS in US, I think, which is the pinless TPS instrument. What's your opinion between pin-guided and without a pin? This is the first question. And second is that possible, in your opinion, in the future, the robotic not only assist to do the surgery, but also can plan by this robot with like AI or other system to plan which way is the best for this patient. Is that possible, or what's the gap to reach this goal? Thank you. Certain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So to address your first question, your question, just to tell the audience, the Excelsius GPS system is the one you were asking about, was the third robot you had mentioned, which is pinless. So there is nothing to secure to the patient. I think that as long as you understand, like we mentioned befo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ystem, the pin is really critical for ensuring that there's no shift or movement of the patient in relation to the space of the robot. If you understand how that works and you don't shift the patient, I think it doesn't matter which system you use as long as you understand the limitation. Again, you can certainly still have complications using a pin-guided system by shifting a patient anatomy. So it is not foolproof, but I do like the fact that you're using with the ROSA, that there is one additional fixation point between the robotic guidance and the patient. But that's not to say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e pin-free system. So understanding the limitation, I think, is certainly up to the surgeon, number one. And with regards to your second question, these technologies, as I had shown you, are being integrated at an alarming rate with regards to the AI technology and platforms that are out there. So I will give you, again, as an example with Medtronic, only because I use this system the most. They have recently acquired the UNIT platform. And so what that does is that's a platform where we enter in patient data, and then we get customized rods with that surgical plan as well. And that's based on a database of 11,000 patients from surgeons around the country. So everybody puts their patient data in there. So it's matched by gender, number of surgical levels,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So that is slow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the robot currently. And I think that the next step will be, without question, that the robots will eventually be able to do this for you and with you. Again, co-surgery, and you could say, yes, these parameters match. This is what I like to do. And so I like to place my screws in this manner, this thickness, this size, and it starts to become your AI as a surgeon individually to accomplish your outcome. So I think that your question is the future coming that way? And I would say, yes, it certainly is. And of cour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to get these things approved by our organization, which is the FDA. So there's a process to ensure that there's safety with all these mechanisms. But that is certainly things that the very smart people are working on, which is very exciting. I think that's why it's so exciting for all of us. Okay. Have any question? Dr. Sherry, I want to know, you have 2 school revision. May I know what preference these 2 revision school? So generally, these are adjacent level surgery. So if somebody's had surgery elsewhere, we are adding 2 screws adjacent to. So, adjacent level surgeries. We will remove the bottom construct and add 2 additional screws. So the robot can help us ensure that our screws are lined up. Same principle, the challenges with trying to get the rods to line up. So sometimes in revision surgeries, we use the robotic platform to ensure that our screws can match the heads or the alignment with the remainder of the construct that they have in place. Okay. Because time is limited, we have to close this session.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Dr. Sherry.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again. Appreciate it.
接下来请各位会员哈，我们要进行那个大合照，请大家往这个中间坐过来。然后，那我们大合照完就是我们的 coffee break。那外面有准备很多好吃的，还有小点心。好，那我们拍完大合照再来享用。那现在请各位会员坐到中间这2排来。
始我们就开始。啊，好。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Dr. Bei. Is from the South Korea, and his background is a neurosurgeon, and now is a very famous spine man in Urido Hospital and South Korea. Today he brings the topic is the advantage of full endoscopic spinal surgery. Dr. Bei, please. Thank you, Mr. Chairman,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conference. This is Jun Seok Bae from Urido Spine Hospital in Seoul, Korea.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advances of full endoscopic spine surgery. There are lots of the endoscopic surgical techniques in these days, especially the full endoscopic spine surgery and recently widespread biphoton endoscopic surgery, and there are also the microendoscopic spine surgery or another variation of the MED, such as the descent technique, also widely performed in many countries. Today, I'd like to just focus on the advances of a full endoscopic spine surgery and how far can it reach to the spinal pathology with the full endoscopic spine surgery techniques. So today's topic will include for the lumbar and cervical and thoracic endoscopic surgical techniques. Because of the time limitation, I cannot detailedly explain everything, but there are some specific topics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So they will be a great for all of us to understand how we can reach the spinal pathology with the endoscopic surgical techniques. So firstly, I'd like to begin with the famous lumbar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technique. These are the basic and easy to perform the indications for the transfora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TELD. Apart from this, the contained or the paracentroid disc herniations, you can also address to some degree of the migrated disc herniations. So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 teachings, the migrated disc herniation can be safely resected with the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So looking at this simple low-grade migration after the previous laminectomy and discectomy. So usually the herniated fragment are the present extruded and migrated to less adhesive tissues. So even the recurrent cases, the migrated disc herniation can be safely resected with the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This is another good example with the cranial migration and the high-grade migration. So in case of the cranial migration, it's much easier to address to the fragment without resecting the part of the facet joint or the pedicle. Instead, you just care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king cannula, and you should be very patient to resect all part of the herniated fragment. Otherwise, there is a high risk of the residual fragment behind your decompressions. In advancement, the foraminal disc herniation and the cranial migrated disc herniation can be sometimes combined, even in the high cervical lesions. That will be challenging for the
the beginning surgeons, but if you carefully address to the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and the fragment can be resected safely. This is another good example with the transforaminal disconnection at the level of L4-5. There may be the lancing pain for the patient, and dramatically the patient pain will be improved after the decompressions. But apart from the simple disconnection, most of the difficult to address is the foraminal stenosis or disconnection cases in patients with the degenerative scoliosis patient. So usually the patient are over the 70 years old. The patient are the female dominant. There are significant lateral tilting or rotational subluxations at the lower lumbar levels. So those patients has a problem with the insta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segmental instability cause of the loss of disc height, or they will have the foraminal stenosis because of the compression of the neural foramen. So in those patients, simple decompression can be a good option, but mostly they will require the limited fusion or the full correction of deformity. But what patients are indicated for the decompression alone, and how the endoscopic surgery can be add more benefit for those patients.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from the Chris Hofstetter and Zakir Hassan. They reviewed the full endoscopy versus mid-MIS decompression for the stenosis patient, stenosis, spinal stenosis in patient with degenerative scoliosis or spondylolisthesis. And the result was very, very promising, and those techniques showed a good functional outcome with a moderate to the mild to moderate deformity. And the endoscopic surgery demonstrated more favorable in terms of complications. But what if the focusing on the foraminal stenosis, which is more challenging because the rotationally or compressive foraminal deformity and foraminal stenosis can be very problematic for those patients because it can cause severe pain and disabling pain. We have reviewed our patient case series from the 23 patient with the 21-month follow. For most patient has a problem with at the level of L4-5 following the L5-1 and the L3-4. There were one patient has two level foraminal stenosis. Usually the foraminal stenosis was existed on the concavity side due to collapse of disc space. And this problem, the stenosis was caused by the impingement of the superior facet, compressing the external root. In addition to that, there may be some degree of the lateral recess stenosis. Another patient has the concavity foraminal disconnection, or some patient has convex side foraminal stenosis due to the nerve stretching or lateral recesses. All those problem was solved with the foraminal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This is a good example with the endoscopic decompression with of the foraminal disconnection at the level of L4, the concavity side foraminal disconnetions. And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foraminal stenosis decompression. And the endoscopic visualization, the high-speed burr is cutting the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 So from the lateral part of the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 medial to the pedicle, we can resect the superior facet as well as its corresponding the foraminal ligament
we can decompress foraminal neural foramen. So we can skip some of the video, and the final view, you can see the external root is widely decompressed, and some part of the foraminal hernia can be also resected. So here we go. So at the end, your external root was widely decompressed from the lateral to medial or cranial to caudal. So in case of compensated scoliosis, this type of the foraminal decompression with endoscopic surgery is very promising because the patients are generally stable. So as long as you are not resetting the facet joint too much, the decompression is well maintained. This is another case of the foraminal stenosis at the concavity side. There is a 5S1 fractional curve stenosis. So the anterior interbody fusion or transforaminal interbody fusion can be good option, but looking at the old age is of the patient he is already 81 years old. He's too old for the general surgery or the fusion surgery, and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now they don't want such a big surgery. So the endoscopic surgery can be a good alternative for the foraminal decompressions.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convexity side foraminal stenosis due to the nerve stretching and the rotation of the subluxations. Looking at the L4-5 level, the neural foramen, the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es are impinging the L4 nerve root. The patient has severe morbidity. So,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stability at the 5-1 due to the light recesses. So if you address the fusion surgery for this patient, at least 2 or 3 level, the fusion is required, but it's not a good option for the patient general pathology, general conditions. So we have performed the endoscopic decompression for the foraminal and the lateral recess decompressions. At first, I put the working cannula, lateral part of the superior articular process, and then drilled the superior articular facet all the way from the lateral to medial side of the pedicle. And then resetted the fragment of the SAP. So my radio frequency probe is palpating and I can confirm the location of my decompression, and then proceed for the decompression with the high-speed drill and radio frequency. At the end of surgery, you can see the fluctuation of the epidural space. So now I'm resetting the foraminal ligament. So at the end of surgery, you can see the free fluctuation of the neural foramen. This is another challenging patient with a convex side foraminal stenosis. It's nicely decompressed with the resecting of the SAP. But what is challenging is a decompensated stenosis. This is 74 years old female patient with concavity side foraminal stenosis. So in those patients, if you destabilize your spine too much, it can cause high risk of the compression of the convex side, concavity side, and later on the deformity can be progressed, causing severe radiculopathy again. But
for this patient, we can preserve the integrity and the facet joint, but we can also decompress the nerve root. So you can see even though the patient scoliosis, the patient was well maintained even after 1.5 years later. And this is also another challenging patient because it is decompensate deformity. So those decompensated deformity is not a good indication actually for the younger patient and the relatively well medical compromised patient. But looking at this patient, extremely old age patient and double cough and severe pain cannot be addressed with the classic surgery. So you have to solve this problem with endoscopic surgery is the only option for the patient. So generally the patients were well maintained after the decompression, and the foramen height was also increased after the decompression during the follow-up. So addressing this the foramen decompression, even for the degenerative scoliosis patient, will be good option for those patients. So in case of concavity foramen stenosis, the foramen disconnection on concavity side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the problem. So this is more easy to address. But in case of the decompensated patient, and there's a high risk of the collapse of the disc height and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eformity. So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to decompress in this type of patient. So now I'm going to move on to lumbar interlaminar decompression approach. So these days we do a lot of decompression even for the stenosis. This is unilateral and bilateral decompression. Surgical technique is also similar with the MRS tubular based decompression. Another different thing is due to the narrow the vision of the endoscopy. You need to telescope around your laminotomy side. Then after you can make a good decompression. So in terms of the stenosis joint, the interlaminar approach is more favorable for the central or lateral recent stenosis. So this is a good case of the lateral recent stenosis. So you don't need to decompress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spinal canal. So you can just focus on the medial part of the pedicle to decompress the traversing nerve root. But for the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also can be a good option for the lateral recent stenosis. So in case of the narrow foramen and the narrow foraminal stenosis as well as the lateral recent stenosis is a good indication for the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So usually the interlaminar approach for the stenosis is indicated for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entral stenosis. So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top decompression from the right side. We do the decompression to the left side. And this is another good example for the applying two techniques, the top decompression to address the contralateral side.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facet cyst. So if you look at the septal-oriented facet joint, if you go through the ipsilateral side of the pathology, you eventually dissect the many part of the facet joint, can cause the recurrence of the facet instability. So from the contralateral side, you can preserve almost the 100% of facet joint integrity, as well as you can decompress the nerve root. So to avoid the facet injury, me and my good friends, Paul and Albert Lal, we performed the two midline spinous endoscopic decompression, which means without dissecting any part of the facet joint and any kind of any degree of the laminectomy,
we just go through the interspinal space and then decompress the ligamentum flavum only. This is a good option for the selective patient. Now we want to make a more extend more indication for the endoscopic fusion. This is the case report with the clinical series with for more than 4 years of follow-up. This is an old instrument. We performed this in early 2000 from between the 2001 to 2007. So we just resected bilaterally and performed the discectomy and put the cage. It's a standard case, so there may be some collapse of this kind, but patient symptom was well maintained. And nowadays we do the transforaminal interbody fusion with the instrumentations. This is a good example for the transforaminal interbody fusions. So looking at the patient pathology, you may notice that the inferior articular process is impinging to the nerve root. This is good indication for the indirect patients such as X-lip or the T-lip. So I think it's a good indication of the endoscopic decompression as well. So I did the unilateral approach, performed the discography and the nucleotomy and the put a cage like this. So this is the beginning procedure. So I confirmed the location of the superior articular facet. So I resected SAP. So nowadays there are some variation of the transforaminal interbody fusion in the endoscopic surgery. So it is called the transcambiance approach. For the transcambiance approach,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resect the SAP to make a good space for the cage implantations. Unfortunately, in Korea, we don't have an expandable cage. I'm not sure whether in Taiwan you have the expandable one. I believe the endoscopic fusion is highlighted with the expandable cage system because we do surgery with under the narrow angles. So anyway, first we confirm the cambiance triangle under the endoscopic vision, and then do the discectomy.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video. Now you can see under the endoscopic view, I'm removing the cartilaginous endoplate from the osseous endoplate. So with this, the fine dissection, there is a little risk of the endoplate injury. So you may not expect the cage substance or non-union after the fusion procedures. So now I'm resetting all this cartilaginous endoplate, and then proceed further the preparation, and then compare with the trial and the bone graft and the biologic materials. This is a pretty much a fluoroscopic-based procedure during the implantations. So finally, you can see the cage was well positioned. So after surgery, the canal was increased, and the patient has a little pain, postoperative pain, and you can see the fusion is very successfully achieved. Now I want to move on to the subclavicular cases. So there's two kinds of subclavicular endoscopy approach. One is anterior, the other is posterior. The anterior approach is mainly indicated to the pathology soft disc herniation that is located within the myelome. And posterior approach is
mainly indicated the pathology outside the myelin, and the foraminal stenosis and the multilevel stenosis is more easy for the posterior approach. So for the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 the central part of hernia is more easy to perform through the anterior approach. The posterolateral is similar from the anterior or from the posterior. You can do both surgery, and the foraminal herniation is much more easy from the posterior approach. So this is award-winning paper from the Dr. Sang-Ho Lee, and he reviewed our 928 consecutive patients from for the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ies. So within 20 years, we have done this number. Most patients are in their the 40s. So most of the pathology was located at the 5, 6, and 6, 7 level.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the revision surgery was incomplete decompressions, and the 62% of patients required revision surgeries. The patient clinical and outcome was great, but the success rate is 94%. And most patients required the revision surgery due to the incomplete decompression, followed by recurrent herniation or the stenos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incomplete decompression was the foraminal disc herniation, followed by the transligamentous herniation and the microartery disc herniation. And most of the transligamentous herniation, residual herniation, is located at the foraminal disc herniation. So it's more challenging to the foraminal disc herniation with the anterior cervical surgery.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not good, but good case example for all of us. And you can see the foraminal hernia is the remnant after the first decompression. So we have to do the arthroplasty for this patient. So why the foraminal herniation is more challenging from the anterior side? So there's two surgical options for the foraminal herniation, the ACDF and even the anterior transcorporeal foraminotomy is the way to dissect the posterior part of the uncinate process. So with the posterior approach, this uncinate resection is not necessary. So it's much easier from the posterior approach. But from the anteriorly, the foraminal decompression is also showed good result from our cases with the microscopic decompression. So and those patients was well maintained without resetting of the passage joint and sacrificing any stability for the patient neck. So first, I'd like to briefly review from the posterior approach. This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MED procedure or MSC or open surgical procedure. And the different thing is that you can use the small diameter of the tubular system, which is a full endoscopic surgery system. So I do use so specialized endoscopic the system for the posterior cervical spine. And now you can see the foraminal hernia is nicely resected into the endoscopic visualization. And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C6-7 left side of foraminal hernia after decompression. And from the axilla, you can see the fragment is resected.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C6-7 left side foraminal disc herniation. Now the herniated fragment is resected from the axillary approach. Another good example of the 5-6 hernia
even two-level surgery or multi-level surgery can b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from the posterior approach. What if we address from the anteriorly? This is also specialized and endoscopy, and we also need the spinal laser. The patient is placed on the supine position with the local anesthesia. So between the two well compartmentalized layer, which is the visceral and the vascular fascia, you can approach to the ventral part of the disc space. 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resetting the posterior edge of the uncinate process. You can do this with endoscopic limmer or burr or some lasers. Anyway, for this patient, I used the high-speed burr, the resected uncinate process, and grasp out the herniated fragment.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5-6 hernia. So I have done uncinate resection and performed the fragmentectomy. So under this foraminotomy, the risk of the recurrent or residual herniation at the foraminal disconnection is dramatically decreased. So I have compared my personal series between the 2017 and 2022. There are more number of the posterior approach. Anterior approach is also not so small. So most patients had the surgery at the level of 5-6, followed by the 6-7 and the 4-5. What is the different thing is most of the anterior approach surgery, the patient underwent surgery under the local anesthesia, and the surgical time is much shorter, and their hospital stay is even faster. Discharge. There is two herniation from the anterior, and there's one herniation from the posterior, and none of the patient has the significant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from the anteriorly, but posteriorly there was one patient with transient weakness and two patients suffer from the postoperative paresthesia. So patient, the pain and functional ability index showed pretty successful, and the patient radiology result is also great. So both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approach is a good way for the posterior cervical foraminal decompression. For the anterior surgery, it is mandatory to do the foraminotomy for the successfully addressing to the foraminal area and not remaining any risk of the residual herniation. For the posterior approach, it's much easy to perform, but you should do the general anesthesia and the patient. The hospital stay, the surgical time is a little bit longer than anterior approach. So anterior approach is also technically demanding, but there's a great benefit over the posterior approach. So I'd like to finish with my time is running fast, so I'd like to finish with a small short review for the thoracic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Thoracic disconnection is very small number of OA disconnection. The most of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mid-thoracic level hernia, and the most of patient has a problem with the central or paranasal herniations. There are various symptoms. The symptom varies from the discomforting pain to paresthesia. Most patients suffering the axial back pain and followed by the radiating pain. Some of them is also the myelopathy, so causing the weakness and ataxia and breath and bowel symptoms. So many patients are underdiagnosed, and also they are misdiagnosed due to the tendon lesions. For the successful and the safe approach,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neural anatomy.
there's a small safety zone between the pedicle and lip head. So considering the anatomical structure, the low thoracic level below the T10 is also similar with to the upper lumbar spine. So from the middle thoracic level to the upper thoracic level, there is a anatomical challenging because of the lip head and the transverse process and the wide facet joint.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ake a good, successful foraminotomy and to address the ventral part of the spinal canal. So with the hand drill, I'm performing the foraminotomy. And you also need thoracic specialized endoscopy because of the patient the stiff angle of the approach and the shorter distance of the walking distance compared to the lumbar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So with the thoracic endoscopy system, you can see widely to the ventral epidural space, but with the lumbar endoscopy, the visualization is a little bit not clear.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thoracic endoscopic surgery. Primarily, you can address even the central calcified hernia, huge hernia. The patient is complaining the myelopathy symptoms, but under the local anesthesia, the direct compression w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for the patient. Even the symptomatic thoracic disconnection is rare. There is many patients who is suffering from the delayed diagnosis. The choice of endoscopic discectomy technique is most based on the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hernia. Endoscopic surgery for the thoracic disconnection is very effectiv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option, and to avoid the surgery-related trauma, and the surgery can be performed safely under the conscious sed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there are many textbooks we have published recently that you can see, and you can attend this conference to understand better about the endoscopic surgery, especially for the advanced case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Dr. Lee. I appreciate your lectures. First, I will give our thanks and appreciation to your hospital, because initial 20 years ago, your hospital doing a very good, big job and education for the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 think that in Taiwan, we have more than 200 doctors have visited your center in the past 20 years. So also in our society, your hospital support our society very much. Also, we are very relationship with Seng Ho Lee, and please send my greeting and thanks to Seng Ho Lee. Okay, so now we open the discussion for the audienc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rehensive talk about the endoscopic surgery. I have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he foraminal stenosis in the lumbar spine. As we know, the foraminal stenosis is relative on the last stage of the whole degenerative aging process. And how is the long-term result for your endoscopic foraminal foraminotomy or foraminoplasty? In which situation would you convert the endoscopic procedure to fusion surgery? This is the first question. The second is, we see the endofusion is under the Xi'an guide
by your presentation. How do you, as we know, we are afraid of injury by the, from the existing route. How do you protect from this kind of injur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ques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egenerative stage of the discs, and the degree of the instability is also matter. So if you see the MRI or CT scan, when there is a severe vacuum disc and the collapse of disc height, it is so-called the cranial powder type of the foraminal stenosis. Actually, it's not a great indication of foraminotomy. So only in terms of the longevity, I think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type of the foraminal stenosis caused by the thickened neural foraminal ligament or protruded or the calcified foraminal disc is a good indication, and the long-term outcome is great. When there is instability and the segmental collapse of the disc height, it's not a great option for the foraminal decompression. So the thing that I show you today is degenerative scoliosis, and actually, if they are not that much old patient and medically compromised patient, I think the segmental correction or the full correction of the deformity will be promising for the patient. But when you consider the patient morbidity, it's kind of the palliative surgery, you know. So to solve the severe radiating pain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patient. So we have to think the patient, the age and their conditions, medical condition, and if permits, I think we have to stabilize the spine. But I think it will be helpful for some selected cases, and we have to discuss with our patient. And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it's also very important and great issue for the fusion procedure. So I think up to date, the instrument for the endoscopic and interbody fusion is not that much great. So we have to rely on the radiation. And personally, I feel I'm too much exposed to the fluoroscopy, and my patient is too much exposed to the fluoroscopy compared to the MS TLIP than with the endoscopic fusion. So later on, we have to think about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may need navigation or some specialized endoscopic fusion device. Anyway, so far, that is the best thing that we can achieve. And the matter of how to avoid the nerve root injury during the cage implantation is also important. So personally, I made a specialized cage introducer. So through the endoscopic visualization, I skipped the video and the details of the technique because of time limitation. So you may need some specialized nerve root protector to avoid the injury during the cage implantation under the fluoroscop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Is any question? There. Thank you, Dr. Bai. I'm Sam from Taiwan. First,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extensive and fundamental training I received in Rideau Hospital. That really become essential for me for my daily practice. I have two small questions for you. For the first one is for the endo leaf. I know we do a lot X leaf or D leaf in Rideau Hospital, but now is there any advantage for you to choose endo leaf rather than D leaf? For now, we know there's a fusion problem, and we still have to put pedicle screw. So there seems to be very limited evidence to support fusion compared to O-leaf when we talk about indirect decompression.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for the posterior cervical foraminotomy.
And it's relatively uncommon to see herniation in C-spine. It's more common to see stenosis secondary to spur formation in our daily practice. So do you think, is there any experience in Rideau Hospital to do foraminotomy in those degenerative cases? That's my 2 questions. Thank you. Yeah. Hi, Sam.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great question. And from the second question, I think even for the foraminal stenosis, endoscopic decompression works a lot. So in case of the I'm sorry. Take a break. We didn't hear you. 他有上来了，声音没有听到。Oh, okay. Can you hear me? Yes. Yeah. So in case of the foraminal stenosis, so you don't have to resect all the spurs from the posteriorly. It's just the indirect decompression and the release the posterior element is good enough. If you go through the anteriorly, I think the current endoscopy system is not great for the resection of the anterior, all the spurs. The case I show you today is just the decompression of the foraminal herniation and the way to how to open the posterior part of the Unschnell process. And for the first question, we still do a lot of the whole lip or dead lip or a lot of A-lips for the foraminal stenosis and the decompression, indirect decompression. So, the endoscopic interbody fusion is, to be honest, is not my daily practice. It's, sometimes I do when I don't have too much busy schedule, So it's not a daily it's a special bread. It's not a daily bread, So sometimes you can do this, bu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instrument and the amount of the fluoroscopic exposure to me and to the patient, I think we still has a clear limitation, and that's the thing for all of us and for the instrument company to overcome in the future. Okay. So I have a question that because today you only showed one portal scope surgery, and biportal surgery is more popular now and has more convenient. What did you think that between these 2 techniques in your hospital? So I also do a lot of the biportal cases in these days, and I found that the biportal endoscopy is biportal surgery is actually aligned with the microendoscopic surgery or another way of the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So you can do a lot of the decompression or fusion cases with the biportal. So you may think the biportal is the indication is similar with the MED, but transforaminal the full endoscopy surgery is a totally different kind of endoscopy. It avoids the classic or traditional the approach angles. You find a different angle to avoid the approach-related injury. So the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for example, is totally different kind of approach, and you cannot do the surgery with the biportal. Same as the thoracic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as well, and same as the anterior cervical approach as well. So I think it's not two technique is not competitive to each other. So you can help each other, and you may find so special indication which is better for the patient is the thing we have to think about. So
I personally do the discectomy cases with only the unifocal, the full endoscopic surgery. And for the stenosis, it depends on the cases. So if I need a multi-level stenosis or some severe stenosis, I prefer to do with the bifocal. But in case of the cervical, for me, the full endoscope is much convenient. In the thoracic cases, I do only the unifocal, which is much better for the patient.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cause that time is up. So we appreciate your lecture, and maybe we'll see you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各位会员，接下来是这个我们的会员大会和理监事改选投票。那首先先感谢各位在疫情艰困期间坚守自己的岗位，而且到这边来开会来充实我们的这个微创脊椎的知识以及讨论。那在
如果现场有要投票还没投的，举个手，让我们知道，我们再拿选票给您哈，谢谢。
好，还有没有现场还要投票的？那我们要封箱咯。好，一次、2次，好，我们封箱哦。
各位长官、各位先进的，我们会议等一下即将开始哈。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大会选举完，现在正在开票，开票的时间、开票的场地在这个会议室隔壁的这个贵宾休息室。如果有需要监票、想要来看票，都在这边，大家欢迎过去看票，谢谢。各位长官、各位先进，我们现在接下来开始我们下午的讨论会。那接下来下午的这个第一个 session 呢，就是在讨论进阶的脊椎内视镜在颈椎和胸椎的应用。那各个医院来分享我们各个医院的经验。那首先呢，我们就请到台中荣总神经外科的周启凯主任。周启凯主任大家都很熟悉哦，他是我们台中荣总脊椎专家，那也是我们的老师。那在脊椎方面经营了数十年那有在基础和临床上都有很好的表现。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把时间交给周启凯主任。谢谢所长。因为总共76张 slide， 时间有限，所以前面41张会跳比较快，请多包涵。那前面3张 slide 就是说影响我最大的3次的整个 Spinal 的 training。那在2005年，就是韩国乌里斗医院，那时候就看到颈椎内视镜手术。他们是自己韩国自己的系统，但是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其实因为没有 scope， 也没有那个 laser 可以用，所以就一直没有在做这手术。那在2006年到德国。跟德国大师 Dr. Rutten 学习腰椎内视镜手术。那在2015年的时候，在泰国有一个 workshop， 那时候又受到 Dr. Rutten 的指导，除了就是精进 PLD 的训练之外，也跟他学习 PECD 的手术。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说用一些专有名词。像 PPCD 的话就是 posterior approach，APCD 的话就是 anterior approach。我们台中总话是2套器械都有。那接下来的话 slide 会跳快一点其实颈椎内视镜手术，一开始是从 anterior approach 开始，那之后就是因为在内视镜里面 motor driven cutter 整个进步，所以才有办法从那个 PPCD 整个手术的技术大幅进步。那德国 Dr. Rutten 是在2007年开始做 PPCD。那事实上在 early 2000的时候，那 PECD 就慢慢有一些医师开始做，但一开始的话都是先 anterior approach。那刚提过，就是因为那个内视镜里面的 motor driven cutter 整个进步之后 ，PPCD 才蓬勃发展。那2016年的时候，他也是认为，就是说 APCD 还是在 central 那个 core region 效果会比较好。那在1934年的时候 ，Bra 就开始做 posterior laminar foraminotomy。那在1950年的时候 ，ACDF 开始被提出来，一直到目前都是 gold standard。那有人做一些 biomechanical study， 认为就是说，整个 PPCD 它手术的 stability 跟 non-circle group 其实差不多的。那在1989年的时候，日本的 Tajima 最早就提出来 APCD。那德国的话，他们在 PPCD 主要是 cervical disc herniation， 还有一些 neuroforaminal stenosis。那在 APCD 的 indication， 当然就是说，这个 disc 不要有 calcification，
那它的 anterior disc height 还是要超过4个 mm。那这些的话后面会再提到。那的话，这些照片的话是我们自己团队有个小画家把它画出来的。当然就说有人不钉3根钉 Mayfield 的，有人会钉。我自己的习惯实在是用 Mayfield 的固定。对神经外科来讲，其实我们固定3根钉其实很快，而且好处就是说可以 keep 一个 hyperflation。等一下会讲好处 hyperflation 的好处在哪里。这是一个南非人，我的病人。这是后开器械，我们都是用 Richard Wolf。对不起，这个不动，那个不动。可以的。那这个的话就是左边是实际我们 scope 的照片，右边的话是我们小画家重新绘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后开的 scope 它的 millimeter 是5.9 millimeter， 所以可以有3.1个 working channel。那这是 APCD， 那最左边的话是那个以前基隆长庚早文清长主任他们团队 paper 手绘图，中间是来自乌里斗，那右边的话是德国沃夫他原厂的图。那下面右边这一张的话是我们自己小画家手绘的，那这个其实像这个 case， 我那时候光摸 pulsation 大概就摸了大概5分钟。我认为我应该是有办法完成这台刀，我才开始needle才下去。那其实这一台刀给我感觉就是说，其实脖子太粗太短的、太胖的，其实还是不要做 APCD， 其实会有风险。那是我们前开的器械，那一样左边是实际的那个照片，那右边的话是手绘图。那可以看到就是说，前开后开它镜子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前开镜子它的直径只有 2.7 个 mm， 这么小的镜子它没办法再做一个 working channel， 所以它 working channel 是从后面，那可以看到这个是 working channel， 它有 working sleeve 有2种 size， 所以它的 working channel 可以4或 3.5 个 mm。这很快跳过，后面会再提到。那这边提一下，我们通常在学 PLD 的时候，大家都常就提到说，它是一个 steep learning curve，但是在德国这资料，他们是讲 PCD 是一个 flat learning curve，实际上 steep learning curve 就是说，你今天只要过那个瓶颈，你可能就突飞猛进，但 flat learning curve 是指说，你大概就是一步一脚印，知易行难。你即使了解这个 key point， 你还是很难一下子突飞猛进，需要时间跟经验的累积。接下来就是说，到底要 anterior 还是 posterior approach？ 那事实上就是说，在第一个图里面。它当然就是一个 lateral disc 是可以 PPCD， 但假如是 central disc 的话，其怕manipulation 到 spinal cord 还是建议不要从 PPCD。那假如说是 central 的 disc 的话，是可以考虑 APCD， 但是假如说是 lateral disc 是否要做 APCD， 当然是可以，但是会杀鸡变牛刀，因为从 anterior approach 比较容易造成 disc space narrowing， 后面会再提到。那这个话就是说，我们通常在磨这个 lamina， 一般来讲还是会建议先从上面用 overburr， 那之后再用 downburr， 因为那个 cranial lamina 它距离 cord 比较远，但是 caudal lamina 距 cord 比较近，最好是用 downburr。那接下来是秀11个 case， 那第一个 case 18岁女性，她是膝束 HIVD ruptured disc。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系列片子，从左边到右边术后2年，她膝束
我看的 disc space 并没有 narrowing。好，那左边是术前，右边是术后1年 MRI。那第二 case， 这先生他是有好几节 HIVD。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会4节都开，但是其实你只要看 HO view， 你抓到它的真正的 major problem， 你可能只要做一个 PPCT 就可以改善了。那第三个 case 是一个南非人，他29岁，那吸数 HIVD， 有个 Robotic disc。那看到一系列 X 光片，也可以看到从左到右，它吸数的 disc space 并没有 narrowing。这是左边术前，右边术后 MRI。这是下一位病人。可以看到她是41岁女性，吸有 HIVD with Robotic disc。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是重点，刚在前面提到，为什么要 keep hyperfraction？ 其实我的 bone window 可以做得很小，你看这术后半年做的一个 CT， 那当有人提到就是说，那当然就是你 bone window 做大一点，以后可能这个 bone 会再长，但是也有 study 讲，你现在长出来 bone 有可能会变成 hypertrophy、overgrowth 都有可能，你可能反而造成一个 stenosis。所以我的想法是，你今天 bone 能够少磨就磨，然后在这左边术前，右边术后 MRI。在这个病患，他是 combine posterior 他的那个 spur formation。那当有人都是用大孔径的蓝马器械来做颈椎，那我是觉得这样子不是不行，但是好像你今天开腰椎的所有刀，你都开颈椎所有刀，你都用腰椎的器械，毕竟是比较粗。那我们台中的神经外科，我们是颈椎前开后开都有专属的器械，我们不是用蓝把器械来做。更何况这病人，假如说你是用蓝把器械，你在 working sleeve 相对大的状况，你根本就无法像做一个 working sleeve 把转进去的动作，没办法保护到你的 spinal 跟 nerve。那这个话可以看到，左上角是术前的 CT， 左下角是术后半年 CT。那右边的话是半年的 CT， 可以看我们 bone window 都做一个非常小 bone window。那在这病患，他46岁，他 combine posterior formation 还有一个 calcified disc。那大家可以看到，请问这 working sleeve 是可以下去转的，转的时候 burr 可以放线下去。你在起眼角是用蓝把的器械，你今天根本 working sleeve 进不去，你 burr 下去就有风险。那这可以看到，左边是术前，右边是术后半年的 CT。那这病患42岁男性，他是左边 C7 到 T1 HIVD， 他是 Front disc， 这个在诊断会相对比较困难。不仔细看的话，可能会看不清楚。这病患术后效果非常好。左边是术前，右边是术后1年 MRI。那这病患48岁男性5667 HIVD， 他的 MRI 看起来是有疤菌，但又不是那么严重。那假如说一般的做 ACDF 或做 CDA， 其实非常可惜的。那我觉得这种在做 PECD 是非常好的一个 indication， 而且一个洞就可以做到2节。这35岁女性，她是吸收 HIVD with Robotic disc。他的伤口的前开，我们大概是0.7公分的伤口。大家可以仔细看，在左边到右边术后1年，其实它的 disc space 是有慢慢 narrowing。其实，在术后3个月的追踪就有一点 narrowing 了。再看下一张，左边术前，右边术后 MRI。再下一个病患，37岁男性，他吸3 HIVD， 但是他几年以前在外院放过 C56的那个 artificial disc。那一样可以看到，他在术后的时候，一系列 X 光片，他 C34 disc space 慢慢 narrowing。那左边术前，右边术后 MRI。那这50岁女性，她是 C34 HIVD with Robotic disc。
就刚刚前面提到这脖子很粗，比较胖的女性，position 不好摸。我们从2017年10月到现在5年的时间，总共只做了43位病患，其实做的并不多。那我们统计到2021年4月，总共28位病患，至少追踪了1年以上，然后有6位病患是 APCD，20位病患是 PPCD。那我们这次的 study 主要 focus 在就是说 APCD 或 PPCD 到底会不会造成 disc space narrowing？ 那这是我的 clinical outcome。以 mechanism 来讲，绝大部分病患他都是满意度都是非常好的。那 radiographic change 的话，我们在 APCD 术后1年，disc space decrease 会1.47个 mm。那 PPCD 的话是0.3个 mm。那这一篇的话是来自韩国物理的文章，他们的话在术后1年以上，大概平均会从3.6掉到2.6 mm， 掉1个 mm。但是我们不清楚，就是说他为什么只提到 posterior disc height， 他内文也没有写。那我的话是写平均的，就是 body 前缘、后缘加中缘，加起来除以3，我是觉得这样相对比较合理。那时间要到，我们用最后这张 slide， 用自己的 slide 就是说来讲，我们自己的结论就是说，做 APCD 比较容易造成 disc space narrowing， 所以假如说今天能够 PPCD 来做的话，就不要 APCD。那这个话，我再给我几秒钟，这个话就是温莎城堡。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就温莎公爵只爱美人不爱江山，所以传位给他的弟弟，之后才有伊丽莎白2世。只要他没有传位给他弟弟的话，可能整个历史会改写。谢谢。谢谢周主任，因为等一下有综合讨论时间，我们就直接把时间交给下一位。好，那下一个 session 由我来介绍这个谢荣豪医师、谢荣豪院长哈。那谢荣豪院长他是长庚医学大学的神经外科的医师，好，那在2018年之后就在我们国田国际医院担任院长到今哈，他的资历跟经历都相当完整。那专精于这个所有的这个脊椎微创还有内视镜的手术。那他今天也带来他们这个国田国际医院的一些这相关的这个内视镜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经验。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谢荣豪谢院长。好，谢谢所长的介绍。我是博田国际医院谢荣豪医师。那今天非常开心回到我读书，然后 training， 然后升主治医师的地方，然后回到这个母校。那我们陈文哲院长，我记得我小时候可乐的时候，坐在教育大楼的阶梯教室，就看着陈教授帮我们上 Spinal 课，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时候我就决定从内科跳来走外科。那谢谢陈教授还有我们的老师。那刚开始我们先来 review 一下，我是林口长庚神经外科 training 出来。这是我的老师。那右边这位是非常知名的，就是他酒量很好，大家不要随便找他敬酒。那我们的卢远教授也是我的师兄。那很高兴今天回来这边。那我们骨科也很多我的师长。我们钮志健老师，还有陈立慧老师。那这位跟我骑骆驼的是我们赖伯亮教授。我们一起在杜拜做一些事情。那当然。右边那个看起来灯光怪怪的地方，那不是不正常的地方，那个是我们的理事长，我们的副叔叔。我记得阿万第一个月就是跟我们的副理事长。那我觉得让我留下来在长庚 training， 那所以他对住院医师的吸引力很足，所以长庚医院应该要多一点这样的老师，那对住院医师的教育会比较好。那我们还有我们吴瑞文部长。OK， 对不起。所以在这边。
我们得到一些很扎实的 training， 不管是在教学或者是一些竞赛方面你看一下，还是我们陈敏夫院长的时代，还有我们的后来回到学校做一些事情，那非常感谢这边对我的栽培。那我们缅怀的过去，我们看向未来，因为一个人离开了长庚，在外面怎么生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今天这个题目说，就是通往 PECD 成功的道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很早啦，因为其实一个新技术发展到被接受到成为一个定论，这个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还有一个严谨的训练。这个是我带我小孩去爬百岳，从小就给他们操练一下。那大家都知道 ACDF 现在仍然是我们处理颈椎疾病的一个 gold standard。那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说，我们的颈椎内视镜在哪些的领域有可能成为未来的 choice of treatment。这只是我们一开始小小的一步。那今天这个是我们的 outline。那我们要探求一个方法。那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要准备一些东西。第一个，为什么要来发展这个？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来准备？包括一些 equipment， 还有哪些 skill。那第三个就是说，我要做些什么？我需要我需要去怎么做？那我们知道就是要知道它 anatomy， 还有我们一些手术的步骤、安全的步骤。那第四个就是说，你尝试一个新的东西，你要 play smart， 不要搞歪者很严重狭窄 CSM 的你也拿来做，这个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你的信心。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做医师的 first do no harm， 所以怎样的安全下装，我觉得这个是比你要 aggressive 去做一件事情还要更重要的事情。所以疫情要开放了，希望大家以后就是能够都有个 safe flight。那我们要知道说怎么去避免一些 complication， 还有一些选择一些剔除一些比较不好 outcome 的一些 indication。那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发展？那其实那时候要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为什么腰椎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discectomy， 不管是 open、mini open、micro 或是 endoscopic， 腰椎都可以做的，为什么颈椎不行？一定要一开始即使有点问题就要把它全部干掉，放个 implant， 这个是一开始的初衷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颈椎内视镜有什么优点。那我写的一些国字比较白话文一点。第一个，真微创，那很多东西它都没有破坏掉。那第二个，避免前入手术的缺点。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以前我们都会跟住院医师交班说，今天这个开完 ACD 回去，如果他 wholeness， 感觉有人在掐脖子怎么样？有时候你不要笨笨的等到去开刀房再把它 open， bedside 消毒一下，赶快把第一层的线拆掉，把hematoma吸出来。这个是所有开 CDF 医生有可能会遇到的梦魇。当然就是说，食道过度牵拉，不管是 thermal injury 还是 mechanical injury， 这个都要避免。那第三个就是说，不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喉返神经造成 wholeness， 这个也是我们的梦魇，不但有可能直接伤害到你的过多的 thermal injury、traction injury 都有可能伤害到。那同样在开 thyroid 的医生，其实喉返神经的受损是造成他们医疗诉讼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对于我们 spine surgeon、C spine surgeon 来讲，从前路来做 ACD 也有可能这样的风险。那接下来就是说，他真的喉咙的不舒服减少很多。那我们在外面的小医院，要能够生存下去，有时候不是说你开得好就好，要病人满意舒服，给你耳乐，然后出去帮你宣传。这个是我们离开医学中心之后在外面的宣传之道。你不要觉得开得很好，拿得很干净，但是病人过程中很痛苦，就像做 lumbar 的transforaminal 一样。你 local 打不好，病人哇哇叫，他不会帮你宣传。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保留它的 motion segment 活动如期。那减少制造一些adjacent 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些费用啦，要不要纳入健保？这个之前我们内视镜学会一直在讨论，这个是未来议题。那我的病人理论上是可以不用戴颈圈。那接下来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准备？第一个就是摆位。那我之前有考虑到要不要打头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摆设其实病人很舒服。不会说开刀一个洞结果头钉3个洞，虽然我们打头钉神经外科来讲，也是蛮擅长的。不过我觉得大概这样子摆就很足够。那用一些乌龟趴垫，下面垫高一点，让它脖子稍微有点 flexion。太多 flexion 你
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病灶开进去的时候，会让你 MRI 上面看起来，好像跑掉了，这个也要注意。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做 burr 的动作，所以这个要很稳定。那所以最好你做的腰椎 stenosis 有很多经验的，再来做颈椎，这样会比较安全。那接下来就是说我怎么做？那手术中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安全有效率的找到 V point， 再把这个 V point 把它扩大变成 U shape， 然后再开进去，打开骨性构造，打开黄韧带，还有那一层神秘的膜其实叫 peridural membrane， 这个是司仪之前有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打开之后确认这是 anatomy 的位置，所以对我们surgeon来讲 ，anatomy is everything。所以 surgical anatomy 进去会看到什么？这个我们要彻底了解。那这个是我们陈南福学长刺的图啦。那其实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椎板的下面的黄韧带，第一个它是断续的，第二个它在上面那一节拉米娜的下半部通常比较厚，通常也比较有。那第三点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跟腰椎不一样，它在很旁边靠近facet joint，它就没有黄韧带了。这个跟腰椎会一直连续到椎间孔。的情况是不一样，所以不要傻傻在旁边还要一直进去，这样子会有点危险。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 burr 怎么去磨，我相信这个很多人share过。那其实我们最好你要知道你的 burr 大小，有的是3.5 mm， 有的4 mm， 那你在上下拉米娜还有 facet joint 做一个记号吧，那做了之后把这些连起来，其实你就不会造成太大 facet joint 的 violation。那最灾难的就是说，你 facet joint 磨得太外面，然后你一直磨下去，奇怪，怎么都看不到你的 spinal canal，那其实再往前一步，其实就是 vertebral artery 了，所以一开始你磨下去之后，其实你都搞不清楚了啦，所以一开始就把这个位定好，那 paper 上是说大概往外侧，不宜超过5 mm， 避免造成facet 的 instability。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先把这些做记号磨起来，串起来，越来越薄，然后你再用一些 dissector 把黄韧带分开，然后再用 K-Vision punch 把它咬掉。那打开黄韧带之后，会看到这个 peridural membrane， 那这个地方通常有非常多的 inflammatory vessel 啦，一些 membrane 啦，一些 fibrosis 的东西，那我们就把它 wide open 打开，只有这样打开，你看得到 root、suck 还有 disc， 这样子才不会搞错。对不起。所以其实一个比较 standard 的一个 exposure 应该是这个样子。中间上面这个 spinal cord root 这样出去 ，disc 就在它 axilla 的地方。那在颈椎通常 disc 都是在 axilla 的地方比较多。这个和在腰椎的地方是有点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就是说要聪明的来玩这个游戏啦。就是说聪明的第一步就是 patient selection。其实技术大家慢慢练，其实都练得熟。但是选择好的 patient candidate 是非常重要。那这些列出的 indication 其实是看个人取舍。那我自己因为我们在比较小的医院需要安全的下装，也希望病人开完一次就比较满意。那所以其实我都选择比较单侧 soft disc。那这是我的最理想的手术的 indication。那有些像椎间孔狭窄，其实从我的 paper 我们都知道，它其实 outcome 满意度也都不错。可是就我来讲，如果我们在术前的颈椎的 upper view 看到它的椎间孔有明显的骨刺，其实我就不会去做这个颈椎后路内视镜，因为其实我们做 ACDF 的时候都知道，在两边的ankle vertebral joint 还有 body 的后缘有很多骨刺，这些如果没有把它移除干净，其实是不完全的，你都会担心东担心西。我们做一个 surgical procedure 就是要 guarantee 我们的 result，所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的哲学。那事实上我自己也有选择一些其他的 case， 比如说它是高度的破裂脱出位移，那如果我们从前面做，其实要做口背 tomy，那为了一个小小的碎片做 ACCF 其实有点可惜。那第二个就是说它很多节老人家都有退化，有的是 spondylosis， 有的是一些 HIVD， 有时候是一些 spur， 可是从它 history 它是最近也许1-2周有一个急性超级痛的 radiculopathy， 那一种我们从 MRI 也许从一些可以看到它比较 fresh 的disc fragment，我们来做其实也会有效。那还有
其实椎管狭窄这些我不太做啦，我都是从前路做。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从前面开完了，有些地方没有拿干净，你可以做一个 rescue 的 procedure。这个是最简单的 indication， 就是一个单侧 soft disc。那这个是一个 high grade 的migration 的 disc。那从这边，其实在做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准备，也许我就是做后面多一点的 laminotomy， 或者是看下面连起来，下面的椎板连起来，做多一点的一些减压。那这个是它 pre-up， 还有3个月术后，看起来应该不是发过cytosis的关系啦，因为都拿得还蛮干净的。那接下来就是刚刚讲的多节段，找一个当下疼痛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做很复杂的手术，那还是某一个地方的 reticular pain，那我们发现在它的侧边左边有一个黑黑的，所以我们就进去做，然后把这些骨的 disc 还有 spur 都把它挖掉。那接下来是说，如果你自己开了HDF 效果不好，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那其实我们可以来做。那这个它开完并没有很理想，我做的 CT 看起来 foramen 都打开了，但是 MRI 看起来还有一点点 foramen stenosis。你会怎么做？再做一次吗？那其实我们还是从后面做，把这些骨刺把它拿干净。那还有比较强力的 punch， 它可以直接咬骨头，因为这个地方用 burr 其实还蛮危险的。做完 OK 还不错。所以我们要玩得聪明，但是要玩得安全。我们定位再定位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把它定位好做好，这个是很重要。那burr 也要使用的 OK。才不会去造成一些伤害。那接下来就是一些vertebral artery。那术前定位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后面这一章，术中你要开始磨之前，请你不厌其烦的再一次定位。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从2017年这个我开始做第一例啦。那做到现在其实只有做24个，大家以为我做很多，他每次都叫我讲这个，其实我做很少。其实我做 lumbar transforming 很多，可是大家都不叫我讲，都讲这个。但是我因为我慎选 case， 同时期的 ACD 和 PCD 的比例大概15:1，我做了15例 ACD， 可能才做一个PCD。那有一个是 failure， 第4个 case， 这是技术上的 failure。那旅客是一个舞蹈老师，术后2个月，因为他回去教课了。那不满意的就是那个 rescue 的，不过这种人有时候很难讲。所以我的心得，慎选病人。熟悉 anatomy， 小心为之，累积经验，然后不断的交流讨论。OK， 所以在我们内视镜的领域，其实 less is more。你破坏的越少，你留下功能越多。这个是我们发展内视镜手术最重要的意义。OK， 那再次谢谢长庚大学和长庚医院，还有我们脊椎微创医学会，还有在座的各位师长。好，谢谢各位。好，我们感谢谢荣豪谢院长的分享。那同一的问题，到时候我们有一个discussion 的 session 再一起讨论。好，谢谢。好，接下来时间是那个建敏哦。那个，我想建敏太有名了，我想也不用介绍，我只问建敏一个问题，你现在还在张机吗？还在。好，这个那就开始，好危险。OK， 好。不要，院长对我们很好。来，因为15分钟要讲130张slide我想大家也累了不要折磨大家。学术上的我就不讲，因为刚刚我们老师都讲过了刚刚谢荣好还有周主任都讲过了，所以你知道我是神经外科了我们是脑下垂体。那当时就是一只手可以拿2只器械，或一只手拿几只器械，这不重要，反正2只手可以拿3个器械、4个器械，那你就得训练自己。所以不要想单通道就是一个器械，其实你可以控制水、控制虚控制dissect 控制这一些，所以你可能有4个器械可以玩，那另外一只手可以跟小姐猜拳干嘛都可以那当然我一开始做内视镜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破坏少，可是最早你要做 tube， 像我这个就随便拿一个 tube 就在那里挖，
破坏真的少很多，但是还是有破坏哈。那我最早开始学是09年的时候，当时在总医师毕业的时候，老师说有一套器械你申请的都没人用，我说可是不是我去出国的啊，是他们去出国，他们去德国的啊，可是你申请了，那些人都不在，你要自己处理，果然自己就要去了哈，我们就去到德国哈。09年去的时候大概没什么人了哈，也不知道在干嘛，反正也不知道第一次出国，我第一次出国就到德国，很奇怪哦。那时候大概都没有别人啊，就是一些外国人，所以就很认真在学，也没有去哪里玩哈。然后我就陆续觉得不错，又回到德国哈。那我都带我们科都陆续都参加这样的活动，都是 Dr. Rutten 嘛哈。那也陆陆续续的在办活动，这是 BBQ 的猪啦哈。但以后不要这样做，这没办法做的哈。大家很认真在看，其实就是瞎扯一段哈。猪的那个 spine 太小。那这是我的第一台手术哈。我在护理站走着走着，一个护士问我说：“你刚从德国回来，那你会不会做这个？”骨科说要打10根钉子啊，你做过几台？我说不错100台，不是1台都没有哈，没关系就做了哈。做了果然就好了哈，果然病人就好了哈，2个伤口，自己就很骄傲哈，5天就回去了。那颈椎也是10年就开始拿腰椎的来做了，虽然不是很正统，但是想到就想做哈，也果然是好了哈。做梦也会笑，但是如果没好，就做梦就不会笑了哈。OK， 但是还是会有并发症嘛哈。你自己越来越骄傲的时候，就要越来越小心哦。这个向下有理的没拿到，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扩孔啊，没有这些器械哈，所以就成我永远的痛啊。我就想说，一定要处理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发明了一个叫打地洞的方法哈。大家如果常常做这手术，就在 corporate 就在body 后缘打一个洞，不管是向上向下有理，你都可以这样做，都不会有问题。那我发表在那个 World Surgery， 你可以看到是打地洞的 surgery， 那也是自己画图哈。那这是一个 case 哈，我们打地洞，骨头会自己长好，所以跟颈椎一样，不用怕，那骨头会自己长好。那10年我就在新加坡演讲，新加坡其实内视镜我们差太远了，还是很弱哈。那目前跟我们能够相当只剩下韩国而已哈，日本也还是不太行。那当时去演讲，其实没有人理我，讲完就下来，人家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哈。这是10年的事情。那后来就是我是歌手嘛哈，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的时间点就刚好那个时候进入大陆。那时候我在做脑下垂体的时候，隔壁就说：“你可不可以来讲一场？”结果讲一讲，他说：“你会做内视镜啊？”然后就开始在大陆开始讲，那威胁很多朋友。所以当年15年，包括黄医师他们都一起进入大陆，那时候刚好是发展的时候。所以时势造英雄啊，英雄绝对没办法造时势，就开始到处飞那这个是17年的里程，我总共5年内飞了180次来回大概90次吧那这个18年在印度那这影响我最深的，因为我1个礼拜都跟 Tony 一样在一起，每天都要跟他洗脑，他每天都跟我讲他怎么做，那我就跟他讲我怎么做，所以我们2个就在开始吵，他说我是他的 brother。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在玩，因为其他都是印度人呐，所以自己出国其实有好处但是很闷呐那世界上重要的一些急诊会议开始把这个内视镜纳入他们的一个 course 里面包括 Spinal， 然后 COA 这一些。那开 Spinal 大概17年开始有内视镜的 course 在里面。那再来就是 Global Spine 19年那个时候，那包括你看这个。出去玩最重要是认识朋友你会认识很多那种写 textbook 的朋友然后这个是在Global Spine，Global Spine 也是把那达沃斯第一次的那个 training course， 我遇到谢龙豪不过谢龙豪后来变成封面然后再来就是 NAS 当时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内视镜手术，那所以说其实世界上慢慢开始在注意，那现在又转成双通道，单通道反而没有那么的盛行。那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不过没关系，大家不要灰心还是可以，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发展那记得要多交朋友，为什么？我发现我去一趟韩国但我去很多趟了Comis 这些人都是活教材啊，全部都是 textbook 的。你再问一问，那一篇是我写的，那一篇是我写的那当然我就把我的所有整理了10年的整理，这是冠全医师帮我做整理的
你可以发现我一开始做 internal 后来做 transforaminal 多哈，那这个叫翻桌率啊哈。我们医院哈，我只有1天开刀日，我一定要在1个小时内翻1台，不然会没办法开。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开始你不会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做 general surgery， 那病人才会没有感觉。那这个满意度为什么会上上下下这么可怕？跟股票一样呢？因为每次有新的器械来，你就想尝试新的手术方法，你就来，然后每次来你就开始又遇到并发症，又开始满意度又下降，所以绝对不要想象说你会像股票一样永远的上升。那最早，其实我们医院是用沃夫的系统，哈。那慢慢的，当然 GMS 也有进入我们医院，再来就是 Spinal， 还有国产的凡图兹也会出现，哈。但器械一直在进步啊，甚至有咬不坏的一个器械，哈。你咬坏了，厂商有些时候会1比1的赔你，所以不用担心，器械越来越好。那现在问题就在耗材了，只有耗材会重复的一个，你必须要叫病人付钱的这个问题。好，所以内视镜是从一开始的盘内到非盘内到不是椎间盘的疾病，你都是可以拿来做的。好，那整个从后开，好，包括侧开、后开，甚至要做一个扩孔，好，甚至对侧的这样一个手术。那今天讲的是颈椎跟胸椎，当然周主任他们就讲很多了哈，我就不讲。最大的差异是 Spinal Cord 的问题 ，Spinal Cord 你不能碰，那这个黄韧带的构造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把腰椎手术的这些想法用在颈椎跟胸椎。那我会把它 focus 在胸椎哈，但这些包括这个 V 点到底离cephalo 的那个 pedicle 多远，这些你都必须要去了解，因为骨头是你最好的朋友。内视镜下你只会认得骨头，因为骨头上还有很多韧带，所以这些孔怎么去做？那胸椎大概就分成3个哈，但是我们常做的就是 atrioforaminal 跟 internal。哦，那比较高位的胸椎的话 ，C7 T1 的话，大概我们会后开。那到了腰椎以下的话，你可以侧开，你可以 transforaminal 去开这样的一个手术，这个地方都可以 transforaminal 去开。高一点的大概 internal 都没有问题。那 C7 T1 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vertebral artery 会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要挖，好像 disc 又带点鲜红色，那你抓了之后就是很好玩，就喷血了哈。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在高位有 apex 的问题，所以你做高位胸椎的时候 transforaminal 你也要特别小心。好，这是高位的一个问题。那有一些 case 我们直接这个都不讲了，因为这是简单的 disc herniation， 一样 V point 找到挖开 ，OK， 这简单的。那我们看一个downward migration，high grade downward migration， 那谢王院长刚刚有提到那我们做法也是一样，就是做大一点的laminotomy。那颈椎laminotomy不要怕，你只要不要破坏facet，其实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我很珍惜这骨头，不要珍惜骨头，没有意义啊。要珍惜spinal cord，对不对？然后你只把这个拿开，你还有地方有空间去做 manipulation。我们把做2节的一个laminotomy，不是2节 V point， 然后laminotomy上下贯穿。在18扣旁边，当然你的东西要不要进去？当然不要进去啊！你laminotomy完，你有空间你再进去嘛。稍微勾开一样，这18扣。那我画个卡通图，也准备投稿哈。拿空间换空间，这是我们内视镜手术最主要，因为你没有空间，你不要想说把东西挤进去，挤不进去的哈。那一样 C7 T1 一样，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用导航。那这个是手术步骤，我就不讲了，一样就是找到 V point。上下磨开你如果真的不会，就是上磨一点，下磨一点，左边再磨一点，大家均衡一点，不要上面磨很多点，下面磨一点点，右边又磨一点点那这样磨开之后，其实就是一个 tube 的 procedure。大家如果不会，就是把 tube 的 procedure 看一下，那你就会了，所以没有那么难。再来就是回家把内视镜握好，每天握着那一根，睡觉也握，起床也握，那你就会很厉害了所以这个就是减压完之后的。OK， 那 V point 在胸椎再往下走，很可惜你找不到，也就是在 T3、T4、T5、T6、你看不什么物件，所以你不要跟我说我在 T4、T5 我找到 V point 要开始做手术，办不到，那怎么办呢？家里如果有好东西，你就用导航系统，像我们就用导航系统用 CT 导航一样，那就很简单啦。
如果你有 robotic 的机器，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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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磨哦，那绝对很简单的。你告诉住院医师，我要磨开这里，磨开那里，磨开上面，磨开下面，就结束了哦。所以看到上上下下，要记得不要把胖曲随便放进去哦，会咬伤。OK， 这是18口。哦，那你可以看导航的伤口比内视镜的伤口还要大，但没有关系哈，病人不介意，因为他没有感觉。这是作为了拉米诺眼术前术后的一个影像。哦，你可以看到这术后好像几年以后是这样。那在 transformio 会遇到rib head 还有 IAP 的问题，所以这些你必须要先去掉，去掉之后你才能够进去。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步骤。那这个是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做 cadaver dissection 的时候把它做下来的照片了。哦，那我喜欢，因为 cadaver dissection 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做得更广。哦，那实际上我们只做几个，哈，大概2、3个而已。你看这个是已经胸腰椎交界，那你就可以 transformio 去做。OK， 一样。好，这个就 transformio， 其实跟腰椎很像，但记得不像的是18扣在里面。OK， 好，我们磨开。好，磨开。时间的关系就，这个比较不一样，是你会先遇到 IAP， 再遇到 SAP。所以跟腰椎不太一样，18扣在这里，不能 manipulation 它。然后这手术完，哦，术后，哦，当然没有很漂亮了，哈，不要 challenge 我说，啊，怎么还是差一点点，哦。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平常喜欢把它收集起来，哈。那我的结论就是 C7T1T 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做 interlamina， 哈，你不能 transformio 去做，因为会有危险。那到往下的话，T23好到 T12L1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 interlamina。那至于 transformio 呢，侧面都可以。那侧面要入针的近点在哪里呢？就是沿着 rib， 你要稍微水平这个 rib， 好，你就可以躲开这个 rib。那在哪个入点呢？在我们 chest wall 的最高点，那个当做你的入点，哦，那个点最安全的。进去之后是碰到 facet， 你不要进去之后是碰到浪，那就很好玩了，哦。你就会听到消气的声音，OK， 开玩笑的。那我们平常都会把这些收集起来，哈，你可以看这一份 paper， 我们把它有2个 chart， 我跟嘉义长庚医院的陈国泰医师哈一起完成了2个 chart 哈。那平常就是喜欢拍照，也没什么专长哈，就把照片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做一个想法，做一个 navigation， 怎么在spine 肿瘤或者 spine 的一个手术当中，哈，那有兴趣可以下载，有一些软体可以免费去下载这一些书籍，哈，当然希望大家买了，哈。那这个也是胸椎的，哈，你们刚刚看到的，所以出去的时候，如果你做 cadaver dissection， 你不要觉得那照片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你没有时间再去做，那你会想想说这些照片将来也许用得上，所以只要是相关 anatomy 你用得上，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哦，那我大概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平常在工作中把它拍下来，不是刻意去找的，就把它拍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回溯性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OK。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好的 master， 必须要先成为一个好的学生。可是要成功很难，就是要 learning training， 然后要 practice。可是 gold standard 是什么？你要 challenge gold standard。可是这个常有一个问题，就背骨，你知道背骨是这样，像年轻人在背骨，其实不是。背骨怎么办呢？你就要跟老师说，我有 paper。还有 paper， 再来 paper， 一直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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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写。老师说啊，那你是 standard， 好，所以大家一起走会走快一点。所以我常常跟说，学会应该要把 paper 啊这些纳入一个正统的，还是做传统的人，他会跟他讲说，我们才是正统，你们已经退流行了。OK， 谢谢大家。谢谢建明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后面再一起那个 discussion 了。那我们就是 close 这个 session。好 ，OK， 好。各位嘉宾、各位医师，大家午安哈。那我在此是非常荣幸的介绍包卓伦主任，也就是现在内视镜医学会的理事长。我跟包主任大学时代就认识了哈。那包主任在台大接受住院医师的训练，在 BQ 大师的指导之下，
自己在微创领域从MED 到单通道，后来到双通道，也成为一位大师。那我们现在非常欢迎包主任的演讲，谢谢。谢谢。谢谢国哥的介绍。那刚才今天也是那个韩国的 World UB Society 的一个年会了，所以我刚才躲在后面跟他们参加线上会议，然后现在所以拜托跟谢总好迁居一下位置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们亚东医院就用 UB 做这个 cervical spine 的一个经验那我们知道颈椎的退化大概不外几个原因如果它是 radiculopathy 的话，那它可能是因为椎间盘突出造成的，或者是 Winkover 的 broad joint 的 hypertrophy， 或者是 facet joint 的 hypertrophy， 有从前面来压到的，也有从后面来压到的，那就端看你在诊断上面怎么去做判断。那我们还是不厌其烦的想跟大家讲说当你在做颈椎的 radiculopathy 的判断的时候如果能够跟你的放射科医生协调让他帮你做一个经过 foramen 的一个 oblique sagittal view 的话，那会让你看到这个影像会更清楚像同样的都是C56的一个 foraminal stenosis 那左边那张看起来就是一般的 sagittal view， 你就看不太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去压到神经。那右边的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 spur 或者是一个 calcified 一个 disc 去造成一个 foraminal stenosis， 那你就知道你的敌人到底长什么样子。那在我们看起来CT 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了那 CT 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压到的到底是calcified 的东西呢，还是 spur 呢，还是软的？软的话，我们或许从后面呢也可以闪过那个 spinal cord 去把那个 disc 把它套出来，那这样病人的结果可能就会更好。那在radiculopathy 上面呢，保守治疗其实有相当的角色了那文献上面 review 告诉我们说，它保守治疗成功机会有75%到90%，我自己临床上的经验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颈椎的 case 呢，其实就非常的少，很多的病人呢，保守治疗都还不错。那对我来讲呢，我比较喜欢就是不要去改变病人的 anatomical structure 了所以我对 PCF 就情有独钟。我去回顾文献上在 history 上面来看，成功率大概可以到达95%、90%到95%以上，所以相当一个不错的一个好的做法。不过这些都是旧的文献，那为什么后来这些做法并没有一直维持、一直流行到现在？最主要就是以前是用传统的 open surgery， 会造成很大范围的 muscle dissection， 还有以后的 muscle fibrosis segmental instability 等等的一个问题。那后来呢，慢慢大家就走到前面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保留后面的这些muscle 的 structure。那它是不是没有角色了呢？没有，还是有人在努力它从 open 慢慢进步到 tubular retractor system 的一个 MIS surgery， 现在进步到 endoscope。那我们就是目的呢，就是除了维持原来的减压的效果之外呢，我们还是希望减少这个 facet joint 的破坏，减少 muscle 的破坏，让病人能够 recovery 更快速。最重要的是保持它的 physiological function， 而不是去做融合或者是做 ADR。那 UB 呢是我去韩国学回来的它是透过2个小伤口跟 normal saline 的 irrigation， 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手术。那这是手术的一个实景的你可以看到水一直不断的在进去跟出来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小伤口呢来进行这样的手术。那手术操作的时候呢，2只手操作其实也还算蛮轻松的了那如果控制水压跟止血做得好的话，你就可以在内视镜底下看到这个很清楚的一个视野那几乎是不会流血。那也可以在里面进行很多样的手术用 osteotome 啦，用 burr 啦去做这个神经的 manipulation。那既然看得清楚呢，就不太容易会伤到这个是它的原则。那最重要的2个工具呢，一个是 arthro care， 也就是 radio frequency， 它可以做很有效率的 tissue ablation， 或者是帮我们做很好的 coagulation。那常用的呢有90度跟0度的有4 mm 的、1 mm 的这种大小你可以选择。那当然在颈椎2只都应该备着比较好了一只做大范围的tissue ablation， 另外一个小小的呢可以用来做止血。那在 burr 的上面呢，我比较 prefer 比较小比较细的 burr 那我用的是3 mm 的 diamond burr。那我的几乎的所有的 bony work 呢，很多都是用burr 来完成的，最后再加上一些 osteotome 的一个小小的修饰。那在摆位上面呢，我们这有点就是比较重要了我们没有用头钉，我们就让病人的头呢很自然的放在那个趴垫上面，但是肩膀呢、脖子要往下拉才能够 lateral view 才照得到。那最好建议用的是一个 radio frequency、radiolution 的一个surgical frame， 要注意这个髋关节、膝关节要让它放松。那最好是保持颈椎能够水平这个地面。那这是我们定位的一个
结果了哈，用侧面来定位，用正面来决定我们的 skin initiation 跟 localization。那当然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所谓的 V point。好，那这一个 case 哈，我们看到他这个病人哈 ，spinal cord 其实可能有都还不错。病人有 C6、C7的一个 radiculopathy 的症状。那我们看了 MRI 之后发现他其实 C56、C67都有明显的狭窄，所以我们打算去做 foraminotomy。当然 spinal cord 当然就不用动它了。那这是我们刚开始开完刀的一个结果。C67看起来最右边的 C67看起来很不错 ，root 很清楚。那 C56在做的时候呢，就有点心虚了哈，就觉得好像到底够不够不晓得。这刚开始的 case 总是不知道，觉得这样就好了吧，大概会好吧。都已经看到了哈，结果呢，病人呢开完刀之后，果然 C7 的症状改善得很好 ，C6 的症状就改善得不好。在做 MRI 的 follow 呢，看起来foramen有打开了，但是好像还不太够。所以这次呢，我就跟病人商量的，经过2个月之后呢，又再帮他再做一次 C56的 revision。这次呢，我们就换了方法我们从 foramen 的里面去做 inside out 的 approach。所以说，这次本来是站在利群的同侧，现在站在利群的对侧，所以在西岸的 AP view 底下看到定位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原来的没有减压足够的再把它减压，做 subcontrol 的一个那个 decompression。当然了 ，root 稍微有点点 abrasion 毕竟是一个 revision 的手术，但是病人症状改善得非常好。这是第2次手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一般的 case 呢可以做 ipsilateral 的 foraminotomy， 但我们也可以再更进一步用 inside out 的或者是 contralateral 的 inclinatory 的 foraminotomy。那在 image 底下看起来当然就有点不一样了但是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持器械的这个方向如果是用 inside out 的，它比较顺手；那用同侧的话呢，它就反手，那做起来呢，这拿起来就比较困难。那在这个 foraminotomy 的这个地方laminotomy 的这个 window 呢，在inside out 的也会比较小，因为它做的是 sublamina 的一个 decompression。那这是手术的一个过程了先找到这个 V point。那我讲的都是 inside out 的，所以说 V point 在我的正前方，那右边是 C6， 左边是 C7。找到 V point 之后呢，把它扩大之后，先找到一个 nerve root。nerve root 你可以看到 facet joint 在那里，还是把神经根压着然后就用 osteotome 去把它做 undercutting， 把里面的神经根把它 expose 出来，确定。那这是 video 了我们就用小的那个 osteotome 弯的去把它敲下来之后，用小的 curate 慢慢的把这些小骨头把它抠下来。抠下来之后，你发现哇，很好，这个神经根开始有 pulsation最后这一下勾掉了。仔细看，这神经开始有 pulsation。那前面 upper pedicle 也看到了 ，lower pedicle 也看到了，整个通道看到了，而且神经更有 pulsation， 那就 OK 了。这个你可以很开心的跟病人讲说，应该就会好了。那这是手术之后的一个结果了手术伤口比单通道比起来，当然是多了一个了多了一个小小的伤口。但是你看术前术后的比较我们没有把前面的那个 calcified spur 拿掉，但是病人的症状呢 ，foramen 的 decompression 相当的好。不过这病人也没有什么 myelopathy 的症状，所以他就这样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再 review 一下就先找到 V point， 把 V point 扩大变成 U point， 然后黄韧带把它掀开来，把底下的 perineural membrane 拿掉，找到神经根往外做。往外做，那大部分的时候呢，黄韧带其实是不需要拿掉的因为我们的重点，我们的敌人是 foramen， 是 nerve root。那 dura 呢，黄韧带就把它留着，可以保护神经。这样后来也比较不会有 adhesion 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 inside out 的一个 foraminotomy。我们看到手术前跟手术之后，我们所做的那个 laminotomy window 真的非常的小。小小的一个 window 呢，可以保留 facet joint， 也可以解决病人的症状。这个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技术还算满意的地方。那什么时候做到算是 OK 呢？我刚才讲的要找到上一节 pedicle 的下缘，要找到下一节 pedicle 的上缘，两个门之间的通道呢是通畅的，神经根看得到了，可以 mobilize， 再加上如果有 pulsation， 那就成功了就成功了。那我们做到目前为止我稍微报告大家初步的一个结果了36个病人38节。那平均年龄大概60岁那大部分都当然是 C5、6、6、7了那 segment 的大部分是1节的，2节的有2个 ，diagnosis 大部分是 foraminal stenosis， 椎间盘突出的也有一些。
有2个 case 是 revision 的，包括刚才那个。那结果是都不错了哈。那病人恢复的相当快，大概第2天、第3天之后，大概就很开心哈，就可以去散步，甚至去逛街了哈。那如果说我们用 McNabb criteria 来看的话，94.4%可以到 good to excellent result。那 VAS score 呢，可以从7.3分进步到0.9分，相当好了哈，病人都没有什么感觉了。那 ODI 呢，也是从54.6进步到14.6。我想这个不只是进步很多很重要了，这个绝对数字也很重要。早上的那个新加坡医生，他的病人我看了一下哈，他的 ODI 只能进步到30几分而已，哦，所以其实并不是很好。那 complication 没有 Dura-Tail， 但是有2个 case 哈，都刚才秀给各位看了，大家仔细看都看到 root 上面有一点 abrasion， 然后有一个病人 transient 的 numbness， 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 complication。不过在这个 serious 之后呢，在我统计完的时候就有产生一个 complication 的哈，这个跟大家分享。刚才荣豪兄不是荣豪兄，那个建明兄讲到，这个就是 vertebral artery 的 injury， 哦，就是 too aggressive 想要侵到 root 的外侧。那我们用了这个小小的这个 muscle care，immediate 的，叫慢慢垫，希望去把它 dissection 开，不小心一碰到就变成这样子，整个都是红的了哈。那你如果去看 anatomy， 这个 vertebral artery 或旁边的小 branch 呢，其实跟我们的 foramen 跟 nerve root 其实距离相当近，所以你走得太外面的哈，走得刚好就好了，不要再走外面了，再走外面就容易这样子。要怎么解决呢？好不容易在一坨血里面哈。把那个我们的舌距缝或 flow 的这个管子插进去，挤进去，把这些凝血的这些药剂挤进去之后，停留在那边观察个2分钟、3分钟、5分钟，拿掉，终于过关。还好只是小小的 Endoscopic 垫了一下了哈。如果今天是大的 Endoscopic 给它垫那么一下，大概就惨了了哈。那这是最近我们一个尝试做 myelopathy 的 case。这个病人他本来就脖子酸酸的了，他是一个卡车司机。那在工地的时候不小心脖子被东西撞了一下就越来越痛，脖子越来越痛，手越来越没力，有一天越来越不能走了哈 ，spastic gait。那 PE 做起来呢，就 C 的6、7、8的 sensory deficiency，muscle power 剩下3分。那走路呢也有还有 DTI 也有增加，有 clonus， 走路是 spastic gait。那我们看到一个。在 ligamentum flavum 有一个 cystic lesion 啊，那我猜想从他的 trauma mechanism， 我猜想他是一个 hemorrhagic cyst， 但是病人已经有很严重的一个 myelopathy 那我们就试着做 UBE 的减压这个是术前我们看到相当的大那前面要不要做呢？我先暂时不做了先解决他的神经问题再说毕竟这个不是一个老人家。那我们选择的是用同侧去做这次就不再做所谓的 inside out， 因为我们重点不是 foramen， 我们重点是 canal。那找到这个可以在内视镜底下清楚的看到这个 cyst 的一个 margin， 慢慢的神经沟我就把它拨开。但是也有打算的万一这是一个 tumor， 那就只好 open 做。就不再尝试用内视镜做。那在拉扯的过程当中里面就有一些 content 看起来有点像 hemosiderin 的 content 跑出来，可能跟我们的术前诊断可能也差不多了，可能是的那送去做 parcel 也没有得到 definite 的结果，反正它就是一个良性的 cyst， 拿掉就没事了。最后拿完的时候呢，这看起来 Dura 就很漂亮 ，position 也不错。这是术后的 follow， 你可以看到这个 cyst 都不见了，spinal cord 的恢复得很好。病人在1个月之后就走就很好，只剩下一点点的 gait 的一些问题，手的力量就恢复了大概80%，很开心。我们做了MRI 的 follow 就发现它其实2边的 facet joint 我们都保留得很好，那中间的 laminotomy window 呢其实也不多。我们做的是2节的C5跟C6吧，记得 C5跟C6的一个 hemi laminotomy， 小小的一个 hemi laminotomy， 所以得到结果是相当的不错。所以总结就是这个用这样的 UB 的技术来做呢，它是一个 Endoscopic technique 它安全又有效了，而且符合人体工学，在操作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说它的视野干净又放大，不会流血。那我们可以在里面做很多很细节的一个手术技术。那最重要就是对病人的伤害很小，那 minimal 的 intra-OP 的 blood loss 恢复很快，那可以避免这个 ADR 或者是 fusion 这样子的一个 procedure， 让病人维持他原有的 physiological function。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非常谢谢包主任演讲。好，我们把讨论留到最后，我们给下一届的座长。大家午安哦，我是牛志健医师。那今天我很荣幸来介绍我们长庚医院一个明日之星神经外科的卢玉仁教授。那卢医师他去美国是做脑血管跟颅底的一个 training， 然后甚至做了一些有关脑瘤的一个fellow。那回来之后做了很多 basic research， 甚至做了跟临床有相关的，然后他有很多专利，那甚至有一个专利已经进展到就是商业，那甚至拿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技转金额哈。那卢医师非常聪明哈，所以他也是跟刚才陈建明一样做颅底的。后来现在去做了我们的那个 Spinal 的 Endoscopic， 那我相信他是不是真的做颅底的人做 Endoscopic 会特别有一些好像优点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他的一些演讲，那看是不是也是非常有让像陈建明一样，那么让我们有一些惊叹之处哈。那我们卢教授，请，谢谢。谢谢牛教授的介绍，我想这真是一个缘分。我跟荣好是差一届，我们都在长庚 training。那我来长庚，他是第1个月跟骨科，我是第2个月。那我那时候是跟傅再生医师，所以这是一个缘分。3年前我们一起去那个西藏旅游，回来之后我就对这个内视镜产生兴趣，所以现在有机会做一个小小的报告。那我的题目是 posterior percutaneous full endoscope cervical foraminal 跟 discectomy。那我这边没有像刚那个周启凯医师有那么多 HIVD， 大部分都是 stenosis。那我先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从后面做这个PECF 啊？那因为神经外科做蛮多 cervical disease 的，那当然 ACDF 是我们目前治疗的 gold standard。那刚刚周医师有说这个杀鸡用牛刀，我们这个 cervical disease 有 myelopathy 有 radiculopathy， 但是常常我们在门诊看到就是 unilateral 的 radiculopathy， 没有任何 myelopathy， 你就想要给他做一个 ACDF， 你就会想到说 ACDF 有一些后遗症，包括就是你把它 fusion 起来 limitation of motion， 那 limitation of motion 之后就有这 ASD 跑出来，平均每年会有1到4% 的这 revision rate， 大家会觉得说那有一个取代的东西就是做 ADR。不过 ADR 很贵啊。第二个 ADR 它只是 partial physiology， 第二个它 ASD rate 目前统计出来并没有比这个 ACDF 真的 symptomatic 真的有减少。那当然包括就是 HO 啊 mechanical failure 啊，还有这些 spontaneous fusion 都是时有所闻的。那所以说当初就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病人群扩大，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其他的术式？那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理论基础，所以我就 review 一下这些 article。那就这个2017年这日本人卡达巴 study， 他C4556两边 foramen 做不同的术式，看哪一个能够增加这个 foramen 的大小。那它包括这个 ACDF 或 ACDF 加 UVR， 或者是单纯做 foraminotomy， 或者是前后都开，或前后极创伤的 ACDF 加 foraminotomy 加 UVR。发现就是在 neutral flexion 以及我们最在意的这个 extension 的动作里面，只有一个术式能够把这个单纯一个术式把 foramen 的面积撑到最大，就是只做 foraminotomy， 前面这些都只是锦上添花，并没有明确的效果。第二个就是 stability， 因为我们从后面开就觉得怕伤害到这个病人的颈椎的 stability 啊。可是你看一下，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 finning element 的 study。他就评估说，就是没有开这 spontaneous cervical spine， 然后你从后面做 PECD， 跟你前面做 ACDF， 结果令人意料、出乎意料之外，稳定度最接近原本 spine 竟然是 PECD。不管是自然的状况，或是有加一个 compression 的状况，它都是跟自然的 spine 的稳定度极为类似，比 ACDF 还好。所以说有这样2个理论基础之后，我大概就是3年前我们科就是想要收这些 indication 进来做。那 absolute 的 indication 跟这 tubular 的 surgery 是完全一样，就是 subarticular foraminal soft disc， 就 lateral disc。第二个就是 osteophyte 硬的骨刺 foraminal stenosis。那因为那时候还年轻，觉得年轻的时候想要多 include 这样 case 进来，我就有扩大我的 indication。刚刚前面几位前辈也都有描述过，就是 relative indication。那包括哪些？包括开完 ACDF 之后有些 residual 的 symptom 或 recurrent symptom。第二个就是 multiple level cervical foraminal stenosis， 你舍不得把它的 C spine 给它 fusion 起来。接下来就是极低位 C7T1， 从前面开有一个阻碍。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常见到就是 adjacent segment disease， 你不想要从前面再看，你想后面减少它单侧的症状，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收进来。那 control indication 有哪些呢？就是你觉得它不稳定，或者你觉得它要myelopathy， 或是他以前有开过 foramen， 或者是他单侧的 lateral mass hypoplasia， 你觉得从这边做危险，我们就不要收。那这几个东西我们就是都已经 criteria document 好之后，我们还想 review 一下别人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那别人成果怎么样？那如果有人做过，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在 investigate 可以发表论文？所以我们看，整个设备下来，直到今年为止，只有一个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就是2008年 Dr. Rutan 165个 case，81:84 ACDF 对这个 PECF 或 PECD。发现不管在 neck pain 或是这个 arm pain， 主要是要治疗 arm pain， 在追踪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它追踪3年，就是说这2个都是平起平坐 non-inferior， 甚至 long term poor outcome，occasional pain 还有没有 improvement 也几乎都一模一样。所以这篇 study 就是跟我说 PECF 你只要选对 indication， 刚刚荣豪说选对 indication， 它的确是一个几乎跟 ACD 的平起平坐的手术方式。所以从2019年到现在，林口长庚神经外科收了76个 case 啊，那男性是31个，女性是45个，平均年龄55岁。那右边28个，左边47个。那以前有没有做过手术？我们有1/3就是 revision surgery 啊，就是17个，就是以前有开过 ACD， 从后面再 approach。那大部分都是 fresh case。那我们有做1节、2节、3节、4节。不过3节、4节后来都扬弃了，因为3节、4节超高位、超低位都 approach 没有办法做完全减压，但是2节以内是可以。那最多节是 C5、C6， 第二多是 C6、C7。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成果。我简单介绍，这是一个典型的 case， 一个病人就是66岁女性，左手痛 ，C5、C6、PE 有这样的症状。MRI C45 就是有一个 Budgeon disc 在 lateral 的地方 ，C56 equivocal 看起来 foramen 地方有一个 Budgeon disc， 所以我们还会做一个 selecting nerve block 跟健华选了之后，做一个 nerve block 确定 C56是不是有需要做手术，如果需要就2节剂处理，如果没有必要就处理单节。那这是我们的手术摆位啊，那我们一开始也是神经外科喜欢固定做 Mayfield 就把它折脖子。后来觉得做内视镜手术不需要非常 rigid spine， 所以就变成像现在这种术是用这个 spinal table， 然后头部在阴影的地方用一个 tape 往前，就是稍微拉一下，把 interlaminar window 拉开。因为这个手术时间大概需要1个小时平均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有一个舒服的姿势，你不希望穿着铅衣，还需要一个很痛苦的姿势，因为开久了又漏水等等。这是我们姿势，那主要的位置就是萤幕的位置。你会在我们是站在病灶的这一侧，那萤幕刚好是斜对角，所以这样站起来最舒服。那实际上会放在头侧的地方，有必要的时候可以照一张。approach 的方式有分2种，都可以。direct lateral mass approach 直接 ducking 到 V point， 速度快。那我大部分是做 central approach。central approach 你如果配合有角度10度或30度的镜子，你往外侧做，可以像刚包理事长说的，就是 undermine 去清这个 foramen， 减少这 facet 的破坏，把它减到10% 以下。一开始做这个颈椎 approach 的时候，大部分人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铅笔啊插不进去啊，跟 lumbar 感觉差很多。像建华就有提出这个问题。那主要原因就是刚刚包理生也有说，我们这 C-spine muscle 是错综复杂，它是做这个灵活的动作，所以它有 superficial middle 跟 lower label 层与层之间都有很厚的fascia啊，所以你要穿透这些fascia，你又不敢用力戳，你怕一戳到 spinal cord 往外戳到前面的 VA 或是 carotid artery。最好的方法就是 sharp dissection， 就是图一。直接用这11号尖刀一路把3层发下来，在西岸的下面切到接近 lateral mass 的地方，切出一个大的一个造口，你的 obturator 就可以直接放在 facet joint 找到 V point， 非常轻松。手术的姿势，这是我自己的手术姿势，大概就是左手6字形握法，器械是反手持，这是做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术式。那刚刚荣浩有说右手要用无名指跟中指顶住这出水口的地方，不是要堵住出水口，是要 holding 这个 burr， 让它不要就是突入。那最后我都会打这个 epidural steroid， 会放一个 drain。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手术的方式。那一开始进去大概花5分钟，把 soft tissue 打开，然后找到 V point。那 V point 清除之后呢，就会看到这个
IAP 跟 SAP， 把 IAP、SAP 稍微把它打开一些。那就是这边的骨头，那这时候呢就可以用 BIR 开始把这些软组织跟骨头一起清除。这时候下面那一节的 lamina 如果把它打开之后，会瞬间看到我们黄韧带缺口的这个地方。这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这个 bone 里面的 landmark， 因为从这里往内就不要做了，要开始往外缩，把 facet joint 打开。那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facet joint 里面看到 nerve root 都是这些 perineural membrane， 它是发炎，所以它很粘连 strangulation 我们的 nerve root， 所以造成这些神经学症状。这时候有耐心，慢慢的把这些 membrane 给它清开。那清这些 membrane 过程要从内侧往外侧清，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从外侧往内侧清，有时候不小心卷到我们的 root， 这里比较会流血啦，所以说需要花一点耐心，点一点止血，控制血压还是蛮重要的。最后看到这是 membrane， 这就是病灶，那这叫 spaghetti mesa， 就是在卷意大利面，慢慢把这些 membrane 给它清开。那清开之后就看起来会像这样。那我蛮常做这 sliding technique， 就是一个洞往下面做到下一个洞。那它的动画上面看起来就是由上往下，那在同一个伤口再发下一下。那由上往下这个过程，下面那一节有可能会造成比较多的 foramen 那个 bony structure 的破坏，待会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基本上如果要做到这个 discectomy 的话，我们会就是有一个叫 partial pediculotomy 跟 partial vertebrotomy。那基本上如果是做PECF 动作就做到 B 这里就可以结束。可是如果你想要拿 rupture disc， 你可能没有办法 go spinal cord， 也没办法 go nerve root， 你可以破坏下面那一节 pedicle 内侧的地方3到5 mm， 以及下面那一节骨头的 superior outer 的地方bone可以磨掉一些。你可以 undermine 不勾这些 structure 去拿这些 nerve root。那这就是建明理事长说的挖地洞。就牺牲骨头，完全要保护我们 spinal cord， 然后把 disc 从下面把它拿出来。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是右边的上面，可以看到 pedicle 磨了大概3到5 mm， 就是那个骨性组织。如果还想再磨，可以再往下面磨到下一节的 vertebral body。这里的 disc 稍微把它挤一挤，它就会跑出来。跟 lumbar 不一样，就是就不用伸到 disc 里面就抓，因为C-spine 跟 lumbar 的 rupture 的形式不一样，不需要在里面大量的抓，破坏 disc 太多。刚周医师有讲，这 disc 还会下降很多。那最后这个 root 它 compression 就慢慢恢复形状，就可以再把上缘的地方的这些粘连的地方清开，这 nerve root 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disc 相对的位置大部分都在 axilla 的地方，以 C45 为分界 ，C45 在前方，下面都是越来越靠近这个 axilla。那检讨一下我自己的成果，大概男性跟女性效果都一样好啦，就没有性别差别。然后接下来我做 sliding technique。36对30，做 sliding technique 的效果甚至比单节更好，因为他们疼痛感觉就是改善更多。那我自己比较我跟腰椎，那我目前腰椎做143个啊，我觉得我做 C-spine 感觉就是效果甚至比腰椎更明确。那有几个 complication， 包括一个做 pediculotomy 有一点磨到这个 epineuron， 然后或者是 Lacunball tip irritation 到这个 nerve root， 但是这个拔掉或者是稍微打在 nerve block 都好。有3个有 transient 的 C5 posse， 主要是没有使用1号 Kelly 再加上 disc height 比较低，进去用2号以上的 Kelly 去 decompression， 会 crush 这 cervical nerve root， 会有这样的并发症。有一个比较严重有 spinal cord injury， 它是 posterior colon syndrome，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手术提早打开黄韧带，所以我的水压跟 mechanical compression 直接压在 spinal cord 上。那术后病人就是觉得 proprioception 不好，站不稳。那不过在使用类固醇2个礼拜之后，几乎也都完全恢复。那这个就不再赘述，因为我们要攻击的地方，前面几位前辈都说是 membrane 而不是黄韧带。最后一个有趣的话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 structure 的部分，刚刚除了 disc height 减少，大家比较在意就是 cervical 常常有点 kyphosis， 那会不会你开完之后更 kyphosis？ 那在韩国人最近很喜欢讨论这个，他们说其实很多不是 structural kyphosis， 是 physiological kyphosis， 也就是说它有 HIVD， 它做 extension 的动作，它就会 spurting side 跑出来，它造成就是手很痛，所以它一直保持一个有点 local lordosis 的形状。所以他去统计啊，小于10度术前，他做完之后，病人可以从-2.5回到-11.3，变得比较 lordosis。
那大于本来就是 lordosis 不错的，可以从-17.5增加到-19.9，所以他觉得这个很好啊，还可以恢复这个 cervical structure。再回到更早之前开发这个 foraminotomy， 在1970几年的时候，就是讨论这个单侧facet到底可以清到多少才不会影响稳定度。那结论很简单，就是不要清facet超过一半以上。超过一半以上，不管在 flexion 或 torsion 的时候啊，这个稳定都明显变不好。我们 C-spine PECF 大概 facet joint 的破坏都是10到15% 以上，所以极少。那但是呢，中间有个 tricky 的地方，因为我做蛮多2节的。那你做单节呢？你当然说你破坏facet很少，可是你做2节有一个问题，你 single port incision 往下走的时候，下面那一节 foramen 你必须破坏比较多的 IAP， 你才能进到 foramen 做一个足够减压。那你2节是否还能够维持一个好的 C-spine 的 curvature 不受损伤呢？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我用3个 parameter， 一个是 cervical curvature 了，第2个是 disc index。不过我不像周医师一样有常拿蛮多 HIVD， 我大部分是 foraminal stenosis。所以 disc height 我本来就预期不会有影响，可以看得到就是我单节跟双节，可以看到做双节甚至恢复 lordosis 更好，从-8.1增加到-13.5，恢复 lordosis 很好 ，physiological lordosis。那 disc height 完全术前术后都没有影响。那我做 recessive degree 就是往前的时候2节 body 是 A， 往后位移是 B，B 是负数，所以 A 减 B 是一个最后一张。A 减 B 是一个正的数目，数目越大就表示你开完刀之后越不稳定，所以我只讨论 C56。例如说 C567，那它是 upper level， 就破坏的比较少。C45656节担任 lower level， 它破坏就可能 IAP 切的比较多。我就比较这2节，在手术之后可以看得到，的确有一点 trend 啊，就是当下面那一节的时候，上面那一节是-0.26， 但它当下面那一节的时候，位移就变0.33。但统计之后似乎又没有一个统计上的意义。那后来我把 incision 稍微往下一点，下面那一节破坏的 foramen 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的 conclusion 就是 PECF 是一个有效又安全，可以解决单侧 cervical unilateral radiculopathy 的一个术式。那 sliding technique 也是安全，那它不会造成一个长期的 cervical 的一个 kyphosis 的问题。那最可怕的 complication 是 spinal cord injury， 那就是要先做 V point 的，先不要做 laminotomy， 接下来让环韧带做一个 cushion， 可以保护我们的 spinal cord， 然后 docking 在我们的好朋友骨头上，然后多用这些动力系统，不要直接用 Kellyson 做一个暴力的一个减压的部分。那谢谢大家，谢谢。所以我们这几个题目哈，都讲了一个 C 跟 T， 当然 C 为主了哈，再做 PECD， 那有 A 跟 P 的这2个差别哈。那大家请问一下，下面有没有人有特别来那个？有问题就直接不要客气，就来前面了哈。麦克风全部在我们这。那个，我是尤进孝，那个桃园医院。那谢谢那个各位讲者。那我想 C-spine 的那个内视镜，我觉得 indication 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大概在 lumbar 的 decompression， 大概这几年大概做将近200台啊，但是 C-spine 的 stenosis 或者说后开的内视镜大概不到20台。那我想就是有些 indication 我自己也在抓。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各位讲者，就是说在病人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单侧的 radicular plan， 但是没有
myelopathy， 但是它有比较明显的 axial neck pain， 好，那 disc 也是比较狭窄的话，那这是你们在手上，你们 axial neck pain 是一个，你们会做一个 PECF 或是 decompression only 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地方，还是一个 control indication 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会对这样的病人2个好几节，我可能会直接做 HDF。那我不知道各位的意见怎么样？这样，谢谢。那个如果是只有 radiculopathy， 那你说disc height 下降嘛？那 ACNN pain 有时候是 facet 的 pain 呢，所以你同步你也可以做那个 mid branch 的一些稍作 facet 的一个治疗，就进去之后就顺便做。那当然手术前可能你可以做一些 broker， 那 broker 好之后 ACNN pain 消失，那你就同步在做这个 furotomy 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步再做一个 facet 的一个操作就可以了。所以理论上是 OK 的，如果是做内视镜。axial neck pain 的来源其实不是很清楚了你就像刚才讲的，你如果用 nerve block， 其实可以做尝试看看去找出它的一个 axial neck pain 的来源。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合并有这个 radiculopathy 很明显的话，我还是会先做这个 posterior 的 cervical foraminotomy。毕竟你要做前面，你做完了后面之后，你前面不是 control indication 呢？万一将来你想要再做 HDF 的话，你 always 有一个 option 在。所以当你做完了后面，如果你解决了它的 facet 的问题了之后，也说不定它就过关了。那后面融合就可以留在就 second option 这样子，这是我的想法。就说，其实像我 C-spine case 算不少，我目前 CDA 做了大概 artificial disc 脂肪超过950颗，那所以大概哪些病人要做 PCD， 其实我现在考量还是说比较 complicated， 大概我还是选择就是说，我们做 HDF 还是 CDA。今天其实病人最讲究的是效果好，你今天手术做了，像我们台中总 PCD 大概病人花费12万多，今天手术做了效果不好，其实病人是很多的抱怨。那其实我觉得说 PCD 的话，今天 simple disc 其实是最好选择的。你今天把 rotor disc 抓出来之后，病人大概基本上都有效。那假如说你要做到 stenosis， 其实因为我自己的 case 算多，这么多年来我的刀排2个月，所以别人动过的 complication 基本上都转给学弟。那我自己开过刀的，说造成 reforming stenosis， 其实非常非常少。其实我今天教学弟妹常讲减压就是王道，就不管做 C-spine、T-spine 还是 lumbar spine， 我们做 MST 利服，常跟他讲减压就是王道，不管你今天放什么 implant， 一定要做得彻底。所以我 C-spine Luscar joint 两边都做得非常非常彻底。我们的央 B 也问我说，像凯哥你两边做得这么彻底，你到底放人工椎间盘会不会变成不稳？我跟他说我放超过950颗，没有一个病人 instability， 没有。两边 Luscar joint 做得非常彻底，很多人告诉我没有看过比我做得彻底的。事实上，人工椎间盘它是一个刚性的一个结构，你今天只要 case 选择的好，它今天本身是 stability 算是好的。你今天即使两边 Luscar joint 做很彻底，你再放一个人工椎间盘，基本上是不会造成一个 instability。所以我自己的 case 大概绝大部分追踪，不管是 HDF、CDA。还是 PECD， 就慎选每个 case 至少以我来讲，我自己绝大部分病人满意度都还算是不错，当然也有遇过不满意的所以刚刚听卢教授讲，他们1/3都是大概 foraminal stenosis， 我是蛮惊讶的，这些 case 的来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认为当初这些 case 就是当初减压的不彻底，有的病人告诉我他去看过其他医师说1节半个小时就好。对我来讲是绝对不可能。我开刀其实不快，但是我做得很彻底。谢谢。那个孝哥，你这个问题是说 axial pain 是不是 surgical indication？ 我基本上我先讲回答，我回答不是我的 indication， 就是我不会因为脖子痛去做 PECF。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曾经有几个病人做完 PECF。
是不是 contraindication？不是我的 surgical indication， 有可能是 contraindication。因为我一开始开的时候，有几个病人有 dramatic 的脖子疼痛改善。那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学啦，所以我烧肌肉烧很久，烧完之后我才会拿那个开始做 foramen。那后来我开始做快之后，这样的 case 的数量就是因为我做 PECF， 脖子痛改善的数量就开始大量减，没有效，没有对这个 SL pen 有效。后来我回顾看，我觉得我一开始烧很久的时候，应该就是做 medial branch 的 block， 就是把这个median branch 都把它顺便烧掉了，所以说他脖子痛好，甚至有一些 sympathetic 的症状也都改善，什么看东西变得比较清楚啊，头痛都改善。但是后来做得越快，这些附加的效果就没有出来。那第二个是脖子的痛，这个是一个很 dirty 的一个 trash can。这个里面有超级多的疾病，我相信有很多在座的人就是脖子痛开了 ACDF， 他也没有好，就是蛮奇怪的。这个脖子痛有很多是 fascia 是 facet 是 unstable 还是其他有没有什么？那也许就是要像建华做一些 injection， 你这个 injection 之后有改善没改善，这个才是你能够做一个诊断的辅助工具。例如说 TON 啊。或是其他这些 injection 有改善，那你做这些 PECF 都没有效。基本上，我觉得因为 SL pen 实在是太模糊了，所以说它不太是我会劝说病人开刀，除非他合并有明显的 reticular pen， 那我会跟他讲清楚，就是为了手痛，那脖子痛附加如果有就赚到，就这样子。Axial neck pain 其实很复杂啦，不过我的哲学很简单。你如果担心他开完内视镜不够理想、不够好，那你就做 ACDF。所以我的 ACDF 和 PCD 的比例是相差很悬殊的。就是不要为了发展新技术，然后或者是去练习，或者是去 show off， 然后造成你个人的病人满意度下降。所以我的哲学很简单，你如果觉得不能guarantee 你的 result， 那你就做比较 safe 的方法。这个也是童宁阳一直教我们的，你要 guarantee 你的 result。谢谢。这样还没人有问，来。是，那刚刚卢教授最后一个 topic 有提到说那个kyphosis 有些是 pathological， 有些是 physiological 的。那传统上我们认为说 kyphosis 做 PD 其实是个不太好的这个决定。想要请教您，就是说，既然有些是 physiological， 您现在目前的 practical 日常的这个 practice 里面，哪些的什么样状况的 kyphosis 你觉得实在是千万不能做的？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kyphosis你觉得说可能是比较不好不应该来做这样子的手术的一个的状况？谢谢。那个就是说 kyphosis 这个就是目前没有文献给结论，因为它简单讲，它就是说两种，一个叫 structural kyphosis， 一个叫 physiological kyphosis。那这个东西目前也没有文献，而且有讨论到这个人，他也说他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在术前就确认这个病人是 structure 上的 kyphosis 还是 physiological 上的 kyphosis。但是我想有些很严重，包括 disc height 已经 decrease 了，或者是它前后 flexion 它的节与节 segmental instability 已经很明确。那这一种我就会尽量避免从后面做，但是因为做 PECF 的病人或 PECD 的病人，常常是 early 或是 minor 的 cervical disease， 就是像 Miyazaki 他的这个 MRI 做这个nucleus 的 grading 也大概是 grade 2、grade 3，你不会做 disc height 下降太多，或是已经这个 nucleus 都干掉了，因为 foramen 变得很低，你 case 进去的时候有可能会受伤。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如果你会把你的 indication 先 include 到要做 PECF， 这样的病人的稳定度大概不是那么差。那接下来如果他有一点 kyphosis， 你看到他其他的 soft tissue structure， 包括 disc、body 都没有太严重，你可以大概hint 它是 physiological kyphosis， 你可以不用太担心。这是我的浅见。有没有人其他要追加的？
假如没有关这 kyphosis，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哈？刚刚你们每一个 speaker 里面讲的一个 contraindication 没有讲到 OPL。假如这个病人 OPL 他只有 radiculopathy， 你们会考虑用 P 就是 posterior endoscopy 吗？不是，我是说，假如一个 OPL 它只有鹰狗的 radiculopathy， 你们会考虑用这样 posterior 做 endoscopy 吗？我slide有秀，但是因为时间不够。那是绝对 contraindication。你会不会想？如果是你 OPL 用 myelopathy， 我应该是不会这样。单独就 radiculopathy。单独就 radiculopathy， 那你就是 foraminal otomy 会好的就会好嘛。理论上在 tube system 也是可以做的啊 ，microscope 也是可以做的，所以这个您讲的就是 OPL 就不用管了，除非他有 myelopathy。我也觉得它的 pathology 是什么，只要是 radicular 都可以做。我觉得可以 buy some time 这样。比较多了。就是你不是用 bird 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它是 hard disk， 就是可能你经验上要够多的时候才会比较安全，不然它是。我是想说 OPL 就是不要去想内视镜手术，因为长 OPL 到底要前开是后开，在神经外科医学会到目前都还是一个就是 debate 的一个很重要的 issue， 都两派意见。那其实我也常教学弟妹，就是说 OPL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减压的时候，它扣的会突然肿起来 herniation， 所以我到目前没办法去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在减压的时候扣的会 swelling。我假如说今天，譬如说 textbook 或者说很多 paper 有讲，今天开刀前是一个 kyphotic change， 那或者说今天是它那个 spur， 它 OPL 它是一个 sharp 的形状。那你可能就是基本上你还是要从前面做减压。那其实我在减压的时候也遇过说扣的就是慢慢这样肿起来，我用 mega dose steroid 的，然后观察1个小时，扣的没有再肿，我才继续把 implant 放下去。那也遇过后开减压的，在做lamectomy的时候，突然扣的就要从那个减压那个洞 herniation。我觉得 OPL 变数太多，完全不要去考虑内视镜手术。针对神经根而已啦，所以不会动到 spinal cord。他讲的意思说 ，spinal cord 是没有压迫的，只是 OPL 轻度的 OPL，foramen stenosis。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大家也都非常做了一些那个意见的发表。那也因为比较大家做的人少了哈，不过真的我今天听了这样的 section 之后，我也觉得说，的确以前都是说所谓的后面来做，好像结果都不会很好，但实际上说这种技术很好的人还是不错的 indication。那我们今天这个 section 到这边结束哈，因为时间关系，谢谢。那请各位留步。暂停。那我们第12届的理监事选举已经有结果出来了，那请各位看一下，那个现场荧幕，好，有当选的理事跟监事，麻烦到第2会议室哈，开第1次的理监事会议。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开我们下一届新任的理监事会议，还有选举新的理事长出来所以我们 delay 了一些时间那我跟大家报告那我们下一届新任的理事长就是我们亚东医院骨科部包卓仁部长来担任我们下一届的理事长那相当恭喜他那也希望他能够在下一届明年开始可以来带领我们学会来往更高层次来发展那接下来由于时间已经有 delay 了不少时间，所以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下一个 topic 那本来这个 topic 是我们蒋公蒋明副主任他应该要来主持啊，因为临时他身体为恙所以由我来代班那个王义勇主任大概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因为这边大概国内他是我们那个内视镜大概是做的最早最多了然后他这边有很多他的学生我们很多人都去他那边看过他开过刀而且很多的 technique 都是由他来学习那我们下一个 section 主要就是要来来诚实的来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一些 procedure 可能会产生的 complication， 那 complication 要怎么去处理那要讲 complication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讲的一定要相当有经验，而且做的过多的才有办法来讲这个 topic， 所以要讲这个 topic 没有3两3大概没办法来承担这个责任那我们下一个 topic 就是我们请黄义勇主任来帮我们来演讲关于我们内视镜手术会产生的哪些 complication， 那遇到了这些 complication要怎么去处理那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黄义勇主任来为我们做演讲。谢谢副理事长，还有各位先进我想非常高兴，我想来报 complication 的处理跟认知跟治疗，应该是责无旁贷，应该必须做的事情。就像上个 section， 大家在各个医院 Endoscopic 的一个拓展是非常成功的，所以今天呢，我必须要来当大家的刹车，来让大家回头去看一看，是否什么步骤我们特别需要小心其实跟我们目前的想法一样，其实paper 也是一样这个写 complication 的真的很少。但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 Hinsun Kim 呢，他在2020年呢，他有 review 呢，就把 systematic 把这个 complication 稍微
做一个整理哈，他把 complication 分为术中跟术后，包括那个 local 的一个 complication 跟 systemic 跟立即发生跟 delay 发生的，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我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endoscopic 的 complication， 第一个是它特有的。因为比如说它是 transforming 跟 open 不太一样，第二个是它是 normal starting median 的，所以 normal starting 这个 median 是不是造成 complication？ 第三个是因为随着它的那个 indication 拓展之后 posterior approach internal main approach， 事实上这些 complication 是跟 open 的越来越接近，甚至因为它很小，所以这些 complication 变成非常困难的去解决。所以希望今天这个 topic 对大家有帮助。而这个 approach 的 complication 呢，大家知道这个 transforming 直接面对的就是已经 root 包括 DRG， 甚至比较倾斜的话会到 dura 去。但是呢，因为它是 paraspinal muscle 的 approach， 但是不小心太深也会到 retroperineum 造成 hematoma 或伤及里面的 organ。但有时候不小心这个外断掉也是常常有可能会发生的。而过去大家对那个 transforming 的 discectomy 最常诟病就是说拿不干净。所以这个是当初很容易大家当成就是 complication 再来讨论的。所以最早来讨论 endoscopic complication 2002年同一样，这才那杨世进发展的两三年之后，他的 complication 其实报得非常少，只谈到了所谓的 effusion thrombophlebitis 跟 dysphagia dura tear 非常的少。所以 focus 这 complication 当然让大家讲老实话不太了解，而比较大的一个 series 呢，就是Robotic，他们在2006年跟2015年各发表了他们医院一个大宗的一个 study， 他们 focus 反而是在拿不干净的一个这个condition是什么？他们发现 low grade 那个 high grade 的那个 canal compromise 的 HIVD 跟那个 high grade 的 migration 是就很容易造成那个拿不干净的。在2015年呢，他们把他们的1万多个 case 的经验呢，再去做进一步的分析呢，事实上，那个拿不干净的是最多的，但拿不干净的原因呢，实际上跟技术有关系。这个也就是说，它的 working channel 放置不当，以至于拿不干净。第二个是病灶本身的一个解剖形态，比如说 central disc， 它就本来就拿不干净，为什么 central disc 拿干净就会？那个 annulus 的那个 neuron 的 size 就非常大，很容易 recurrence。接下来是 migration， 当然也有 HL type 的一个 HIVD， 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造成那个 recurrent 或者是拿不干净的一个病灶。所以我今天在 transforming 特别强调，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进去的过程中不要伤及相对应的神经 root 跟 retroperineal organ， 避免那个一个 hematoma 情形。当然也要。那个必须要了解，就是说，那个要避免危险，你必须对这个位置的 anatomy 必须非常的了解。接下来是因为那个 foraminal 这个 trapezius triangle 的 variation 太大了，所以大可不见得一定要 trapezius triangle， 我们要把它这个 thinking shift 到所谓的 foraminoplasty， 就是大可在 SAP 的 base， 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知道这个 transforming 的 approach 上各个 level 都不一样哈。那个45的话，它的角度可以比较水平一点，25度。随着往上的话，它的角度越来越陡峭。为什么？因为那个 retroperineum 它的构造就是这样子哦，这是一定相对应的关系是这样子。接下来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在 keeping triangle 的变异是什么。事实上 focal nerve 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所以。only 这个病人在 local 之下去执行的话，是会伤及这些神经构造，还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除了那个 local 之外，病人清醒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在那个物理的，他们有那个在发展，就是说我们用针，所谓的 floating retraction technique， 就是这个进针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直接进到。那个 keeping triangle， 我们从那个 SAP 这样子滑到 pedicle 那边去，但是讲实话很难，为什么？因为针即使那个48核的针还是很细，所以你要很直接的按照它的3个方式哦，从那个 middle 到 middle pedicle line 到所谓的 SAP 的一半，然后到 middle pedicle line， 你必须要到 pedicle 的 upper motion。这个讲老实话，你可能要照了考不好50张西洋之后才能 approach 这么好，所以呢。那个我们就发展一套更好的方式，接下来就是
既然黑边传口没有那么安全，我们必须要做 focus 在所谓的 foraminoplasty。它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可以避免危险之外，因为 foraminoplasty 做完之后呢，整个 scope 的那个 mobility 会增加情况之下，对有理往上往下 central 都更容易处理。这就是我们跟所谓的一举两得。好，所以我在这个 transforaminal 呢，这个我的做法了哈。我希望先用23号的针 ，Spinal 的针，它虽然可能不够长，但是 Spinal 的针不小心刺到神经，它也不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伤害。因为18号的针，你只要戳到 root 或 DRG， 一定马上会有问题。所以我先用23号针，先找出那个 guide， 然后接下来用25号的针，那个18号的针头呢，去 touch 到 facet joint， 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打 local 了。这样子，从 facet joint touch 到那个，从那 needle tip touch 到 facet joint， 然后再往下，逐渐的往病人的深处 ventral side 去 approach， 大概就像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习惯用4 mm 的 obturator， 这个大部分都没有。4 mm 的 obturator 是怎样子的概念？是它很小，但是它很硬，所以你在盖外它那个大可在这个 SAP 的 base 之后，你就弄成4 mm 的情况之下，你很容易从4 mm 的 tip 呢去 touch 这个 SAP 那个它的 base， 然后再沿着 pedicle 的上缘滑下去做 release， 然后再回来在 SAP 的 middle portion， 这样子的话会勾勒出这个 foraminal 的一个 bony margin， 这是最安全的。一旦 release 之后，我们再用 scope 专用的6 mm obturator， 这样子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些 variation 的 nerve 的 injury 是最少的。但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所谓的开不干净变成是不要发生，所以 foraminoplasty 很重要，所以 tracing 很重要。但大家都知道 tracing 它很危险，所以 tracing 永远你要把它改成水平，往 SAP 的水平面去抹。但这个前提是这个 case 你不要有 revision 的 case， 因为为什么？它在相对应的 medial pedicle line 是希望它的黄韧带还在的。如果它已经不在，你 tracing 就很危险。第二个是 osteoporosis 的骨头的话，它 tracing 的力量你很难拿，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就一戳进去。所以我们的会员也是有曾经发生过 tracing 造成的那个 root 的那个 dura 的 injury 的情形。这个要特别小心。所以在 osteoporosis 的骨头，你可能用 rasper 会比较更安全一点点。为什么 rasper tips 它是那个是钝头，所以相对上是安全的。但接下来你可以用这个 bird 去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已经在 Endoscopic 去做了，所以你可以避免这些神经损伤的情形。而且因为有 foraminoplasty 的关系，所以你对这些 high migration 或 central disc 你更容易去掌握。接下来之后的万一发生的这个神经损伤的情形，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再报告。这是我在那个 transforaminal approach 这些 risk 如何去避免发生。接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 normal starting 那个 B 点的话，如果时间太久，那个水压太高，会造成那个吸酒。这个刚秋在2010年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大家要小心。而且它的 alert sign 是什么？就是 neck pain。但是我们的全麻情况之下 neck pain 是什么？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个人的 personal 的观念是，当麻醉科觉得病人的血压很难控制的时候，就是一个 alert sign 了。在全麻之下，这个 water 呢，它到底对 epidural space 的这个 pressure 会影响多久呢？这个在麻醉科的paper 它有讲哦，可以持续30分钟哦。所以一旦有那片，你要一直观察30分钟以上，你才知道说它有没有安全下装，而不是直接就觉得没事这样子。当然，那个在早期很多人的盖外啊，不小心就会因为太暴力呢，把盖外弄断。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前是 inside out 呢，这个盖外是直接抽到病人的椎间盘区，但是在 muscle type 的病人或者一些阻碍的时候 ，obturator 跟盖外本身会有一个 angulation 角度，你硬戳进去，它造成盖外边点之后，很容易就边点掉。所以这张图片就已经跟你讲，实际上是很容易掉的。甚至呢，这盖外很容易会穿到对侧的 retro pectoral去，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在穿刺的过程中，大家特别要小心，一定要有人去 hold， 自己要 hold， 不是有人自己要 hold 那个盖外，那个深度一定要自己 keep 住。遇到阻碍的时候，千万不要硬戳进去。接下来这个 interlaminar 的 approach 就是类似像
那个 open 一样，所以它的 complication 像是跟 open 很像，而且随着这个 indication 从 discectomy、stenosis 或者 cervical 或者是 thoracic 的 pathology， 实际上很多都是需要从 posterior approach， 所以今天我会着重在这个 posterior approach 的 complication 的介绍。但最早讲到 posterior approach 是2009，他去这个 Rutter 呢，他去比较 interlamina 跟 microscope 的一个 complication 的比较 ，dural tear 跟那个 hematoma 上是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谈到的 complication 上没有很多，就是所谓的 dural tear、dysphagia， 还有那个 transient 的 urine retention， 那个 dural hematoma 这些，其实上那个在 open 也是常常遇到的情形。而且我们今天要一直在讲这些那个 complication， 实际上必须 focus 在这些 posterior interlamina 的一个procedure。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case 中 stenosis 机会很高，接下来 fusion， 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 posterior approach 的相对应的关系。所以随着这些 indication 的增加，实际上它的 complication 越来越增加，而且事实上在 extreme 的一些 stenosis。那个 epidural space 非常的狭窄，甚至它跟 dura 跟黄韧带是紧贴在一起的，而且在很多慢性发炎中，它的 dura 跟黄韧带事实上是很难去区分的，所以你要去感觉到这个 dura 的 border 或神经的 border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看翻起来下面还有神经，而且。对不熟悉 anatomy 的人，你对那个外侧神经的 border， 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很好的 well training 情况下，你会搞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的 implant 那个的 instrument 印戳进去，就造成 nerve 的一个 injury。所以我个人在那个2017这一篇 paper， 实际上我就有发生过一例的一个 durotomy， 因为 durotomy 是大家最 care 的。但是这个 durotomy 跟大家不一样，这个是发生在对侧的，所以我跟大家 share 这个一个经验，这是用 dura 卷去 cover 的。它是一个很厉害的 control lateral side 的两侧的一个 stenosis。这个 control lateral side approach 的时候，大家看到它的黄韧带跟 dura 还蛮紧的，而且我上次也用那个所谓的气化棒去做一个 release， 但是在做 punch 的时候就已经把 dura 弄到，所以看到一个 root 在那边的 root 在那边，所以造成一个应该是大1公分的一个 dura tear。当时这是第一次那样，2016年没有经验，所以那时候就是想办法，那个再做一个 lateral decompression， 再把 dura 卷摆进去，还好过关。这是术后的 MRI 看起来是还可以，但是讲老实话，虽然是过关，它没有 CSF 的 leak， 没有形成一个 cyst， 但是病人的满意度真的是有差。他的术后的那个 dysphagia 明显，至少持续3个月以上。虽然是 motor 没问题，没有 neck pain， 但是他的满意度一直到 medication 这些神经的一个修复，到半年以后才慢慢恢复，真的还是有差别。接下来就是很多的器械，新的器械，像这个大管径的，我们的这个 burr 呢是5.45 mm 的，这在做同侧下方的一个黄韧带一个 detach。大家有看到，当我 detach， 我还以为 OK， 你看这个 burr 的 tip 就已经把 dura 磨出一个洞出来了。这个是在做 side burr 去做那个 detach 的时候，所以越大的头，你用用侧面去抹的时候，你要注意它的底部会不会造成 dura。even 它本身下面是一个黄韧带，还是有可能会造成那个 dura tear 的。如何去 prevent？ 一定要在术前去知道，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在内视镜架那个泵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最好的朋友是什么？就是 SAP 的 medial border。你要去 reading medial border 跟 dura 跟traversing root 相对关系是什么？它到底是在躲在 SAP border 的里面，还是 medial side 还是正下方？正下方就要很小心，表示说你的 decompression 要照着为了 decompression 到 dura 的 border， 你必须要拿掉部分的 SAP。这个在术前你就必须要知道的。而且大家在 plan 的时候，因为 control lateral side 是要比较容易做 dissection， 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比较麻烦的，你会认为有比较风险的地方，一定要 control lateral side approach， 特别是有 cyst 的，一定要特别小心，而且要特别就是说那个 burr 一定要小心一点。然后怎么去 treat 呢？就是像我就是用 dura 跟 TCR。但是呢，当然其他的像 Hinson Kim 他有用所谓的 PB、DR， 还有那个 Lim 啊，用 double layer， 还有直接缝的。看他们 paper， 这个是 Hinson Kim 的，他把这个 tail 的部分呢分成4个 type， 只有 type 3
B 跟 C 大于1公分，然后没办法 reduction 这 Ruli 的时候，它才会 open。其他它是用所谓的 PPDR 去做。它的方式就是3层 dual fold Tacosia 跟 dual fold。大家就看一下 ，A 就是看 Ruli 然后 reduction 之后呢 ，B 先把 collision patch 先把它塞进去，塞到那个 duotomy 的内侧，让它这个 root 不会再跑出来，然后再用那个所谓的 Tacosia cover， 就是 Tacosia 比较粘性，它是 fibrin 的一个构造，再用dual fold 去把它 cover 住，这3层构造。它成功率很高。接下来就是 LIM 的，它是2层的塔科希尔。塔科希尔，因为我去读 paper， 它是黄色部分是 fibrin， 它内侧是白色是那个 collagen， 所以它这个 case 就是把那个 collagen 的部分放在 dura side， 然后塞在里面之后，那个黄色朝外面，3联式朝外面，然后再 cover 反向的一个那个 Tacosia， 这个是很好方法，在台湾没有，这个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台湾有的 T-Share 事实上在水下是很困难操作，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困难，是因为水下操作 T-Share 这些胶质的问题，上是很容易很难去 cover 的。接下来当然用的一个方法，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大管径之下才有 repair， 它用那个双头针去做 repair， 第一针用双头针，因为可以避免这个在缝合的过程丢了再次 tear 这样子，接下来是 hematoma， 这 hematoma 上是有症状的上是不多了，所以在我们那个金文 King 呢，他有去发表，他把这个 epidural 的这一些那个 hematoma 分成4级啊，就是跟那个 Lysis 一样，就是以25% 去分，他的 case 中只有 1.2% 的 case 需要 revision， 但是这些 case 事实上它是 biportal， 所以它每个 case 都是有放卷的 ，even 有放卷，还是有 1.2% 的 hematoma 需要 revision。我个人呢，因为我基本上我目前就是有症状的 case 呢，就是2个，但是这2个都是在恢复室，一个在恢复室马上发现，马上我就去做 revision， 一个是回病房之后再发生那个 weakness， 马上去做。我个人的喜好是，只要是 TD 的 case， 我很少去放。ID 的话做 discectomy 我基本上也不放，因为我都是用单孔径，因为是这2个 procedure bony procedure 很少。所以它的污井会比较少，但是呢，如果是做 UABD 的话，基本上你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习惯在手术完过程中会去回抽的血，我会看它污井的情形。如果你觉得污井很厉害，那就放。但是讲老实话，如果你放个卷，其实没有差多少时间，其实我是觉得可以放，放了之后你也安心啊。接下来是 cervical 跟 thoracic 一定要放，为什么？那是扣的人的地方，不放不行。所以我再介绍几个特别的 complication 这个 case 其实是蛮奇特，它是有 duotomy 跟 hematoma， 这是69岁的一个女性，她做过4、5的 fusion， 大家看一下，她做过 fusion， 但是她的 stenosis 非常厉害，3、4跟4、5的是 thoracic complete stenosis， 而且她的2、3还有一个 calcified 的一个 fiber ligament， 这其实是我是做所谓的那个 URBD 右侧进去。在8月28号做，开完之后病人非常好，但是在20天之后，他突然间打电话跟我助理讲说他没办法动，他右脚痛到不行，所以呢我就紧急透过急诊把他收住院，因为痛到真的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去看他的 MRI， 这是20天之后的 MRI，3、4非常的好，2、3非常好，3、4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hematoma， 而且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像一个小山丘的一个形状。这个蛮好玩的，当然大家可以等一下再去看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我当下就发现这个是 hematoma， 虽然它是一个 right sciatica， 跟 hematoma 还蛮奇怪的，它摸头没有特别的 decrease。好，那我就马上在9月21号，已经是将近1个月之后的，去做 revision。术中的发现是居然有 Ruli 是 incarceration， 这个 dura tear， 就像这样子，这是左侧是 initial 的。右侧是 hematoma， 我还是要把它 enlarge 才能看到它的整个 hematoma 拿掉。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右侧的右上角那边已经有 Ruli 的跑出来的，它是 incarcerated 的。所以这个 case 还蛮奇怪的。所以他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那个有一根 Ruli， 所以我就把它举到选回去。但你觉得它的过程中一定要把 dura 放大一点点，我就像这样子放大之后，它很容易就流出来。还有运气很好，我们就把它塞进去，再用那个 dura 菌再把它 cover 起来。把水关掉，它这个就举到选回去了。好，所以我在 MRI 之下看到那个山丘样，很可能就是一个 Ruli 的一个形成一个 loop 的形状，不然没有理由会形成那个样子。但是呢，病人
一直住院7天，他还是觉得不好啊。我不可能让他一直住，那我还是跟他沟通，我觉得我还是 open 进去 repair， 真的进去那个 unit 还是 unstable， 没有那么简单啊哈。所以我在1周之后就9月28号再帮他再用 open repair。接下来的就是一个 epinuria 的一个 injury， 就是用 bird， 所以 bird 要很小心。这是 initial 我在做 HIBD 的 case， 我先做一个 later 的一个 decompression， 在那个所谓的 V point 之外。然后呢，很幸运就可以找到那个 discectomy 那个 disc bulging 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左下角，它的 nerve 已经有一些血管在那边，这边是 epinuria 的一个 injury。这个病人呢，开完之后手非常的麻痛，还有我请那个健华去帮我处理，因为他打了很多次的 local， 病人在1个月1-2个月才慢慢好转。所以 epinuria 的一个 injury 上，有些人没有症状，有些人症状会造成他非常困扰，所以这个 case 还是因为当时我对那个 Spinal 盖的还没有那么熟，所以我请建华去帮我处理那个帮他，所以这次非常感谢建华。这个就是这个 complication 到最后收手是 local 的一个处理，但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要用 tip 去磨。你当用边面去磨的时候，你 tip 要小心有没有磨到 perineum 下面的东西。要用 Kilson punch， 因为2017年的时候我没有2.0 Kilson punch， 所以我只能用磨的，所以要 Kilson punch 才能这个 protection 这个 root。最后一个 case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蛮好玩，其实蛮悲哀的。这个56岁的一个女性她蛮有法喜，她是那个 ossified 的那个黄韧带 T10、11、12，其实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她非常的厉害，不管是 MRI 跟 CT， 非常厉害的 code 的一个 compression。其实讲的话，我一直跟他讲这是 high risk， 但是因为他 C spine 他是 double crushing， 他 C spine 开完之后，他觉得走路好很多，他希望再更好，所以他在3个月之后叫我去帮他开刀，那我就说好，那我就抱着很大的一个压力去，因为其实像这种 case dura 跟黄韧带粘连的机会很高，其实我就讲 OK 好，那我就开完刀就是这样，其实开的还不错啦，卷就是像这样子。然后开完刀12个小时后，病人开始觉得下肢无力，非常的麻。手术完，我整个那第1天赶快去照 MRI， 因为 weakness 的。当然这个上面是那个术后的一个 MRI， 看到这个code那边怪怪的 ，tube 在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太大。但是那时候的卷都已经是白色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因为这张片子。加上 X 光片呢，那我就把病人的那个 tube 这个 T11、12往后拉，病人马上就觉得改善很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 tube 造成的 agitation， 而且因为有 suction， 因为我们小姐把 Kim 开到最大的关系，但是这个 case 真的是很悲惨。3个月之后，他慢慢才能自己行走，他一开始是没办法行走，他muscle power大概只有2分而已。所以大家看一下1年之后的 MRI。的 change， 但是那个时候1年后，他至少整个 ambulation 是 OK 的，所以这个 case 上是开刀非常的好，但是呢，一个小小的 complication 造成医生的至少这1年的遗憾，所以他要特别小心。但药物的话 ，steroid， 还有那个 Lyrica、Rivotril， 其实 Rivotril 对麻木还真的非常有效。一些 antidepressant、TCH、Tryptano、Tophanil， 还有 Simbata 这些都非常有效。我个人最近如果发现一些 root 那个 postoperative dysphagia 的话，我会喜欢用松茸钙去做 injection， 特别是 B12跟那个 Indorone 的一个治疗，我觉得让病人的缓解是那个非常多的。当然，大家讲的很多，因为时间超过太多，谢谢大家。我们谢谢黄义宏理事长的分享因为 case 很多啦，大概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所以稍微 delay 那我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于尚文于前理事长来主持下个 section。好，大家好，我是医大医院的骨科于尚文医师。要用15分钟把自己医生的功力讲清楚是很不太容易的事情。那希望能够，如果讲重点，也是看我们讲者的功力了。那江部长是我们双和医院的骨科部主任。那接下来的15分钟，就看我们江部长的
功力，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我们江医师，谢谢。好，座长，各位脊椎先进，大家好。今天前面听了很多这个 endoscope 的一个 technique， 那看起来就是这个技术对于 decompression 部分真的非常的先进。那可是我们很多在做脊椎都是先从比较严重的 degeneration 的 case 开始做，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学习都是从 fusion 这一类的 case 先做。所以我相信还是有很大宗的病人在我们在处理 degeneration spine 的时候，还是需要解决他 instability 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脊椎手术中不只做减压这一部分，可能 fusion 跟 instrumentation 还是我们现在处理病人的一个大部分。那我们在做这种 fusion 跟 instrumentation 的时候呢，在传统的手术方式的话，在 open 上面我们都知道，为了看到正常的骨头的结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比较大的一个 incision wound。那当然 complication 就会比较多，因为我们担心 soft tissue 跟 muscle dissection 的问题。Borreliosis 的问题，那加上因为破坏了muscle anchor 的 point， 所以病人都比较容易有一些 muscle atrophy 的问题。那现在大家的手术的观念就是希望在进行手术的时候不要去破坏太多正常的组织结构，所以在脊椎手术中就从我们的 incision 从 midline 的 approach 转变到两边的 paramedial 的 approach， 这样避免去造成正中 muscle 的一些破坏跟一些 ligament 的破坏。不好意思。那在Miss T-Leaf 在2005年被提出来之后啊，其实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希望用一个 tubular 的一个 retractor 去创造一个我们 working 的 area， 然后在这个 working area 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 decompression、fusion 跟 instrumentation。那因为使用这个方式呢，对旁边的 soft tissue 的 trauma 相对比较少，所以它的outcome 其实是看起来是比较好。所以我们一般认为说 mini invasive 的 surgery 的话，因为 soft tissue 的 damage 比较少 ，borreliosis 比较少，然后住院的天数去比较短，病人也可以及早恢复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好意思。那可是我们在操作个 Miss T-Leaf， 其实就说从2005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太敢做 Miss T-Leaf。最主要的问题是说，我们在操作这样的手术技术的时候，其实 technique challenge 是蛮大，因为你在操作的时候，不像我们传统是看到真的 bony landmark， 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视野中只能看到 partial 的 bony landmark。然后甚至这个 working area 也相对比较好，所以你操作起来会觉得没有办法像以前操作那么顺手。那再加上术中因为没有办法很确定的看到整体的 landmark 的时候，你非常需要 X-ray 的一个辅助来去确定我们操作的位置是正确的。所以 radiation exposure 也是大家要做 Miss T-Leaf 的时候很 concern 的一个问题。那因为可能刚开始的不熟悉时的初期，在做 Miss T-Leaf 的时候，其实 complication rate 会相对比较高，不管是说术中对 nerve 的 injury， 或者是说implant 的置放有问题，造成后续许多 arthrosis 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在做 Miss T-Leaf 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关心的一个现象。那如果就说操作 Miss T-Leaf 的 complication， 就我而言，我觉得跟 Open T-Leaf 会发生的都一样，就是你在做 Open T-Leaf 可能产生的 complication， 在 Miss T-Leaf 都有可能会碰到。像说，你不管是说你在手术中不小心对 nerve root 或是 dura 造成一个 injury， 造成 dura tear， 或者是你的 hardware 的 migration， 甚至术后的 infection， 其实都会，只是在发生的几率上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在做这个 Miss T-Leaf， 我自己觉得比较容易发生 complication 的点，然后及我是怎么去处理这些 complication。第一个就是 incidental 的 durotomy。那在一般我们的 P-Leaf 或是 T-Leaf 操作的时候，产生 dura tear 的比例大概就2到14%。那有一系列的有其他的 series 报道是说，你在 MS 的系统下去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它的 incidence 也是差不多是0到14%。那我在做Miss T-Leaf 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 dura tear 的第一个点，就是在我 K-pin 插进去的时候。因为理论上我们 K-pin 定位是在 facet joint， 或者是要定在 pass 的地方。
然后可是有时候你的入点不小心太往内滑的时候，它就从 interlaminar space 传进去，然后就扎到 dura。所以当你把 bone 的 structure 拿来的时候，发现 CSF leak。那这种形成通常都是一个 puncture wound， 其实还相对比较好解决。那另外就是在 decompression 的时候，那我们在做 approach site 的 decompression， 因为是用 tubular 的一个 retractor 去做，所以我们将这个 facet joint 啊，或者是 pass， 还有 lamina 的 lower border exposure 出来之后，我们要移除掉 IAP 跟部分上1/3左右的 SAP。那我的习惯呢是用 osteotome 去敲。那所以如果说你敲的时候那个力道没有斟酌的很好，其实有可能在敲过去的时候这个 dura sac 就有可能会有一些 injury 到。然后另外就是说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 bone fragment 比较大，然后它的 margin 有时候比较 sharp， 有可能在翻起来的时候也会对 dura 造成一个 laceration 的一个状况。那在做对侧的 decompression 的时候，比较常看到会 injury 的地方是在于，当它 stenosis 很厉害的时候，我们的ligamental filament 可能跟 dura 之间其实粘连比较严重。那所以我们punch在夹对侧的 yellow ligament 或者是一些 spur 的时候，有可能不小心就会夹到这个 dura sac。那你在夹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CSF leak，就等于是你把对侧的夹了一个小洞。那如果说在这个情形下的话，该怎么处理呢？其实建议只要有 dura tear， 最好还是要 direct repair， 因为 repair 之后，我们才可以避免它persistent CSF leakage， 那对wound 来讲也比较不会产生后续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也是要减少后续发生 meningitis 跟 pseudomemorial seal 形成的一个风险。那可是说我们要在这么小的一个tubular 的一个环境下去做 direct 的 dura closure，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的工具，其实是真的是比较不好操作。虽然现在有一些 minimal invasive 的一个 closure system 也有发展出来，但是应该不是每一家医院都会去购买这样的器械来去做 dura repair。那有时候如果是真的洞比较小的时候啊，像说刚刚提到 puncture wound， 就可以用这个 dura gel 或者是 fibrin glue 来去把它那个表面填起来，那不要造成 CSF leak 就可以。那我的做法是，我基本上可以 repair， 我就会做 repair。那首先要做的时候，就是你要先把你 decompression 的 area 做大，就是 bone 的 structure 你要拿多一点，露出你可以活动的就是把自己可以做事情的空间放大。然后再来之后就是我们最担心其实是 nerve fiber 的 herniation， 因为这个病人才会疼痛。所以一定要确定你把 fiber 推回去，尤其是像 puncture wound 有时候一个小小 puncture wound 反而 fiber 不容易推回去，一个 laceration wound 这个 herniated fiber 很好就推回去了。那我们缝也不用非常紧密，我们的目的是不要让 root herniation， 所以我只要让它两边 approximate， 然后我再铺上 dura gel， 然后之后就是 post-op 的病人的 buried， 那通常这病人都不太会有太多的 complication。那现在当然也有一些新的这是我直接在quadrant下去缝合的状况。那现在当然有一些新的dura repair 的一个 system 出来，希望如果台湾有引进的话，也许对我们之后不小心发生这种 dura tear 应该会是一个一旦是有发生这个，基本上我都会让病人最少躺3天之后。再让病人慢慢的起身，这样只要他那个 CSF 没有继续漏的话，其实一般真的都不太会有什么 complication 发生。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术中的 nerve injury， 这也是其实在操作 T-leaf 或 P-leaf 的时候，之前就常常会提到这样的问题。那比较容易造成的 injury 其实是对 nerve root 的一个 traction injury。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traction 呢，有可能会造成 nerve root blood flow 的一个减少，产生一个 ischemia change。那之后就会造成 nerve dysfunction 的状况，所以病人可能出去之后 complain 痛、麻，或者是甚至他会觉得那个脚会比较没有力气的状况。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做这个 decompression 的时候，就是说不管你是做 disectomy 或做 fusion， 其实我们的 working 操作的空间大概就是 camping triangle 这个地方。那它的外侧就是我们的 incision root， 内侧就是我们 traveling root， 下面是 pedicle 的上缘。所以其实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空间呢，在 lower lumbar 相对还是比较大，可是你在 upper lumbar 或者是说一个disc height 比较 decrease 的 case， 或者是 2A 的 spondylolisthesis 或 grade 2的 spondylolisthesis， 其实它的这个三角形其实会变得比较窄，
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一定势必要去波动你的 nerve root。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traction 的力量没有控制好，或是说 traction 的时间太久，那这样就有可能会造成事后的这些 eczema 的 change。那我的做法是说，如果我在操作的时候，我不会用工具去做nerve root 的 traction， 其实我会选择用 soft 的方式，就是我们都会有这个 pedis， 然后我一个 pedis 是塞在这个 traveling root 跟 pedicle 内侧的地方，等于是借由这个 pedis 把这个 traveling root 往内侧稍微推挤一点点，然后另外一块 pedis 是从 disc space 往extension root 的地方推上去，这样的话就把extension root 挡在外上侧，所以你在操作discectomy 或者是 fusion 的时候，基本上也不要工具去保护 root， 因为根本就不在你的工作领域之内，所以就相对比较安全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种时间也不要太长，不过还好，就是因为它是 soft 的，就是 patty 这种东西，有时候你沙旋不小心吸到它就掉了，所以它就不会一直持续在那里有一个 compression 的效果，所以这样对呢 root 的 injury 我觉得是相对会减少比较多。然后另外就是inadequate decompression， 尤其是对于对侧的inadequate decompression， 可能是在做 MIS-TE 的时候，大家也会比较 concern 的，因为approach side 当然是没有问题，因为是直接看到。那如果做对侧 decompression 的话，我的做法这个就是我们将这个 tubular retractor 倾斜之后，然后我会做一个所谓的 dome procedure， 就是我从 spinal process 的 base， 然后到对侧 lamina 的 undersurface， 我是用痛敲过去，所以我敲过去之后，我是一片骨头下来，然后带着一大片的 yellow ligament， 所以基本上我就不用punch去夹对侧的 yellow ligament， 因为它是整片就被detach 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清除一小部分的yellow ligament， 这样相对来讲就比较不容易在做对侧 decompression 的时候造成 nerve 的 injury。好，那因为我们还要做 fusion， 所以你把 disc 的 space 尽量清干净，然后 cage size 选大一点 ，restore disc height， 其实对侧也会有一个间接减压的效果。所以应该这种减压基本上是够。不过如果说你发现到这个病人其实对侧的 stenosis 真的非常严重，就不要迟疑，对侧还是打开，就不要说我为了这坚持单侧approach，然后对侧就没有做到确实的减压，这样病人术后可能还是会有残余的症状。再来就是打pedicle screw 的时候，在这种 percutaneous 的 fixation 的话，最担心就是因为看不见，然后打的位置就不好。那因为我们看不见 landmark， 所以只能完全靠这个吸氧，所以等于是 radiation exposure 真的是初期是真的还蛮多，因为不停的 AP lateral 去 recheck 你的位置，所以手术时间就长。那在初期我的learning curve其实也有一点长，但是到后来比较熟悉的时候，速度才变得比较快。那后来我们就去想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改变这样的方式？那第一个方法的话，可以考虑就是用我们之前 design 出来这个 3-in-1 的 pedicle finder， 然后搭配上吸氧就可以，然后用我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个 single dimensional fluoroscope 的一个方式。那用这样的技巧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在吸氧 AP view 就打完所有的 pedicle screw， 所以不需要在术中这在操作过程去转换吸氧的角度。那当然这样的话就会节省我们整体的手术时间。那 radiation exposure， 因为如果熟悉的话，其实打一支pedicle screw的造影大概有时候2-3张就可以完成了，所以 radiation exposure 也不会那么高。那操作上其实还蛮简单，准确度照我们的统计其实也还蛮高的。那我们的原理其实是用三角函数的一个观念，其实在之前演讲的时候我好像都讲过蛮多次，那这次再讲解一次。那我们就是把 pedicle 想象成一个圆筒状，那我们的 pedicle finder 在吸氧下的一个投影，那就只要是它跟我们 pedicle 的横径是一致的时候，我们这个 pedicle finder 穿过 pedicle 到 body 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路径，因为就是一个三角函数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借由这个 pedicle finder 跟 pedicle 导引的一个长短的差异，我们就知道我们打的位置好不好。如果你 pedicle finder 的导引是比你的 pedicle 的横径来的短的时候，表示你打得太直，就是 divergent 的，有可能会
传输到lateral cortex 去。那如果说你的pedicle finder 的导引比你的 pedicle 的横径来的长的时候，表示你真的打得太内侧，有可能穿过 medial cortex， 所以就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微调我们打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吸按下找到我们 pedicle 的一个入点的地方，然后用我们刚刚的一个技巧，它就可以在 AP view 下去打入所有的 pedicle screw。那在我们之前的研究的话是准确率其实还是可以蛮高的，可以达到90到95%。但对于一些这变形比较厉害，或是你造影的时候 pedicle 看比较不清楚，的确它的困难度就会相对增高。不过整体来说呢，还是可以达到不错的一个准确率，然后手术时间也减少。然后 radiation 来讲，如果是在熟悉的 surgeon 来讲，其实是也不会很多，然后操作上也是比较简单的。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现在大家比较觉得更不会有 radiation 的问题，而且准确度更高，大家就是用 ORM 搭配 navigation system 或是机器人手背。那这部分我是初期是有做过，当然就是在手术中借由 ORM 得到一个立即的影像，然后再来去设计你的 pedicle 的打入点，然后在 navigation 的帮助下，的确在操作的时候是不会有 radiation， 准确度跟安全性其实都还是算不错。那只是因为后来我们改变了一些术式，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没有用这样的方法。那现在又有机器手背，我相信应该以后更对于我们 STD 来讲，应该是更有利的一个辅助工具。那 infection 我觉得也是都会发生，但是就比例上来讲呢，应该是会比 open 来的低。根据 Parker 这位学者他的研究是 infection rate 可以减少3.4%，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操作 MISTF 的时候，这个 soft tissue 的dissection相对都是比较小，所以而且空间比较blood也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 case 在 deep invasion 部分其实是真的比较少发生，但 superficial 的时候是真的是偶尔还是会看到的。那 treatment 大概就是跟我们 open 一样，就是你要做彻底的 debride 再给 antibiotics。那 prevention 还是非常重要的啦。那现在的话，除了尽量去减少缩短我们手术时间，还有对 soft tissue 的 dissection。OK， 好，快结束了。好的 soft tissue 的 dissection 之外，我们有时候会在伤口关之前撒上一些 vancomycin powder， 希望能够减少 infection rate。另外一个比较可能发生的一个 complication， 在术后比较常看到，有一些是 cage migration。那最主要是因为有时候你打完之后，如果钉子提早松掉，因为病人 protection 不够的时候，有时候就算我们术中感觉上位置还 OK， 它还是有可能会有 migration 的问题。那可是我觉得会发生这样问题，大部分还是我们自己的 technique error 造成的，因为我们可能在 prepare disc space 或 employ 的时候，你做的不够完整。然后 size cage size 选的不够大，然后或放的位置不够好，你就结束了这个手术，那病人就比较容易造成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操作这个 decompression 的或 disectomy 放 cage 其实都是很靠手感的，所以如果你在初期真的经验比较不足的时候，我会建议说还是用吸样稍微 check 一下，至少让你不要有 complication 的发生。然后如果说发生 cage migration， 病人如果有症状，不管是 back pain 或者是 leg pain 的话，我就会赶快做 evaluation。那如果是病人是没有症状，基本上就观察就可以了。对，所以 prevention 还是最重要的部分。那我们也发生过 screw loosening 跟 nut rod dislodge 的问题，那我觉得这真的还是一个，就是我们 technique 上，因为看不见，有时候就会用手去摸啊，或什么，所以 size 选的 rod size 选的太短，或 nut 锁的时候没有很顺，但是硬把它锁进去，那在病人开始活动之后，就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 open 操作也是一样的，但是在 MS 最主要就是你看不见，所以我觉得发生比例有时候会稍微高一点，但这个可能我们要自己要在操作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们 Smile Surgery 呢，应该是说从 Open T-Leaf 到 MS-T-Leaf 到现在已经走到 Endo-Fusion 的，我相信大家还有更多努力的空间，而且现在再加上 Robotic Surgery 的加入，所以应该大家都还有更多可以发展的空间啊！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掌声鼓励。我们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谢谢。
下个题目是请到高雄医学大学吕延毛吕主任提供一个 topic， 就是 complication of robotic spinal surgery 我们通常听到都是好的 complication， 但是非常少。今天可以请吕主任非常有经验对 robotic surgery 我请他提供我们的一些好的经验谢谢。吕主任请。不是有一个转接器吗？有啊。因为那个技术上 technique 的问题，我们还是正常讲好了因为这个 robot 大家真正的有经验的其实不会很多。刚才那个江医师江主任也帮我们讲过很多 MST 那个 TLIF 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我应该可以把时间上给它缩短一点，让大家听得懂，听得有趣一点。好，我会跑出来。有了。刚才测试的时候有。你的设备好像是有去点吗？对，那个抽可以。HDMI 不够长。好，现在计时都可以继续开始，没关系。所有的时间我负责把它补回来。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做 robot 主要还是在打 pedicle school 为主，目前虽然还有很多其他 surgery， 包括怎么去 tumor， 怎么去 decompression， 怎么去辅助做一个微创灌骨水泥，还有很多手术但基本上还是在打 pedicle school， 所以跟这个 pedicle school 相关的 complication 大概就是大家。怎么没有全题目？跑出这个，我有测试过，为什么还有？为什么会这样？好，可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 confession， 那个会长、理事长叫我们要一个是忏悔还是自白还是告白所以这个题目我们还是要认真告白一下，诚实的说出是要戴着这个是 AR 的眼镜，最新的 AR 眼镜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遮住眼睛可以看到不该看的或者是不想看的东西，去好好的去忏悔，不用到祈祷室我简单说一下 robot 的发展，大概从跟早上报告的不太一样，好像有人这个 Spinal 的 journal 说的，他说1908年那个 stereotaxic 就算，2000年 FDA 开始 approve Da Vinci，2004那个 Renaissance 到2011他又改朝换代了就是第2代的，现在有第3代、第4代的。它的特别的 improve 就是说，它可以利用它的怎么 segmentation 或种种的去把它 improve 它的 detection 的方式更精确跟省时更省力。我们在使用 robot 的时候，第一个是怕它
它会不会暴走，会不会作怪哦？这机器人暴走，我们都很多那个电影哦、电视或者是杂志这个的，当然有在报告这个的机器人暴走，所以我们开始使用的时候是要选择相信哦，去好好去使用，或者是很担心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去使用哦。这个的确要看大家心脏强不强哦。虽然很多 literature 文献哦逐渐的告诉我们它是 reliable 哦，这个风险不是那么大。当然还有一些网络消息，然后可不可信不知道。这个说在 Volkswagen 的那个 Robotic arm 造成工人的致死事件，或者甚至这个日本也有说 Robot 会攻击的，有的是假消息了，那看一看就好。但是所有的industry 包括学工科要去做那个 robot 一定要知道很多，包括怎么去加速怎么去控制这个自动控制要控制它不作怪，不听你的话，不爆冲这是减少human error， 减少 robotic error， 这是他们很多讨论的。包括简单的一个 skin 的修求那怎么去把它那个重力怎么样去 control 一旦的 compliance 的 control 这个都是大家从工业上一再的去想办法去改善、改良、改进。在2021就去年那 Rosa 还回收一些那个 biomed 叫它那个召回，还是因为这个 software 就是软体的一些错误那可能造成很厉害的 potential 的 complication 包括 stroke、serious injury 跟 death 所以这个 robot 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大家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当然主要的主流的这些 journal 还是一直在 publish 这个 robot 到底好不好用尤其在它的 complication 的一些比较，包括这个很多的 study 都这1-2年、2-3年一直不断的有文献在注意它的 complication 跟它的实用性这个比较早期的那个怎么样去看这个 screw 有没有偏差一般认为2 mm、4 mm 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如果我们 screw 打歪，可能会打到不该打的，像刚才很多除了 Duratail nerve injury 之外，还有注意就是前面这些血管这些器官等等可能致死的一些重大的 complication 所以不管使用 robot 或使用这些传统的或者是微创的手术，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去打这些 screw 所以这个包括它的 safety 跟 accuracy， 这个是大家一直在强调这 efficacy 甚至这个如何去 reduce 它的 complication 这个是大家很重要。例如这个图这个不是声援乌克兰不知道怎么样，颜色刚好用到这样子。Robot 它可以避免这个 facet 可以减少这个 adjacent degeneration 的一个的机会就是大家想把它 pedicle screw 打准，就是有这个好处这个它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 tragedy 最好的一个饱满又够长又刚好长的一个 screw 像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个在胸椎胸椎是我们平常用手感打都自认为很厉害但是你看了这些 image guide 或者是有 robot 之后，你会越打越害怕原来我们用手感硬戳硬打的，其实很多不是打得很好像这个我们从 causal transverse 这样子打下去，怎么会这样？打下去之后，它好像长度长了一点，知道吧？然后它经过我们的稍微 adjust 去改正之后，它会比较不会穿到外面去可以减少这种主要穿小没有问题，穿太大前面有很多 vital organ 抽到血管抽到神经，这个总是不好。还有其他的
case report 哦，他说这个 implant 放太长了，刚开始没事，慢慢去 irritation 哦，到这个 aorta 哦，造成后来的 injury 哦，还需要开刀进去修补。所以我们常见的screw 的 misprevalence， 包括我们这些 image guide robot，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设计上的就设计错，在这 pre-operative 的 planning， 我们没有好好的把这些可能会失误的地方把它注意一下，包括这个 facet 的 violation， 包括这个 facet 比较斜的地方，它一个 slope， 它会去偏差，会去滑掉。就是 skiving 等等种种的问题是可能会引起这些 complication 然后 robot 怎么去组建架构，包括没有架得很牢，这个在那边晃动或者是说外接的 robot 的地板不平，什么哪里不平突然间很多的变数包括这个机器 robot 的本身跟在 drilling 的时候那个钻头不利或滑掉在种种情况都可能发生那 soft tissue pressure 是我们常见的，我们常常打的时候感觉也很好但是一些没有经验的 young staff 或住院师，有时候他 soft tissue 没有注意好，他就会被他拉走，会变成 lateral screw 等等的同样 robot 也是有这些问题所以你要打的时候，我们可以percutaneous 其实比较不会，你如果不要完全 percutaneous 给他稍微transmuscle 应该也可以减少很多这样的问题。其他常见的刚才说的一个 slope 会让你滑掉，或者是专力不够这个也是要可以克服的这个刚才也说到 percutaneous 的 T-leaf 这个我们常常在做 robot 的确可以给我们省掉很多的 radiation 但是这个 radiation 到底是对这个 operator 是省掉很多但是对 patient 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完全省？然后我们在使用这个 minimal invasive 的时候需要很多钙片钙片刚才也有人提到说钙片稍微戳到神经戳到血那比较没有关系但是真正戳到有时候也有大麻烦所以到底它能够 radiation 有没有办法reduction 我想这个大概是不用讲都可以知道大概它真正可以降低很多 radiation 尤其在这个 MIS-TDF 的时候，我们不用再重复 AP lateral 或者是这样去照来照去但是这个对于这一篇是2020年，它在一些比较 deformity 比较厉害的 complication， 包括钻不好或者是 dura tail 还是会发生这个虽然 robot 跟这个 image 都可以让我们避免掉一些太小的 pedicle 或者是可以让我们从 in out in out in out 的方式去打这个它的好处，但是因为这个 screw 的位置我们有时候借助 pedicle screw 借助这个 wire 到底是不是100%安全这个是小孩子用 robot 好像可以把这个 pedicle screw 打得很准但是还是很多人质疑像在这去新加坡大学他们说你们这么小的小孩子，你给他术前照一次 CT， 术后又来一次 check 这个 screw 的位置，是不是对这个小孩子的 radiation exposure 这个是的确值得大家去考虑、去深思的这个老人家他的虽然比较没有那么大影响，但是老人家的骨头非常的 osteoporosis 那个 pedicle screw 我们要用 wire 去当导引的时候，这些 wire 会不会穿到前面去的机会会增加，不小心它就会穿到前面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再三去反省到底这个是不是牛刀杀鸡用牛刀，或者是小 K 用牛刀，或者是看不到的那个一些 exposure 或者一些 damage 这个我们高一他们其他团队有用这个 guide wire 去校正可以让那个准确度增加怕它的 initial 的那个 image 有错误，我们可以再重复的去确认它的 guide 是不是正确照CM再去重复去调整，可以从这是更早期的2013-15的
可以让它的准确度增加不少。但是这个 guide 是要非常小心，有其他的文献报告，他在做guide wire的时候不小心穿到肠子，造成有可能是致命的危险。这个 robot 可以让我们打到比较空洞的地方，我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个是的确很准确。我们要灌骨水，你要补充，但是 robot 不能避免所有的相关手术的一些风险，例如说你骨水你灌它还是有可能会 leakage， 会跑出来，所以不要以为 robot 就是万能，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要非常小心。所以就回到早前这个 FDA approve 到底这个 complication 跟这个 learning curve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大家接受？这个是大家要去省思的。所以这个 learning curve 这个很难去讲什么叫做 learning curve？ 你学30例、50例到底够不够？那好像看起来很简单，早上报告50例，但是 literature 报告它是以30例、20-30例大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 learning curve。到底手术时间减少或 complication 减少叫做 learning curve， 这个在定义上很难去认定。我们也有报告什么神经外科跟我们用这个 teamwork 到底管不管用？好像2018就在报道，今年才被 accept， 但是这个怎么样去 double check 一再的确认这个的确是我们需要去小心，从这里 planning and mounting registration drill 避免掉这个所有的 error。还有一个 robot 不一定通通管用，我们在一些 severe deformity， 像是 SMA 等等，我们做过很多失败的就是病人说好钱已经收了，结果做不出来这个例子蛮多的，不知道算不算 complication， 这要怎么去跟病人开火但至少我们在去年底做了1000例，大概还没有非常严重到需要去 severe 的 neurologic 的 deficit， 也需要去做很多处理的了所以这个第2代是不是能改进第1代的缺点减少它的 complication， 包括它有更多的适应范围更多的实用性到底第2代有没有好，其他的好不好甚至这个一定要做到这个 intraopic CM， 让这个重装备越来越重或者是我们在 FDA 一再的 approve 更东西，外面就有一台真的像一个 robotic arm， 就像乌克兰打仗，它有肩射型的飞弹就可以打得很好不用一道很大台的机器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弄好，大家都可以拥有一台来减少这个 radiation， 减少这个 menu 就手打的失误是我们在微创跟这个机器人跟这个 navigation。我们是这一个 old school 的 follower， 或者是我们愿意去敞开，我们先愿意去接受这些新的事物，不再拘泥于我们的手感、我们的经验多好这个是很多人在注意的回过来，到底能不能相信这个 robot 这是大家可以回去要买以前要知道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有什么 trade off。我们在减少这个 technique 上，还是要回到一再的 check recheck。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个他说我们现在打右侧 L4 结果他机器上是左侧 L4， 我们一再要求这个所有的跟我们开刀的 team 要附送看得到那个荧幕的，一定要说这个什么，说到最后大家打的太多就懒散，就真的发生错误所以这个是大家还是要 check。再 recheck 避免 slope， 避免 soft tissue， 把它弄得更稳希望我们以病人的 benefit 为优先来其实我们的 benefit。我们如果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加入这些新的尝试，在好像美国 AAOS 也会把这些愿意去那个做这些比较 pioneer 的 clinical group 做一个比较好的 credit 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好好的去思考我们这些对我们的帮忙，小心它的 complication。谢谢。下个题目各位先进同仁，大家好，我是安南医院神经外科阮生医师。因为成大医院李监主任临时有事，所以接下来这个 session 由我代替他担任座长。很高兴欢迎接下来是振兴医院吴梦婷医师。
介绍他在 Olive 手术上的一些经验跟并发症分享。欢迎学长。谢谢座长介绍。刚刚今天听一整天下来，我想内视镜啊，然后再到 mini TLIF 啊，我想这些手术是我们骨科、神经外科大家非常熟悉。那今天讲比较不一样，就是 Olive 哦 ，Olive 其实我想从这个手术从一开始 approach 到后面哦，整个过程呢，它的 complication 呢都很多。哦，尤其如果在初学者来说的话，可能产生的 complication 是超乎大家的想象。所以我想今天就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呢，跟大家稍微做个分享跟分析。那这张 slide 就是把这个整个路径哦，我想整个路径有可能的产生一些 complication， 然后加上 literature 的 review 呢，我们帮它分类，然后 list 出来。从 neural 的 injury、vascular、abdomen、spine， 还有一些 rare 的。那 rare 的可能我自己有一些，我把它秀出来。那其实从 nerve 的一些影响来说的话，其实当然我们在做神经这个减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看不到神经，在光看不到神经这件事情，却要做 decompression， 但有可能做，就像我们从后开做 discectomy 一样，把 disc 抓，可能会把前缘的 LL 抓破，抓到前面的 aorta， 甚至都可能。但是Olive 不会发生，但是它会抓到对侧的，或甚至会影响到 dura， 因为我们看不到 dura， 我们可能会抓到 dura， 所以在这个方面，可能在做手术当中都要一直在照 C 样。那当然，我们在 traction 那个 source muscle 的时候呢，会影响到 sympathetic chain， 所以可能会产生 sympathetic dysfunction， 会造成一些整个脚红肿、热胀的这种情况。那 vascular 的 injury 呢？我想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说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些 vascular injury。当然，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发生一些血管的一些影响哦。那后面会一有照片会跟大家说。那肚子来说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最不熟悉的就是肚子。那肚子从 approach 进去呢，那从切这些腹外斜、腹内斜，光切这个肌肉，切完之后呢，怎么切法，然后怎么修补，这些都可能会之后会产生一些 dystonia 问题啊，甚至incisional pain 啊。那当然推这个整个腹膜会产生胀的问题。那 spine 呢？基本身呢，我们在操作这个是就我们之前我刚刚说 mini TLIF 里面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在 spine 上面呢本身也是会有这样的同样的问题。但重点我们在做 Olive 呢，常常会放一些 oversize 的 case， 因为做一做，撑一撑好松哦。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的方法，因为我们在做 mini TLIF 或者是做 open TLIF， 我们喜欢用 try 去感受一下，这个紧不紧？但是呢，做Olive来说的话，在前面对侧的 annulus 都打开了，然后整个撑得很松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 oversize。所以 oversize 的话，这个问题也会造成 subsidence rate 可能会高。所以我想，现在下面呢，我们就从一个个开始哦 ，neural nerve 的 injury。因为其实我们在推 source muscle 呢，其实会产生类似像 RSD 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它整个脚呢肿，当然手不会。那我们不是开手，但术中我们在 traction 那个 source muscle 呢，就可能会拉到一些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产生一个失养症的时候，就会这个是我自己的病人哦，大家可以看到，那整个两只脚整个胀不一样，而且呢皮肤可以看到比较红，跟它对侧的。那常常我会跟病人说，大部分的症状都很轻微。那大部分药物治疗吃类固醇大概就可以缓解，但是呢少部分呢甚至要做一些 caudal epidural nerve block 呢，可以帮助加速这个神经的修复。OK，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dura， 因为我们一般呢我们习惯从这个方向去做。这个方向在抓的时候呢，因为是 blind 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图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Olive 下面呢操作的影像，这样抓我们根本看不到里面，也看不到对侧，看不到我们往靠 dura 多近，因为有些病人很远，有些病人很瘦小的话，就很容易很靠近的神经。所以我们在抓的时候呢，常常我自己的方法是用在抓的时候，先抓到靠到最后缘，
照一张，看看我离 dura 多近，到多近呢？甚至呢抓了一段有空腔了，然后再那种 curate 慢慢刮，轻轻刮，也不能太向后一直刮，因为太向后一直无限制的刮，有时候后面的它可能已经类似 rupture， 已经 annulus tear 的话，我们再用力刮，甚至可能就会刮破。你刮破之后，后面没有墙壁了，你一抓就可能会抓到神经，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操作做 discectomy 的时候呢，就可能造成 dura 或是对侧 contralateral 的 root 的 injury， 因为刚好角度刚刚好是，因为我们从前缘往后对侧的话，可能会抓到对侧的 root， 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那再来就是一个 genital femur nerve， 这个 nerve 呢，它是从腰1、2的地方出来。那最常见的话是在腰2、3的地方，可能会我们在 traction source muscle 在 corridor window 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条神经。那这条神经呢是比较常容易去伤到，一伤到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到病人就会跟你说啊，那个该逼啦，或者是大腿啦，开始就麻麻的，甚至呢整个脚也会有一些不舒服，大腿有些不舒服的情况哦。所以在通常呢，我们希望是往 source 方向，从前往后拨。那尽量减少去伤害到，但是有些情况，有时候我是往腹侧，但要看这个它里面的 anatomy 它的刚好的位置比较适合在哪里。但是通常我会用棉条去挡。那血管呢？我想这张图呢就可以讲到说为什么会伤到哪些血管 ，segmental artery 哦，然后呢，不好意思。segmental artery 呢，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egmental artery 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拨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进去呢，我们进到那个腹横肌之后呢，然后进到腹腔，看到那个retroperitoneal space 的一些 fat， 那从 source muscle 往前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常常大家是看这个前后侧，但是上下 level 很容易 wrong level。Wrong level 的时候呢，一进去呢，你可能不小心拉扯，一拉扯就拉到 segmental artery， 或者是我们常常要拿一个 guide wire 去定我们到底是哪个阶段，光戳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戳到这个神经。那当然，通常有时候呢，是我们在撑开之后，我们会有一家的那个撑开器呢需要定pin的，也有可能会打到这个 artery。那我自己本身呢是遇到一个就是有一些可能弄到 vein 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撑的时候，因为我的助手，大家一开始我的前几例是请助手大家帮我勾，那助手有点打瞌睡，一戳他是拿 flexible 是他没有一个挡的，他就一个铁片一样就戳下去。戳下去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下子大流血，10秒钟大概就800cc 的血，我以为我把aorta都弄破了哦，所以这个后来还好，那其实那个应该是 vein 的话是 high flow low pressure 压得住，所以压得住还好，这个就是运气的问题哦。但是我想在后来我们就尽量就减少这种 flexible， 就是单一支的，没有深度可以阻挡的，这种比较危险。所以光这个 approach 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 vascular 的一些 injury。所以我想这个操作上面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部分。所以大概血管上面的话 ，vein 的影响我想应该是不大，大概是用钝器的一些分离的话，应该不会影响到什么神经血管。但是肚子的话呢，我想开完刀常常都会有肿胀的一个肚子胀的问题，这是刚开完的第一天，刚开完第一天通常都会胀哦，但是看胀的程度，如果他病人本身已经做过手术的病人的话，他胀的情况会比较厉害。通常我术前一天可能就会开始给他用消胀气的啊，用 Monpry 先吃。那通常用吃的大概就够，很少会用到用注射用 Pimperon 的情况。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 dystonia。在我前25个 case 呢，发生 dystonia 的情况呢会比较多。那比较多的原因dystonia 它本身呢其实是一个腹壁，它比较松弛。它因为我们在拨把腹外斜跟腹内斜呢把它切开之后，虽然我们把它缝好，它并不是一个 hernia， 但是它是一个 pseudo hernia。
它是腹壁松弛，那通常都是我们把那个腹外斜跟腹内斜烧得太厉害。我想这个一开始我是按照像那个泌尿外科的 approach 的方法，他们就是OK 很简单，一直烧，拿 Bovi 一路烧进去。我也是按照他们方法很快，但是呢，问题开完刀，病人就很多像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女生更容易 ，OH 的 female， 你看伤口在下面，但是骨在正上面，骨一大包这侧面看就会看得到，这个侧面看也一大包，所以基本上病人呢不觉得，都觉得鼓鼓的、胀胀的，有的还会紧，跟呼吸呢一样会动，所以病人会有些紧张。那而且呢，其实长截段的话呢，会比较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approach， 后来我就多截段的话，我会是分开的去 approach， 在腹内斜的部分会分动，而不会全部都一刀整个把它切开，就比较不会。所以那腹后那个前面25例呢，这个 dystonia 的情况呢，就大概至少有3例所以。然后还有ilias情况也会比较厉害，但可能跟我们 approach 的那个经验的上面有关系。那长的那个爆的一些 injury 来说呢，其实在操作过程当中，有时候大概可能 anatomy 不太清楚，而且对于瘦的病人 ，BMI 比较低的病人呢，在拨，因为他后腹腔的 fat 比较少。所以你在拨的时候很容易，你误认为以为是 source muscle 前方的一些fascia，但实际上是腹膜，你用力拨可能还是会拨破。所以在拨的时候可能要确定那个位置是哪里，底下确定是 source muscle 还是肠子。所以有少许的情况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 spine 呢 ？spine 本身最重要就是，其实可以看到这前面几例的话，就会比较 oversize 的情况，所以就容易产生这样的很厉害的一个 subsidence 然后这个是还有在讨论 cage 的位置，因为有论文呢 paper 来指出，我们 cage 的位置呢，如果能放在1跟3之间这样的一个 cage 的位置呢，你看同一个病人，像这个位置 subsidence rate 就没有比较好。那下面呢，这个放在比较前端，放在1、2的位置的话呢，可能就容易产生 subsidence 所以这个情况，这也是有看到这边有产生 subsidence 所以这个位置 cage 的位置呢，也会影响到我们subsidence rate 的影响那我想李伟玉李副院长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 paper 呢，就是分析说怎么样的位置会比较好。那我自己的话呢，这个是我 Olive 里面呢，cage 呢是放 Olive cage 的，或者是 pick 2颗同一节里面放2颗 pick cage 的，然后还有单节放1颗 pick cage 的，它的 subsidence rate 其实 grade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单一节放2颗 pick cage 的效果呢，跟 Olive cage 看起来差不多 ，subsidence rate 呢其实差不多，这样是total 125个 level 里面，其实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在 high grade 的 subsidence 里面呢，可能 Olive 的效果，我想如果 case 在 number 再大一点的话，我想应该是还是 Olive 还是会比较好，但是只放1颗的话呢，我想 subsidence rate 还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个就是 residual disc， 因为我们在抓的时候呢，对侧呢看不到，但是有时候我们减压效果不够好的时候呢，减压不够好的话，就是直接塞了 cage 进去。这个是我在做第二次，因为我都是 stage operation 做多阶段的话，那我们在术前呢，就刚第一次开完刀之后，病人下不了床很痛。比原来还没开刀之前更 loose side 更明显，就这个地方有一个 free 那个 rupture disc 挤出去了，被我 cage 打进去，从左侧往右侧，然后打进去，它挤到对侧的 root， 所以病人就是右侧的脚会非常痛。那这是术后，我在做后面 P-leaf 就后面 open T-leaf 的时候，后面减压打钉的时候，顺便就把那个对侧的减压，它直接它跑到对侧的上一节外侧的 root， 影响到 ischial nerve。这个是一个很瘦的病人那我在做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厉害的那个 subcutaneous emphysema 很厉害，因为他非常非常非常瘦，我要帮他做 L23的 Olive， 可能在拨的时候呢，可能影响到那个 Pura， 因为在上面的位置呢，可能有些影响到，所以产生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emphysema。
那这是 CD 上面看到，这个是可能是比较rare的情况，但是他肚子也是比较胀。那病人呢，在第一次手术完之后呢，我们要到第二次手术呢，我就请他先出院，先回去休息。他还好，这个不需要放 pigtail， 或是他自然就会消掉了。那所以等他肚子也比较消胀呢，隔一段时间，隔1个月，我才帮他再开第二次手术哦。那这是 ureter 的一些影响。我想 ureter 的话，大家如果第一次做手术可以放 double J， 可以避免到这个 ureter 的一些那个伤害哦，因为它直接摸就可以摸到一个硬硬的地方。那在 approach 来说的话呢，在 source 发手前方就可能会看得到这 ureter 的情形。那这个是 paper 做 review 整个所有的一些 complication 可能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些都已经include在里面了。所以我想。最后呢，就是把刚刚所有的再跟大家再看一下。那我自己本身呢，并没有一个 vertebral body fracture， 因为后来我前面的单纯的 lateral screw 呢，很少有放这样的单纯的 lateral screw。我大部分都是在后开，因为现在多节段的话呢，我想用 Olive 方法呢做呢，会非常的快速，而且病人舒适，医生也舒适。那其他另外的 wound infection 呢，或是 retroperitoneal 的 hematoma， 这很多目前还没有发生。但是如果发现，如果比较容易出血的话，还是要放条卷，那以防万一。谢谢。以上。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议程有蛮厉害的 delay， 所以我们把这个 section 的讨论挪到我们晚宴。晚宴的时候，大家边喝酒边讨论，可能会讨论得更详细。那我们现在请moderator 跟讲师到台前来。那我们大家来合照一下。那我们开始下一个 section 好。因为时间很赶哈，所以我们尽快的进入下一个 section。那下一个 section 最后的 section 哈，那题目是 emerging 的 technique， 那大概就是现在比较新的，或者是正在发展中的一个 surgical technique 或者是概念，那运用在 spine 上面。那第一个讲者是由台中慈济医院微创脊椎关节中心的张建军主任。那他替我们讲 navigation in full endoscopic spine surgery。那张医师他是长庚大学毕业，那在中医大接受完整的一个住院医师跟 fellow 的 training。那他很多次都到国外，到日本、到韩国去了很多次的去学习这个特别是在 minimal invasive 的 surgery 上面，包括用微创的手术这个deformity， 那包括那个endoscopic surgery， 那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个经验哈。那因为中医大刚刚好有这个 OARM 的一个 navigation 的辅助，
所以一开始我们在使用这个治疗之后，使用在 pedicle screw 的 insertion 之外，就把它应用到内视镜的一个导航手术。那这样它有很多的优点，然后那也有一些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缺点在。那我们就请张医师给我们做最好的一个分享。那张监军请。谢谢陈部长哦。那谢谢陈部长的帮我们介绍。很荣幸来这边，也很感谢秘书长的邀请、理事长的邀请哦。那我自己本身是长庚毕业，那我找了一张其实应该是有一阵子的图哦。其实我昨天来，我发现我都不认得这个地方了。那所以其实长庚是我算是也是我们照顾我们、养育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也曾经在这边担任林口长庚的内科住院医师1年，对，那后来才转骨科。那另外一个是也很感谢我们陈部长，然后还有陈衍仁副院长哦，他带领我们走向脊椎的路。那所以中医大也是我们的算是一个养育的地方了，然后很感谢这样。那今天其实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从导航来做各式各样的脊椎手术，那复杂的手术，那或者是微创手术，那主要是要讲的是这个内视镜的部分然后。那内视镜的部分，其实我自己本身把它拿来做这些相对比较我觉得比较复杂的一些病例，然后像一些退化型的一些开剖 scoliosis 的病人，或者是一些 T-spine 的 endoscope， 那或者是一些翻修的脊椎手术，那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困难达到的地方，譬如说它可能 LOS1 它有钙化，或者是比较遥远，那或者甚至是 SI joint 的 infection。那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尝试做这个导航的 Endolief， 那 Endoklief， 那这一部分的话也是正在努力执行这样。那我就以一些 case 来做一些分享。那其实，在导航当中，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大概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减压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所以事实上，在一些困难的手术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磨钻比较精准的磨在想要磨的位置。好，所以像譬如说像这样，一个60几岁的男性，然后那他有压迫到神经，那基本上我们是可以很精准的去减少破坏。好，那其实像这样2个洞，它其实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虽然他身体状况不太好，但是也可以缓解他的不舒服。然后，那或者是说像这样一个 T10、11的这个胸椎的钙化，然后 stenosis， 那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要把它做到完整的减压，用内视镜相对比较困难。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用这个导航的方式去做，好，那去做减压。那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其实我们相对来说可以比较能精准的磨到该磨的位置，那比较可以减少磨太多或者是说磨不够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像这样的病人其实也是一样，手术后他可以早点下来活动。那或者是说像这样多节退化的，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那其实像这样的病人，之前我们有说，像这样的一个侧弯的病人，到底该做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呢？那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这是1年后的 follow up。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他自己是很开心的，就是说他其实他的症状都改善，但是可以看得到其他的脊椎侧弯还是在。可是他这个病人他是 scoliosis 小于20度，没有 foraminal stenosis， 我们做2节的减压，所以其实在后续的追踪来说，他基本上他可以持续的维持他的这样的一个减压的效果。那或者是说像这样一个比较困难 stenosis 的 case， 那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用导航的方式来做减压。那还有就是说像这样一个病人 extra foraminal disc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困难，但是其实我们用导航才会发现说，原来它在这个 foramen 的地方，它整个都是钙化，它整个都是钙化，所以从 OM 上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这边不是只是单纯把 facet 磨掉，你可能这个在这个 lateral disc 的横叶群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用器械，还是要用 burr 去把它磨掉，这样才有办法清除它的症状。然后，那当然还有像这一种比较复杂，这种是所谓的 SI joint 的 infection。好，那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大量的一个 infection 的位置。好，那也是一样，我们用导航的方式，然后那去具有。那所以就是说，另外一边用导航仪，那这一边的话就是开始经由导航的方式来做 burr 的一个动作。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开始去磨这个SI joint 的一开始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在手术当中的话，其实因为这个位置实际上它是要 transpone， 然后ilium然后进去，所以要把它打开清创，其实是相对要一直磨进去。所以藉由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持续的找到它的粒菌塞，那持续的打洞进去。那最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个位置，我们一样可以进入，在导航的情况下面进到这个位置。包括它的 L5S1 也是，然后把它清干净。所以那它的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呢，因为其实我们必须要这个 transpone， 然后要深到很里面去，那同时从最深的地方到最浅的地方都要去清理。它才有办法把它脏的地方整个卷，然后放好。所以藉由导航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磨骨头，然后进去到好的位置上。那最后它的 culture 是这个 Staphylococcus aureus， 那 lab data 也是在清完了之后2个礼拜内，它的 CRP 就回到正常。那 ESR 在4周也是回到相对正常的位置。那最后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开始用这个 Endoscopic， 那 Endoscopic 它其实最大问题就是说它吃西药吃得很重，所以其实我们开始发展这些镜下，然后结合导航的一些工具。那因为目前正在申请专利，没有办法完全揭露，对，但是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导航的情况下面来放 Endocage， 然后减少辐射的暴露，然后那所以像这样一个 case 也是一样，它是一个高度2度滑脱的 case， 那我们可以把它复位回来，或者是说像这样的一个 case，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把它复位回来。那其中一个螺丝为什么会打在这个位置呢？这个其实昨天卢教授有在跟我讨论，就是说到底导航对于打钉子有什么好处？像这种 case 其实就是很适合，因为这种 case 它的前面是完全是 sclerosis， 所以在锁的时候，那位置其实基本上几乎是钻不过去。对，所以这种 case 其实我们就会把它钉子打在相对有点像是 CPD 的一种打法。对，那有一根就可以这样打。那其实这个病人术后其实复原也是很好，那完全的复位。所以其实简单来说，我们把导航应用在这些我们觉得相对比较复杂，或是比较难做，或是比较困难的位置上，那我们也希望说进而延伸去做减少辐射的暴露，像 Endoscopic 这一类的一些术式。那当然，像陈贤的部长，他基本上几乎9成9的内视镜手术几乎都是用导航在做，因为他这样的话其实精准度更高，那辐射暴露又更少。对，那所以其实，在中医大来说的话，几乎在陈贤部长的带领之下，内视镜的导航几乎都是用导航在做。那一样，我们也有发表一些论文。那所以其实用内视镜来做这个导航来做内视镜，它的好处就是说减少破坏了。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一些比较困难达到的地方。那当然它是会比西洋多花一些时间。那特别是在导航地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本身我们打在这个 PSI 它有可能有时候会晃动，那假如是放在皮肤上面，它其实精准度会下降，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就是说，像有一些本身比较容易晃动的地方，还是要特别注意，它会有不准确的问题。对，但是好处就是说，其实用这样的导航方式，它精准度比较高，辐射暴露量来说大概1/3的 CT dose。那本身来说的话，其实假设不准的时候，还是可以再重复注册。对，那以上简单把这个内视镜导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特别是应用在一些比较困难或是复杂的 case 上面。谢谢大家。谢谢张医师节约时间，他只用了2/3的时间。那我们把讲是不是到最后再一起讨论嘛？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讲者传给下一个主持人。好，那大家午安哦。
接下来这个题目是由我们那个陈建华院长哦，那陈建华院长是台大医学系毕业，在台中荣总曾经担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哈。那现在他是来源神经修复中心的创办人兼应该是兼院长哈。那陈院长其实很热心哦，他在很多脊椎相关的医学会哦，都办了很多超音波的一些活动哦，那教导年轻的医师如何使用超音波来做疼痛与内视镜的一些介入哈，内视镜的一些治疗哈。那今天那个陈院长要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如何使用超音波在 intervention 跟 endoscope 的个 surgery 哦。那我们谢谢陈院长。好，谢谢这个徐兆学长的这个介绍，这样子。那这个理事长，然后这个文潜秘书长，那今天很荣幸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超音波导引，然后用在这个脊椎，然后运用在介入性治疗以及这个内视镜手术。好，这个红点要怎么把它秀出来？这样子。好，运用在这个介入性治疗以及内视镜手术这样子。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就是我们在来源神经修复中心主要运用了静脉营养，然后介入性治疗跟内视镜手术来改善病人这个疼痛跟神经的病变。那这边跟大家报告的是超音波用在脊椎的内视镜跟介入性治疗的部分。好，那大家一定会先问一个问题，说目前的这个超音波它的这个清晰度可以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同一个 model。同一个 model， 也就是说，同一个病人、同一个人的这个 MRI 跟超音波。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左边。好，左边这个是因为我习惯站在头这一边，所以我现在所指的这个，来，这个不太 work， 这次不太 work。好，哦，这边是右边，然后这边是左边。好，那我们再换到看超音波来这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椎间盘在这个地方，好，然后椎间盘的后面有 spinal cord 在跳动，有 spinal cord 在跳动，然后旁边它这个是不是快没电了？对，它有时候没有。好 ，OK， 好，然后 cord 的周围有 CSF， 哦，那所以事实上现在超音波技术的突破，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cord， 看到 CSF。然后看到 disc， 甚至于看到 dorsal root ganglion、nerve root， 那一路就是说，连最小的 digital nerve， 手指的 digital nerve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好，那刚好今天那个卢皮在演讲之后，大家有问到说有关 axial neck pain， 好，然后那时候卢皮也 cue 到我就跟大家这边分享一下，原则上 axial neck pain 只要是 fresh 的，也就是说病人还没有开过刀，只要不是属于有严重的 compression， 几乎98%以上都可以用超音波导引的 intervention 来给他得到这个改善这样子。好，那为什么超音波用在脊椎？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避免神经跟血管的伤害，因为超音波可以直接的看到血管跟神经。第二个，大家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那个建军医师刚才有提到 navigation， 就是减少 radiation exposure。那这个当然是这个超音波的强项。那第三个，其实大家有时候容易忽略，其实它可以去弥补诊断上的盲点。举例来说，例如说超音波看臂神经丛的损伤是看得最清楚的，他看 neuroforamen 之后的臂神经丛，甚至于是超越这个3T 的 MRI 的。好，那超音波跟 X 光。超音波能不能取代 X 光？那其实超音波跟 X 光是最佳拍档，因为 X 光看 bony structure， 然后超音波看 soft tissue， 所以事实上如果可以熟悉超音波跟 X 光，等于是从头到脚，只要 MRI 上可以指出来的点，我们几乎都可以用这两个工具来精确的做一个导航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一个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个案，一个60岁的男性，然后他就是左上肢的麻跟痛。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那发生是在某一次的搬重物事件以后。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就是这个左边 C6-7的 neuroforamen 狭窄。事实上我这个是看一个 cut 而已，事实上它是4、5、5、6、6、7都神经孔狭窄，但是事实上它这个神经孔狭窄判断起来应该是行之有年的，只是在一个拉起重物的事件以后开始发生的。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单纯用
超音波的定位。那好，因为我习惯站在这个头这一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探头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同时看到 vertebral artery， 看到 C7 的 root， 好，然后从posterior lateral 这边，好，竞争进来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好，那我们就可以很精确的送到 C7 root 的周围，去给药剂，让它达到神经粘连松解，还有营养促进修复。这是 C7 的 root， 然后这个是 C6 root， 我们连 C6 root 里面的 fascicle， 好几个 fascicle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我们这个 regimen 里面通常会加这个 B12， 也就是 methylcobalamin。那这边我们有发表论文，那我们应该是全世界第一篇，就是提出说直接用超音波导引把维生素 B12， 也就是 methylcobalamin 送到神经周围的一个论文这样子。好 ，OK， 那接下来其实大家今天要提到就是说，就是内视镜手术的一个安全性，然后为什么会把超音波应用在脊椎的这个内视镜手术？其实最主要是 X 光它是有盲点的，它最大的盲点就是 soft tissue。像我的这个 ERBD 的启蒙老师那个黄一宏主任，他刚才也是耳提面命跟我们提到说，就是 transforaminal 要去避免这个 source muscle ureter 还有脏器的这个伤害。那我们透过超音波，我们透过超音波应用在腰椎，其实就可以去避免肠道 kidney ureter 还有 extended nerve root 的一个伤害。那比较瘦的病人事实上可以直接看到 extended nerve root。那比较胖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SAP， 所以就可以用 SAP 当 landmark 去确保说这个虚实不要放在太 cranial 的地方。那当然胸椎的话，最重要就是避免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pleural line， 自然就可以避免浪的一个伤害。那颈椎就像刚才大家第一章所看到的，就是椎动脉、颈动脉、食道、神经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好，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超音波来加强内视镜手术的安全性。好，这个是颈椎，这是胸椎，这是腰椎。好，那因为时间有限，我直接特别强调腰椎的部分。那腰椎的话，在导航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做这个 transforaminal PELD， 那如果说病人又有 scoliosis 的话，其实很难确定说 neuroforamen 是左边还是右边的。那我们做 transforaminal PELD， 其实只要差一点点，可能就去伤到 extended nerve root。所以在 scoliosis 的病人，其实辅助超音波去定位 SAP， 可以把这个安全性提到最高。那刚才也有提到说，如果说是比较 higher level 的，例如说 L2、L23， 事实上它的腹腔跟这个 kidney， 都是在比较水平的时候就容易伤到。但是我们透过超音波的定位，就可以去避免到它的一个伤害。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好，后来就是我有跟这个王冠全医师还有这个陈建敏学长合作，然后我们有投稿到这个 World Neurosurgery。那今年6月份也已经 publish 了，就是把超音波导引运用在脊椎内视镜手术。那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查阅，那里面还有2个影片，大家也可以去参考这样子。好，那再讲到说超音波的原理，因为在座各位都是 surgeon 的特色是什么？就是 anatomy 很熟，所以你如果要上手超音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超音波的物理学原理。比起非外科系，他们可能要学解剖学，又学超音波的影像原理。那对外科系而言来说，就是熟悉超音波的原理。那时间有限，那我们直接讲最大的重点。最大的重点就是要了解说，超音波的原理是来自于 reflection。好，然后 reflection 的关键是取决于这个 acoustic impedance， 就是 acoustic impedance 越高，声音阻抗越高，它反弹越多。那声音阻抗怎么直观的了解呢？越硬越致密的组织，它的声波阻抗越高。所以骨头它没办法穿越，骨头相对软组织它的声波阻抗太强了，所以它会被很彻底的反弹回来。但是骨头的表面会被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你只要有 bony landmark 就可以用超音波来做导航。OK， 那第2个强项是超音波，它只要有界面，它就会加强 reflection， 就是2个 acoustic impedance 都不大，但是只要它有差距，
在交界面处它就会被 reflection。这就是为什么 fascicle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CSF 跟 arytenoid membrane 跟 spinal cord 可以一清二楚，因为只要介质的有所交界面，它在交界面的地方就会被对比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看软组织的强项，它的解析度可以超越 CT， 也超越 MRI， 在看软组织的时候。好，那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运用在这个内视镜的时候，那要怎么用这个超音波来定位这个 lumbar disc？ 好 ，OK， 那我们看超音波的一个原理，就是说你只要有 window， 你只要有 window， 你就可以扫得进去。那我们超音波的 window 可以从这个 Camin triangle 这边，也就是说从比较 lateral 的地方扫进去，可以看到 disc。那还有另外一个 window 是什么？好，另外一个 window 是这个 interlaminar window。好 ，interlaminar window， 也就是，例如说这个是 L4， 这是 L5， 然后这个是4、5之间的这个interlaminar window。那事实上，透过这两个 window 都可以去清楚的看到 disc 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在做内视镜做这个 PLD 的时候，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如果说是要 inside out， 就是直接进到 disc。好，那如果说是 outside in， 我们可以去定位 SAP 的 base 当这个 landmark。事实上超音波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OK， 这个就是从 interlaminar window 看进去的 ，interlaminar window 看进去。我们这样看进来之后，有看到这个就是 disc。好，这边是 dura sac， 这边我们有看到肾脏，这边有看到 source muscle。我们可以看到 source muscle， 看到肾脏，自然就可以去避免这方面的伤害。然后这边我们有看到这边是 facet joint， 这边就是 SAP 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要 outside in technique， 事实上我们就直接把 needle 放到 SAP 的地方就可以了。其实用超音波导引，理论上应该是 dilator 直接进去就可以了。那当然我还是习惯先放那个guide wire，只是用超音波导引支架来放。好，那这个是我们用这个做 PLD 的时候 transforaminal。好，我们再看一下。好，例如说这个是 needle， 这是 SAP， 好，这是 midnight spinous process， 这个是 IAP， 这是 SAP。那 needle 只要从 SAP 的 ventral side 进去，其实就是到 disc 所在的地方了。OK， 这是在做那个 transforaminal PLD 的时候用超音波来定位。好，那我们可以实际再看一次。好 ，SAP 对应过来 SAP， 然后 inside out 就直接进到 disc。如果要 outside in， 你就直接把 needle 放到 SAP 这边，是更清楚明了的。所以它其实可以大大的提升它的安全性。好，那另外就是在介入性治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个 ventral epidural space 的神经粘连松解。它这个 target 也是类似 PLD 的一个 target。我们看一下。好，这边是 midnight， 这边是 SAP， 好，这边是上一节的 IAP。我们 needle 去 target SAP 的 base，SAP 的 ventral side， 就是等于是 target 这个 epidural space， 这边是 dura sac 的地方。好，那针实际放好位置以后，就是类似这个样子，针一路这样过来，好，放到 ventral epidural space， 这边是 disc， 好，然后这边是 SAP， 所以你无论是要做 ventral epidural 的粘连松解，或者是做 PLD， 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 target。好，只是说如果是 outside in 的时候，就直接 target SAP 就可以了，更为清楚明了。好，那这是 target 这个 facet joint。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SAP， 这是 spinous process，IAP、SAP transverse process。直接把针放到 facet joint 上，好 ，spinal process、IAP、SAP、transfer process，needle 放在 facet joint 上，所以我们做介入性治疗就可以很清楚的达到这个 view， 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把针放到 ventral epidural space。事实上，如果要做介入性治疗去改善脊椎所引起的 radiculopathy 或者是 lumbar stenosis 引起的症状，这个是最佳的 target。因为大部分受压的是 traversing root，
受 irritation 是 traversing root，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可以直接的治疗这 traversing root。当然要用钝针，用这个 blunt tip needle。好，那这个 technique 呢，我现在也跟那个李义轩医师来合作，然后也希望近期可以去跟大家公布这样子。好，然后这一针就到那个 lumbar facet joint 这样子。好，这是我们陆续就是包括脊椎微创内视镜医学会的支持，还有这个中青年神经外科医学会的支持，然后我们有陆续办的蛮多场的这个脊椎超音波的工作坊，包括大体，还有这个就是 Phantom， 还有就是各场的这个工作坊这样子。好，这是最后一张 slide， 好，就是 take home message。好，那因为时间有限，大家可以直接来拍照，就是把刚才所讲的做一个这个 summary 这样子。其实综上所述，其实超音波是一个绝佳的导航工具。那事实上就是它虽然没办法穿越泵，但是它可以清楚的看到泵的表面，因为泵的表面它的反弹是最强的，所以甚至于打 transpedicle screw， 你的 entry point 其实就可以用超音波来定位。就像我自己打那个灌骨水泥，我也是用超音波来决定的 entry point， 其实非常非常的精准。好，那时间还有多久时间？没有了吗？好 ，OK， 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陈院长精彩演讲哦。那我们 discussion 就统一在最后再进行。各位先生，大家好。现在那个由我们邀请长庚医院蔡宗廷教授来为我们讲这个 AI application 在那个 Spinal surgery。那蔡教授大家都很熟悉啦，那他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他目前是长庚医院骨关节研究中心的主任哈。那他所擅长的是一个在组织工程、生物力学跟椎间盘的细胞的研究。那他升了教授以后呢，连续每一年大概都有4-5篇那个很高质量的一个 paper 的发表。那因此获得长庚优秀SCI 论文的一个排行榜哈。那可以就是在研究上跟临床上都非常的优秀哈。那教导很多学生。那现在由蔡教授来为我们讲这个 AI 在那个 Spinal surgery 的一个发展。好，谢谢座长。好，那也谢谢大会的邀请。好，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这个 AI 在脊椎外科的运用。好，那这是我等一下要报告的大纲哈。那现在我们打开电视哈，就是牙刷也是要 AI 啦哈，然后电锅也要 AI 哈，然后电风扇也要 AI 哈，什么都要 AI。好，所以哪怕只要有一点点关系哈，我们都要称它为 AI 一下下哈。这个好，那到底 AI 是什么哈？因为 AI 其实它是泛指广义的这个电脑的快速运算哈。那所以在1950年就有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这个出现哈。那其实我们近年来真正在讲这个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哈，其实是在模拟人类的神经学习的方式，其实在2010年以后才开始哈。那我们讲到这个 AI 就常常会提到这个西洋棋跟深蓝的比赛哈。那当初在1997年，深蓝哈他击败西洋棋的冠军哈。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西洋棋啊？因为西洋棋比较简单，因为它是8×8的棋盘哈，所以它其实这个当时的电脑不是这么厉害哈，它其实只是快速的运算出20步后的这些动作哈，所以它只是把那个10的32次方的可能性把它算出来，它只是把它计算出来而已。所以它是用暴力的破解法，它不是真正的 AI， 它只是把后面的快速运算算出来。好，所以当初为什么不用围棋哈？因为围棋是19×19的方阵，所以这个排列组合高达10的171次方，所以它可能一步可能要好几天才能计算出下一步，所以在当初的水准，科技的水准，它并没有办法跟围棋来比赛。
好，所以其实到了2016年哈，才真正跟围棋比赛那个电脑打败的围棋的冠军哈。那这时候才是真正使用 deep learning。那所以当这个 Google 的这 AlphaGo 它的这个做法哈，它就是用这个大量的棋谱的训练，所以就等于说让电脑去背这些棋谱，然后呢再加上现在在2016年的电脑的速度更快了哈，然后再加上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的设计。所以这时候才在2016年才打败了围棋的棋士哈，这就好像背考古题一样。所以其实真正电脑可以想，就是像人一样去思考嘛哈。所以其实并不见得，它其实是要靠这些大量的背诵哈，就像我们背考古题去考试一样的意思哈。好，那所以这个 deep learning 哈，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数学的方法来模拟人类的这个神经元来达到下一个阈值哈，然后往下传递。好，所以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给予左边的这个哈大量的这个 x 哈，给它大量的输入大量的 x， 然后我们再给它正确答案大量的输入 y， 然后让电脑去自动产生这个神经元的这个连结哈，让它去自己把它连结计算出来。所以当它这个连结的结构计算出来之后，当你下一次再输入 x 的时候，它就会告诉我们 y 的答案是什么哈。所以其实它是要靠大量的 database， 然后大量的输入正确的答案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我现在在做的这个 AI 的相关脊椎的一些研究哈。那当初会做这个，主要是当初的想法就是说，它并不是要取代医师，而是要帮医师做这些繁琐反复的常规工作。所以那时候想说，什么事情可以来做哈？就想到说，我们在计算 deformity 这些角度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是不是用电脑来快速的来计算哈？就让我们知道这些答案，因为我们平常在计算这样一张图可能要半个小时哈。好，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先牛刀小试线，我们先试试看 SVA 看有没有办法算出来。好，那我们知道 SVA 其实只要2个点啊，就是一个是 C7， 一个是 S1 哈，只要2个点就可以算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说试试看电脑有没有办法去判断这2个点哈，来计算出 SVA 好。所以我们就是跟工程师讨论哈，用这个 REST Unit 的这个架构来做测试哈。那我们从12年到18年哈，选了这个990张的 whole spine 的 X-ray 哈，然后扣除掉这些影像不佳的，纳入990张之后，做 tenfold 的 cross validation， 然后由3位不同职级的医师来标注 C7 跟 S1 的2个点来计算 SVA。那我们把这个 MATLAB 在 X-ray 上做标注哈，然后再让把这个标记2点，然后输入之后，然后让电脑去计算出这2个预测值出来哈，这2个点的预测值。那我们用 SVA 的 error 来作为评估准确率的工具哈。那各位可以看到黄色的这个点就是人脑的标记哈，就是我们包括住院医师跟主治医师去点的哈。那红色的点就是那个电脑后来计算出来的哈。那这2个点几乎是可以达到一样的一个预测值哈。好，那另外我们在做99张的 X 光哈，当做这个 model 的测试。好，那这是我们第一篇在2019年哈，就是我们用这个调阅1000张的 X 光选用 REST Unit 的这个 framework 哈。然后这个 median error 就是人脑跟电脑大概差距就是1个 mm 以内哈。那1个 mm 左右，但是电脑计算只要0.2秒就可以算出来哈。好，那有了这样子刚刚初步的这个结果哈，我们就比较有信心说，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整个脊椎是不是可以整个计算出来哈？那我们要把整个计算出来，发现至少要有45个特征点哈，来计算这所有的 alignment 的角度哈。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从2018年到2020年哈。那我们收集了2900张的 X-ray， 然后扣除掉一些品质不符合的哈，然后我们总共标注了2210张哈。那我们用1810张哈来做这个 5-fold 的 cross validation， 然后另外的400张来做 testing。好，那这2000多片的 X 光哈，那每一张要标数45个点哈，其实我们要标10万个点哈，所以这是很大量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我们特别也感谢我们的团队的通力合作哈，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哈。好，那我们的 AI 的模型是选用 two stage 的 CPN 的 model 哈。
然后我们测试各种角度跟 alignment 的计算这个都跟人脑有很好的 correlation， 然后 p 值都低于0.001，但是人脑去计算整个 alignment 需要一张至少要半个小时，那电脑一秒钟就算出来了。那这个黄色就是我们人脑标注的点那红色就是电脑的预测值，那可以发现这个误差非常小那电脑也可以自动计算出这些曲线然后定义出这个曲线的微分处的 apex 的地方，然后甚至2次微分等于0的地方，也就是这个 curve 的这个转折点这个电脑都可以计算出来。好，那不同的 X 光高矮胖瘦都可以正确的预测。好，驼背的病人 ，hip 开过刀的病人这个 spine 开过刀的那骨折的病人这些它的角度电脑都可以正确的来计算出来所以我们用这个 two stage CPN 的 AI 的model 来演算可以正确的预测出复杂的各种角度，然后大大的减少重复的人工的时间那这 inference time 只要1秒钟这也是我们目前脊椎相关文献比较最大的相关的 data set 那另外我们这个里面 include 了开过各种刀的各种疾病所以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就是只会判读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X-ray 好，那我们在2021年跟2022年也分别发表了相关的论文那除了 spine 以外这个 spinal pelvic alignment 也是同样的可以计算出来。好，那这个部分也取得了青创奖那在今年的台中荣总的这个国际治疗医疗高峰会也得到相关的奖项。好，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这个临床的运用跟未来的发展那有了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可以作为这个电脑的自动的诊断并不是太困难那就像我们台北荣总在张部长跟周主任的这个研究之下也有做相关骨折啦，还有 pathology fracture 的这些辨认自动诊断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也知道北医也有这个脊椎滑脱的这个诊断那台中荣总还有很多其他医学中心都有在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好，所以未来如果说要用电脑来做自动诊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需要输入一些这些刚刚所讲的这些 database 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当做这个手术前的评估的计划那接下来我想做的也就是去年正在做的就是我想要做这个 AI 辅助的健保审查那这个我们希望说这个能够快速有效节省医师的审查还有健保行政人员的这些时间。那如果这样子可行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标准的统一，然后减少委员间的一些差异那这是一个最公平、公正而且快速的一个方法那从去年的5月开始就跟健保署开始有在进行那个李伯章署长也跟我们开了几次的会议那这是我们的这个 model 就是在做这个判读的一个 model 那我们的初步的结果就是大概去掉一些有争议的案件其实 positive 的 predict value 可以高达97%啦。但是还是有遇到非常非常大的 limitation 第一个就是这个健保的 cage 的适应症它并没有一个科学化的标准所以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在教电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给它标准答案，因为所有的委员的标准其实也不太一致。那我们的 indication 在电脑在那个健保的这个规范也没有一个正确科学化的一个标准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工的审查费太便宜了那在座很多都是委员嘛那我们去健保局审一次一个早上可能他给我们几百块的这个车马费那但是如果要开发这个 AI 的软体因为像这些工程师啦，这些都是需要一些经费才有办法来做的所以其实健保署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想要就是投入很大的经费来发展这件事情所以呢，像是这个脊椎的 cage 的审查并没有一个统一及一个科学化标准。
那另外像现在的这个 Total Disc 哈，其实争议也非常多，好像退化的太严重也不能用，哈，退化的太轻微，好，那个委员也觉得这不应该这样子开，所以到底它的科学的标准在哪里？好，假如有一个科学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用 AI 来做审查。好，那像现在的骨水泥，哈，其实也是一样。好，所以假设有一个统一及科学化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AI 上面线上审查，然后快速及公平公正。那我想要推行到这个，可能要请学会的一些推动跟一些帮忙了哈。那最后几张slide跟各位报告，就是临床 AI 的设计哈，可以从事哪些方面哈？那我们的目标哈，就是研究的标的哈，就是要选择要有市场的潜力的哈，然后要选择有临床实用性的哈。那这样的话，这些开发的厂商哈，还有这些他们才会有意愿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研发的标的非常重要。然后再来呢，要有大量的资料库，哈，像一些罕见疾病就不适合哈。然后要有专业的人员来提供大量的正确的答案，哈，要有正确答案哈，才可以来做哈。然后再来呢，要有这个工程师的团队哈，把大量的医学的资料，然后交给电脑深度学习哈。那我想达到以上3种的这个标准哈，这些条件哈，就可以来发展这个 AI 的一个哈。那最后总结就是电脑的深度学习啊，可以量化脊椎及影像的特征点，然后可以快速的计算出各种复杂的角度，那也可以提供研究，还有自动诊断，还有手术规划跟一些健保辅助的审查。那选择适当的标的跟资讯工程专家合作，可以并投入人力跟资金，好就可以发展医疗 AI。好，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谢谢蔡教授这个精辟简短的这个演讲哈。那我们等一下这个一起讨论，等这个全部结束以后。理事长、各位理监事及会员，大家午安哦。那进入到最后一个 session 的最后一个 topic 哦。那我是高雄长庚吴瑞文。那最后一个这个 topic 是 bio design 哈。那当然中文翻译就是生物设计了哈。那个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专业了哈。那它主要是要来解决临床未被满足的问题。那如果去 Google 搜寻一下这 bio design， 就会跳出一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 bio design 这个国际导师的一个计划。那他从2014年就开始从日本啊、那以色列等等国家去有这个计划的一个进行。那这个我们国内第一个 bio design 国际导师就是落脚在北医。那北医体系有3个医师参加那个bio design的计划，那吴孟芳医师就是这个计划的3位之一。那我们就请那个孟芳医师来帮大家介绍这个bio design。谢谢座长，那也谢谢大家啊，能够参加到最后，不管是在现场或在线上的哈，都非常感谢你们。好，那谢谢座长刚刚有提到，就是 bio design 其实哈，它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那我想，但是实际上大家以前应该都有接触，那也实际上真的有在做，只是说今天哈，这个 bio design 它是把大家等于说已经在做的事情哈，做了一个里面的一个整理，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方法，然后让可以变成 repeatable。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bio design 的一个方法学。那我想就今天呢，我就从脊椎医师的观点来做这方面一个探讨。但我相信bio design 对每个领域的人，他所体验到的一定是不一样。因为在这当中有工程师、有商业的人、有法规的人，所以其实刚刚前面蔡永宁教授演讲就讲到，大家的想法不同，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为什么要让一件事情成功，要从不同的观点来看。那我这边呢，也刚刚谢谢座长介绍。那我在受训完回来之后呢，我现在在北医这边负责在做这个 bio design 的教育培训。那现在是 CEO 的部分。那当然待会会提到一些产品的部分，我都是没有跟他有任何 conflict of interest， 除了我自己的团队正在准备要来成立公司的部分。那我当然先提一下说，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做创新？实际上呢，大家一定先想到的是创新是不是可以赚大钱？实际上呢，确实
好，你看看哦，2022年哈有列出了35家的 unicorn。好，什么叫 unicorn？ 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说哈，它就是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那个公司，就叫做 unicorn。其中呢，医疗有35间，好，这35间当中呢，前2名都是在做精准医疗，那其中就是80亿，还有70亿美金。那第二个呢，好，你看到这边的这一位，然后这个6个 billion 的，这是一个穿戴装置，帮助做复健。好，这样的一个公司变成一个60亿美金的新创公司。但下面呢，好，左边这一个，好，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医疗。那右边这一个，好，这是一个慢性糖尿病。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好，从精准医疗到就医，那到专科都已经开始出现独角兽了。那我们呢？实际上，脊椎大家都知道，它真的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盛行的疾病，它花了大家非常多的钱。那里面呢，实际上大家又开始预测，脊椎医学应该是下一个独角兽。所以呢，我们台湾呢，其实也不落人后。我想这个，因为我跟他是没有那个利害关系哦。那这个炳硕其实是在这方面做的还蛮前面，因为他们也是有科技背景，那用这样的一个科技创业的一个方法，去带到医疗当中。所以呢，现在他们确实针对的一个刚才所说的，你一定要市场够大，这个市场很大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一个很大后续的一个效益。当然呢，未来它能不能变独角兽，我们拭目以待。好，当然这个过程呢，我老实说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医师看的都是需求，我们可能不见得能够把后端看清楚。当然这张图我已经提过蛮多次的，50个步骤你才能把医材做好，而且当中的成本是时间还有金钱。时间呢要花多久？一类医材可能1-2年，2类医材可能5-6年，3类医材可能20年，而且花的钱呢 ，Class 2。是统计平均31个 million 美金 ，Class 3是94个 million 美金。那当然呢，做药更贵，500个 million 美金。所以我想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哇，我怎么有办法做到？所以呢，一定要群策群力。那当然在矽谷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方法，就是 design thinking。这时候换到 medtech 就变成 bio design。其中这流程呢，一样，我想之前有介绍过。先从需求了解开始，到产生可行的概念，接着到了可用的一个商业策略，同时呢，结合专家的帮助，那以及人的一个特色，让它可以成型。所以呢，刚才讲到人呢，其实大家都会讲你一个新创产业，一个新创团队怎么样才会成功？第一个关键一定是时机，第二个接下来就是人，第三个才是资金。所以呢，人在当中一定是最重要，因为你的人在一起才有机会遇到好的时机，才能够募到好的钱，跟做对的题目。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一定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是来找题目的人。那里面呢，第二个就是一个研究者，他要帮你把这件事情厘清得更清楚，他要不厌其烦帮你在其他领域当中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另外，也要有一个团队的有经验的专案经理来帮你的整个团队才 move forward。接着呢，你的团队中要有能力去做出你的解方，因为常常医师会遇到我想到的方法，就是我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人帮我解它，那这时候就会停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 professional team， 而且呢，当中沟通要很扁平，要很频繁，要高效率，才能够真的有效的解决问题。所以我刚才很快的在讲，就是快速的寻找一下你的需求之后呢，做一个筛选。筛选的方法一定要用市场及它的重要性，以及后续团队还有那科技的可行性跟法规、保险这些来做筛选。接着再去 brainstorming， 不要把一些你认定的方法一定要导入，你可以寻找各种可以解决它的方案。接着呢，再去筛选你这些想出来的方案中，哪些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里面我有可能觉得，我就是想要用某个方法，但是你会发现有可能它在后面它的风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有提到，我想用 AI 来解决它，但是呢，它后面的成本非常大，而且竞争对手非常多，这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
当然呢，商业策略还有后续你要怎么样让推上市场跟募资，这是绝对必要去了解的。所以呢，当然这里就讲一个我们脊椎科医师最喜欢提的就是我们的压迫性骨折，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也因此呢 ，Spinal 被发明了，接下来 Balloon 也被发明了。大家知道这两个都已经赚得非常多，接下来就是 Stent。那当然我们台湾呢也有公司呢，也像这样子来做一个发想，做出了很好的解方。当然我这边很快速的解释一下，这是谢谢他们提供的一个流程。我想我们大概医师也是类似，我们只要确定它是一个好题目，接下来还是会先从想法开始，然后接着呢，一直到中间跟工程师讨论，那它是一个好的设计。那接下来呢，真的产生了一个成品。那我想这是那个我们陈文哲教授跟李先生教授他们这方面的一个发想。那接下来呢，有工程师来实现它。那接着呢，再经过了我们的测试接下来到最后的一个实现，那以及到后面取证，那接下来就是商业的一个来做一个销售。我想这个流程其实就是我们医师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个流程。但是你能不能遇到这样的团队，这件事情呢，就是要能够多多接触，同时呢，按照刚才讲的 Bio Design 的方法去选题，那中间定策略。因为有时候厂商他之所以不敢进来，是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清楚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以及会花多少钱。同时呢，他所需要做的一些商业规划功课，有时候医师如果没有跟着做，这件事情会造成厂商的恐慌。所以呢，我们在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一个好的 team， 接下来要做什么？在北医呢，我们还蛮幸运的，有一个叫做 Spark 计划。那实际上 Bio Design 接 Spark 已经现在是一个世界潮流。所谓的 Spark 就是指他希望你在有一个想法后，接下来他会派一群专家来帮助你，就是我们所谓的 professional team。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2006年，他反而比 Bio Design 还早。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也成功的把许多的药品跟医材推到了世界上。那这个巨大的成功，现在也在20个国家在推动这样的 program。那科技部呢，也把这个方法导入，同时给他每年都有3万块美金到5万块美金的一个基本资金，让他可以来实现他的技术。那这件事就非常重要，因为 Bio Design Team 它前面是不容易拿到资金，但是接着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它就有钱可以接下来做。那当然台湾呢就把这个方法引进之后呢，一样的提供这些团队他们专业的训练，其中不管是在产业还有他们的知识，那以及他的研发的部分，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法规专利，这部分呢让他有办法继续往前。那当然我们现在北医的平台在这块做的相当的完整。因为我们把整个院校当中的所有能够来帮助这些研发团队的资源，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其中呢，就包含像我们的 Bio Design， 还有刚才所讲的 Spark 团队，那以及我们的1校6院里面的核心设备，全部就结合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辅导机制，因为这些团队他有了题目，就像医师有了题目，他找到了工程师，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各种角度去帮他审视，他是不是在哪个地方有风险。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请他做一个定期的审视，在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安排之下，我们会让他呢在各个包括 prototype 的可行、上市前的规划、法规上咨询、专利布局以及临床试验的评估。这个每一个面向去提供他一个方向，同时呢，开始规划他自己要出场的一个机制。那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只是这样，还要让他们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还让他们有更多一个往外去延伸的机会，包括说国外的一些展售，那以及呢国内的创业比赛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让这些新创团队在更多市场面的一些考验。让他早点知道他可能要做的下一步是什么。因为我老实说，我自己在做新创团队，我一样现在还是觉得当中的选择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些选择，我一旦选错，有可能就会损失几千万的一个后续的问题，包括说，我成立公司在哪里，或者是我需要同时成立几间公司，这些都变成一个
我们其实在以前从来不会想的事，但是现在可能都会需要去透过专家的帮助来帮忙。那当然呢，我自己也因为Biodesign的训练，我就将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呢在 Stanford 受训回来，就目标希望可以解决一个脊椎中最常见问题，就是临近节退化。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想法搭配了现在比较常听到一个新的技术绑带技术来做一个结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专案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新创团队。这个团队我们也表现得还不错。那个时候当年去受训完现在回来也就是在一些创业比赛中有得到一些还不错的奖项。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团队希望的目标就是要能够解决医师的痛点。当然刚才提到，我临床医师我们还有病人最大的痛点就是不希望再被开刀。其中当然临近节退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中呢，每一年有50万的人在接受融合手术。那而且呢，其中有很高比率都会产生临近节退化，而且后续还要开刀。但是呢，现在的医材老实说还没有办法真的完全能够避免掉这个问题。所以呢，最近有一个新的绑带技术，这样子的技术其实是很简单，而且呢它相对安全而且在文献上已经看到它具有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可以将现有的临近节退化降低到1半以下。所以呢，这在2020年的European Spine Journal 跟2021年的 Global Spine Journal 都有很好的证据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但是最大的问题，它必须开放手术，所以呢，很多的医师还是不愿意使用。这时候我们的新创团队就想，那我就把它改造成一个微创机制。那这个微创机制，确实可以用原本微创伤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计植入，同时呢，符合医师他所喜欢的一个流程。那可以搭配各种方案。这时候呢，这样子的方案，谢谢各位在学会上帮助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呢，在场有许多都在这个 list 上面。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其实新创团队一定要了解我们的 user。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问了大家，这个东西到底你觉得怎么样？也谢谢他们都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值得用，也值得被解决。那甚至他们也同意说未来可以做协助。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就是对于新创想法的一个支持。那当然呢，也要问一下老师，就是我在美国的老师，包括 Serena Hu， 还有 David Polly， 还有Lawrence Lanke， 他们都一样听到说，那他不喜欢原本用开放方法去放绑带，但是呢，用这样微创的方式，他们觉得非常好，所以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使用。当然这件事情它所代表意义就是我们当这样讲给创投或者其他人听，他会觉得这时候他就很有信心，因为最终的 user 还是这些大的一些 KOL 来帮忙在学会上做一些宣导。当然呢，我们不能只有讲，人家觉得喜欢这样就好，一定要再进一步去探讨，就是 business model，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卖的效果，它的毛利率好不好？通常医材一定要在60% 以上，不然的话，这个医材赚不了钱。所以呢，我们自己也要一个概念，医生最喜欢就是我花多少钱都要用到。当然，其实不是这样，这样商业上其实会失败。所以呢，当然我们还要再做的就是竞争分析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呢，我们跟团队呢要定好 milestone， 那以及呢自己的团队当中呢要尽量保持要能够多元，因为多元可以让大家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那以及呢要不断的让团队呢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去接受一些挑战，因为这些挑战其实可以帮助团队去厘清一些事项。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完成我们的训练，就去参加声音农业竞赛，然后得金奖。后续呢再参加今年的 FIT 也得到 Top 3。那当中呢也参加许多加速器，包括 DCB 加速器、BE 加速器，现在也在 H Spectrum。那后面呢也会参加国外加速器。那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辛苦的。但是呢，我们也听到就是李佩院长给我们鼓励，他说这样 Biodesign 的流程对于创新是很好的，鼓励我们，希望可以能够迈往成功的道路。那所以呢，也很幸运那一天在BE加速器被票选为最佳新创团队。当然这件事情呢，其实只是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想实现一个你的想法，是可以用这样类似的方法。但是呢，大家都可以考虑创业，
好，但是创业呢，是不是一定要用医疗创业啊？也不一定，也有别的医师哈，他用各种不同方法创业也很好。好，但是呢，我想提供大家，如果你希望用医疗创新来帮助更多人，我相信呢 ，Bio Design、Spark Program 这种方式呢，可以让大家满足你在医疗上又有成就感，而可以帮助更多人的一个梦想。谢谢。感谢吴梦华医师，在我们一整天的一个脊椎手术技术的讨论之后，他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topic。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演讲者及座长到台前来。那我们把握时间因为有一点晚了哈。那为了节约时间，所以我们就刚刚我们中间院长我们大概就是2个问题，好不好？那我们请在座的前辈或者其他的我们的同仁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的今天 speaker 提问的？来，那张部长。对，我想各位讲的都每个题目都蛮吸引人的哈。我大概就没时间，我才会选一个，就是说刚才讲到梦晃哈，梦晃刚刚说的那个很好的很多 design 哈。那当终结就是说，你从发明、从想到把它商品化，这个过程嘛哈，就是 teamwork 什么一大堆。据你所知，现在台湾目前这个个案最成功了，有没有哪些医学上我们 spine 方面的个案？比如我说那个 Nova 好了，就是那个 MIS 的钉子哈，那个他们，我觉得他 design 很好，我想他们是北医团队，也是他们做得很好。那时候我想郑永辉教授把他们那个 team 做出来，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比国外的什么 Sexton 啊、什么 Viper 要好得多，好用得多。那个我相信非常成功，他们的模式跟你说的是不是走同样的路，或者是说他们也有不同的路，可以走出不同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建华。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很好的那个超音波，可以几乎跟 MRI 差不多的 resolution， 是不是厂牌上不一样？不一样？你用那个是特别好、特别贵的那一种，或者是哪一种厂牌推荐一下？好，那我们请梦幻先回答，那我们就快问快答了哈，好不好？好，谢谢。其实我们台湾有一些成功案例，哈，包括说像那个 Balloon 哈做的很成功的技转，然后它是2个 B 链。还有那个就是心导管，就易安生医他们有一些心血管导管的一些技术。当然，如果说Nova 也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那就是说，像 Bio Design 当中呢，其实他希望一开始就要看到国际市场面。所以呢，我想Nova 也是他也有打到国际市场。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像美国市场的话，那有时候我们一开始的布局就会先走美国，那先拿到美国证。那就像炳硕现在所做的一样，炳硕他也是一开始现在在做的是往美国走，然后之后再回来看台湾。那因为美国接受了，基本上别的国家大部分都会接受。对，那这一块刚才提的其实都是按照类似Bio Design的方法走，因为它最终的还是要满足的是医师还有病患的需求，所以这个它是一个方法学，大家其实都在做类似的事情，这样子。谢谢。OK， 谢谢那个张部长提问这样。我自己的感觉是，事实上只要是5年内的机器，然后有 linear probe 一直 linear probe 就是比较高解析探头，然后选用10 MHz 以上的，然后再搭配一支 curvilinear 探头，差不多是3到6 MHz 的，大概对我们脊椎领域有这2支探头，再加上一个落地型的一个主机，然后这5年的机器应该95%的应用都已经足够这样。那我自己比较熟，同时也用的觉得品质还不错的，我是对于 GE 跟那个意大利的那个 Esaute 比较熟悉，我是觉得还不错。对当然我相信其他家也不错，但是我相对没有那么熟悉。对，那原则上5年内的应该都是蛮 OK 的。那超音波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要找那个 window 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对于操作者而言，它的anatomy 就是刚好也是在座的一个强项，就像我刚才第1张 slide 会看得很清楚，看到 spinal cord， 看到 dura-sac， 看到 CSF， 是因为我的 probe 的完全的跟 disc 平行，
它只要差一点点角度，它就看不到了。因为 disk 是因为要一路看到 code， 必须要完整的穿越 disk 嘛，所以它不只是 level 要对，它的角度也必须对。对，那这个原则你只要运用在各个地方，从头到脚，就是说，第一个是找到 window， 第二个是要让你的射线完整的去穿透 window， 还要让你的超音波的射线跟你要看的组织是垂直的。例如说，假设，例如说这个是神经，然后你好不容易穿透过去的是这个角度，它也看不清楚，因为它不够垂直，所以你不止穿透以后，你还要跟它垂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超音波是那么的 operator dependent 的原因。以上，谢谢张部长。好，我们再允许一个我请教一下那个蔡教授哈，我们现在的那个 AI 在 Spinal， 他们都是一个放射诊断的那个监督影像的一个鉴别，大部分都是在 paper。那当然我们在那个 Spinal 手上也有很复杂的环节，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说对一个手术的一个选择还有结果的预测，让病人可以知道，就是说他能够在安全有效的一个手术的接受这个手术之下，然后那个达到这个我们大家精准医学的一个目的。谢谢所长哈。那我想这个问题也很好了哈。那这个题目也是可以做。那其实只要有标准的答案，然后大量的 database 哈，这种都可以做。好，所以如果说刚刚的问题就是，只要有之前的 data， 然后它的成功率，它的这些。只要输入，其实就可以计算。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统计的一个工具，大概是这样。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有4分钟，假设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好，来。比起那个 EOS 怎么样？现在 EOS 它不是也做得很好，一照一下机器都出来了。EOS 我是没有看过，那它是自动可以计算出来，这样。是。对。所以都不需要人去点它的，都不用了。对。我想这个应该技术上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些厂商去发展了，那这个应该是蛮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颁发证书。好，那请各位，我们一起合照一下。那我们大会的最后，感谢各位坚持到最后。那请那个傅再生理事长，好，来为我们大会做结尾。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坚持到这个时间真的是相当不简单。也知道大家真的是求知若渴啊。那以后我们大概还是会希望说，我们下一届的理监事会能够安排我们更好、更新然后让大家能够再来学习那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我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秘书长，再来宣布一些事情。我最后要宣布就是，大家前往那个 A8 芙蓉，我们大会重金礼聘这个安排一个非常劲爆的表演节目，请大家一定要参加，如果错过的话一定会后悔。好 ，OK， 谢谢各位。我们在 A8 芙蓉的3楼，好 ，A8 芙蓉3楼。各位贵宾我们在门口会有我们这个长庚的医师
而且那个妻子，然后带大家去福隆饭店。如果不知道路的，可以跟他走；知道路的可以自己先出发。谢谢，谢谢。